自怪物首次出现在樱花国，疯狂屠戮，将其灭国，迄今为止已有100年历史。今天就是你们选择职业的重要日子。陆羽，你告诉老师，像你这样职业模拟考试全属性都不及格的情况下，你应该选择什么职业？陆羽起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是选择剑侠职业了，不仅帅得掉渣，输出还爆炸。”此话一出，全班同学一阵的哄堂大笑。老师却是喝道：“都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陆羽，老师知道你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作为大夏人，谁都有剑仙梦，但那是家里非常有钱才能选择的职业。像你现在家里条件又不好，自身天赋属性又低，选剑侠职业等于是死路一条。老师劝你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妥的生活职业，可以给战场上的战斗职业者们提供一些战备物资，你也能得到不错的报酬，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知道了，老师。陆羽知道自己说服不了老师，只能暂时答应下来。老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示意陆羽坐下。各位同学，你们都知道，100年前怪物降临，我们人族差点被灭族，是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中发现了转职神石，拼死将其带了回来，这才开启了全民转职时代，人族才得以延续至今。可这些怪物源源不断，我们和这些怪物的战争从未停止过。老师教给你们的知识，都是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所以选择职业不是儿戏，希望你们认真对待。今天你们年满18岁毕业了，可以去选择你们的职业了。哗哗哗，掌声雷动，老师的双眼泛红，转身走出了教室。接下来，全班的同学由指引老师带到了转职广场上，他们今天异常的兴奋，因为终于可以进行转职了。像我长得这么帅，今天必须选择剑侠职业。喂，你醒醒吧，你想学陆羽，还是家里有矿？哎，陆羽，你待会打算选择什么生活职业？陆羽一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要选择剑侠职业。嘘！陆羽的话顿时引来一阵的鄙视。陆羽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胎穿到了这个陌生的世界，生在了一个生活条件艰苦的家庭里。他本以为凭着他穿越者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分分钟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结果陆羽发现他前世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毫无用处，只能乖乖的做个普通人，而且努力在绝对的天赋和金钱面前就是一个笑话。但他发现穿越后随身带了一个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需要转职成功后才能开启，所以陆羽等这一天足足等了18年。其实他现在比任何一名同学都要激动，只要完成了转职，他的逆袭之路就可以正式开启了，爸妈就不用冒险在前线上制造战备物资了，还有他的2个妹妹就不用天天吃面包和野菜汤了。本来挺漂亮的2个小姑娘，因为营养不良变得瘦巴巴的。陆羽要让爸妈搬到城区的中心去住，让2个妹妹上最好的学校，可以选择他们梦寐以求的战斗职业。这可不是陆羽在吹牛逼，因为他有一个暴毙系统，这名字听起来感觉不太吉利的样子，可确确实实很牛逼。名称：暴毙系统，状态：未激活。这个系统除了爆金币，还能爆其他稀有币。金币，这可是金币啊！金币在这个世界的作用太大了，只要陆羽转职成功，激活这个系统，别说是剑侠职业了，哪怕选一个牧师，他都能氪金氪到无敌。在这个世界，货币分3种，一个是纸币，就是在现实中使用的钱；一个是金币，是职业提升必须的货币；而最后一个就是特殊币了，只在特殊区域有用，可以购买特殊套装等。现实中，金币的爆率是极低的，而金币的用处又是巨大的，可以抽取技能、天赋等，还能在域外商城中购买宝箱。宝箱中有概率开出极品的装备、材料、道具，甚至能开出极品的坐骑宠物等等。可想而知，这个金币有多重要，那能爆各种币的系统有多逆天。正在陆羽满心期待的时候，守在转职神石旁的一名漂亮指引员终于喊到了他的名字。下一位，陆羽。到！陆羽兴奋地应了一声。漂亮的女指引员看了看陆羽的资料，然后微笑道：“陆羽同学，不知道你想选择什么类型的生活职业呢？我建议你选择铁匠，可以为低级的转职者打造普通的战甲装备，累是累了点，但报酬还是很不错的。”可陆羽却摇了摇头。漂亮的女指引员想了想，道：“那我就建议你选择药剂师吧。药剂师可以给职业者们制造各种恢复药剂，报酬是所有生活职业中最高的。不过你的家庭条件似乎不太好，想成为一名高级的药剂师会有点困难。”陆羽依旧摇摇头，道：“美女姐姐，我已经有了选择了。”漂亮女指引员闻言微微一笑，道：“好吧，那请你开始选择你的职业吧。”陆羽点点头，开始在转职神石上进行操作。一个虚拟职业页面出现在陆羽面前，陆羽直接将所有的生活职业全部跳过，然后停留在了战斗职业剑侠这一栏上。卧槽，陆羽这家伙想干嘛？不会真的想选择剑侠职业吧？他疯了吧？来真的！就连一旁的漂亮女指引员也吓了一跳，赶忙说道：“
陆羽同学，你不要自暴自弃啊！可陆羽只是露出了一个兴奋的笑容，毫不犹豫的就点击了确定按钮。转职神识上随即显示出了陆羽的转职信息，并有提示声响起。叮！恭喜你转职成功，职业剑侠。疯了，这家伙疯了！就他的这个家庭条件，选择剑侠，不就是自毁前程吗？就是啊，剑侠这个职业太吃装备和天赋、技能了，任何方面都需要大量的金币去支撑。在众人的认知里，剑侠在没有极品装备、高阶技能、高级天赋的情况下，还不如一名战士。但剑侠一旦拥有了这些条件，却能凌驾于所有职业之上。或许有人问了，那其他职业也拥有了这些条件呢？那只能告诉你，在同等级条件下，剑侠可以吊打任何职业。见此，那位漂亮的女指引员只能摇头叹息。陆羽却不以为意，因为他的系统终于激活了。叮！恭喜宿主转职成功，暴毙系统正式激活，初始解锁星级。陆羽赶紧打开系统页面，查看系统功能。卧槽，我起飞了！第2章战场遗迹，名称暴毙系统，状态激活，解锁。介绍：激活后打怪必爆金币，击杀怪物100%获得怪物等级乘以基数的金币，击杀精英怪物或者 BOSS 会额外翻倍，当前击杀怪物掉落金币的基数为10。提示：宿主进阶会自动解锁对应星级，星级越高基数越高。其他币种：迷雾币未解锁，魔晶币未解锁，深渊币未解锁。打怪就爆金币，看起来初始基数不多，但随着等级提升，那积累金币的速度将非常夸张。陆羽心中大喜，但他却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在角落里默默地等待着其他同学完成转职。趁着大家还在转职，陆羽打开了自己的职业面板，姓名陆羽，职业剑侠，等级 LV1 一阶，生命值50，法力值50，物攻21，物防15，魔域15，力量7，每点加3物攻，体力5，每点加10生命值3物防，智力7，每点加3魔攻，敏捷6，每点加10移速和 0.01% 攻击速度，精神5，每点加10魔力3魔防，自由属性点0，每升1级加5，天赋未获得，技能未获得，很低的属性。正常的初始属性是5至20点，陆羽这是全面都偏低了。不过陆羽丝毫不慌，有系统在手，何愁以后不能拉满属性。2个小时后，上百名学生终于选择好了各自的职业，漂亮女指引员的声音也响了起来。请各位同学准备好，你们即将前往战场遗迹试炼。战场遗迹的注意事项，想必你们的班主任已经和你们说了很多遍了，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下一刻，一道道神奇的传送法阵出现上百名的学生脚下，紧接着上百学生同时消失。欢迎来到战场遗迹。提示：1. 你在战场遗迹中必须升到10级才能传送出去。2. 传送回去前可免费抽取3次职业天赋和职业技能。3. 这是一片人类与入侵怪物厮杀过的战场遗迹，这里依旧存在着许多低级的怪物，请量力而行。陆羽抬头望去，这片战场一眼望不到头，四处弥漫着蒙蒙雾气，还能嗅到一丝腐朽的味道。在战场中，怪物和人类的尸体白骨四处可见，还有屹立不倒的战旗，怪物和人类的残破兵器。见到这一幕幕的上百名同学都愣在了当场，有些胆小的同学甚至瑟瑟发抖。这就是战场的残酷，许许多多的前辈都牺牲在了这里。而在蒙蒙的迷雾中，有3尊巨大的雕像渐渐地浮现在众人的面前。看，那是开天剑神，还有龙血战神，中间的那位应该就是传说中的人族天神了。这3尊雕像都是人族的守护英雄和战神，他们是人族的信仰，正是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天人族喘息的机会。陆羽只是望了这3尊雕像一眼，便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他得先去杀些最弱的1级怪。剑侠初期的攻击力足够了，而其他同学开始互相组队起来。本人超级奶娘，能打能抗，关键奶足，求个强力队伍。这是一个阵法大佬弄出来的一个模拟战场副本，里面的场景模拟了真实战场的局部环境。这里面的低级怪物都是被人族高级转职者抓进来的，每一个完成转职的学生都要进入这个副本历练一番。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模拟副本，都当成是毕业前最后的一场实战考试。这个副本的出现，其一是让这些学生见识到真正的战场环境，体验到战争中的残酷；其二，这其实是给刚毕业的这些学生一个福利，在这个副本中都是最低级的怪物，可以让这些学生很轻松地升到10级。
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副本中升到10级后，可以免费抽取3次技能和天赋。如果想继续抽的话，就需要花费金币了。所以，家里有钱的学生父母早就给了他们一大笔金币，就是为了能在这里面抽到好的技能和天赋，这样更能大大的领先其他人一步。不仅如此，这个战场中还有专门出售新手极品装备的商铺，但需要的金币太多了，就算家里有钱的同学，其父母也叮嘱了不要在里面轻易购买装备。毕竟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天赋和专属技能抽取，至于升级，只要不是太浪，都能升到10级，时间快慢而已。装备品质有白板、蓝装、绿装、紫装、橙装、红色史诗、金色传奇、彩色神话。这个战场中就有绿色的新手装备出售。而就在这些同学还在互相组队的时候，陆羽就已经来到出售新手装备的商铺前。名称：轻影剑，品质：绿色，适用职业：战士、剑侠，佩戴等级 LV10以内，出售价格100金币。好家伙，这就需要100金币了，相当于10万元。金币联盟币等于1000。要知道，那些家里有钱的同学身上大多只带了1000多金币进来抽天赋和技能，但陆羽眉头都不皱一下，就将这把轻影剑买下来了。因为他刚刚击杀了10只1级的小怪，报了100金币，刚好购买。有了这把剑，足以横扫这里低级怪物了。陆羽直接来到了5级怪物的区域，瞄，再瞄，又瞄，全部都是一剑一个。叮，恭喜你获得了5乘以10等于50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5乘以10等于50金币。陆羽无比兴奋，直呼过瘾，这简直不要太爽。这些怪物爆出的高额金币直接自动到陆羽背包，陆羽倒不用担心会被人抢。在这个世界，怪物爆出的所有物品可没优先权说法，谁都可以捡。当那些同学兴奋地升到2级时，陆羽已经升到5级，并再次回到了新手装备商铺前。这一次，他将商铺中最好的装备部件全部买了下来，包括衣服、鞋子、头冠、项链等其他11件装备。只见陆羽一身的绿色品质的装备，那简直是从头绿到脚。虽然这看起来不好听，但在这个战场中，陆羽已经无敌了。带着狂喜，陆羽直奔10级的怪物区域。这些10级的怪物眼睛都冒着森森红光，样子奇丑无比。蛤蟆的身体，头颅却像河马，浑身散发着恶臭，让人觉得恶心。名称：邪恶的哈比，等级 LV10，血量1000。陆羽就这么站在10级怪物群中，可这些怪物根本破不了他的防。而下一秒，叮，恭喜你获得了10乘以10等于100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10乘以10等于100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10乘以10等于100金币。第3章，剑神之心。这战场遗迹地图足够大，怪物也足够，大家都升到10级。陆羽独自一人沿着一条路杀到了最深处，疯狂的找怪物刷积累金币，他一定要抽到最牛逼的天赋。时间过得飞快，3天后，大部分的学生也都升到了10级。在这里，升到10级后就无法再获取经验，也不会报任何物品，所以众人也是第一时间返回安全区，开始抽取天赋和专属技能。而陆羽之所以现在回到安全区，那是因为战场深处能杀的怪物都被他给杀光了。此时，在陆羽面前有一块天赋神石和技能神石，类似转职神石，但上面的纹路却又有所不同。看到陆羽到来，这些学生并没什么反应，毕竟剑侠前期伤害是所有近战职业里最高的，单刷升到10级还是不难的。我老爸给我准备了1万金币，我连新手装备都没买，就为了抽天赋，我一定能抽到紫色以上的天赋。说话的是谢岩， F 战区10大富豪之一谢家的独生子，不仅家里有矿，还颇有魔法天赋，初始智力达到了惊人的18。哇，1万金币啊！围观的同学们都惊呆了。这个世界贫富差距极大，别说1万金币了，哪怕是100金币，拿不出来的家庭多的是。在一旁的陆羽看到这一幕，然后默默地看了眼自己背包里的上百万金币，嘴角不由得微微上翘，然后将手放到了技能神石上。下一刻，一个刻满复杂雕纹的轮盘出现在陆羽的眼前，上面有5个选项：攻击技能、身法技能、防御技能、控制技能、恢复技能。职业技能也分品级 ，FS 级，级别越高，威力越大。抽专属技能和天赋都是有概率的，大多数抽取都是失败的，毛都没有一根。好不容易抽出来一个，也大多是最垃圾的。所以3次免费的抽取机会真的很看运气了。当然，除非像现在的陆羽一样，金币很多很多。陆羽选择的是攻击类型的专属技能，每次抽取需要10金币。只见这个轮盘开始疯狂的转动，咔咔作响，火星子都冒出来了。叮，你花费10金币抽到了空气，请再接再厉。叮，
你花费10金币抽到了 F 级技能剑刺。丁，你花费10金币抽到了 S 级技能飞剑术。好家伙，陆羽足足抽了10多万的金币，终于抽到了一个 S 级技能。名称：飞剑术，品级 S 级，等级一阶 LV0，需花费金币升级。技能效果：可召唤飞剑攻击目标，只要蓝量足够，召唤的飞剑无限，造成庞大的物理伤害，当前无视目标 10% 防御。S 级飞剑术，这可是剑侠的招牌神技之一。身为一名剑客，最梦寐以求的技能有2个，一个是御剑飞行，一个就是飞剑术了。抽完技能，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抽天赋。天赋绝地上限，这才是最看运气和烧钱的。当陆羽将手放到天赋神石上，一个天赋轮盘出现，中间的按钮依旧显示3次免费。轮盘上有白、蓝、绿、紫、橙、红色史诗、金色传奇、彩色神话8个天赋级别选项。丁，你已开启天赋抽取，一旦选择抽取到的天赋，将永久关闭此功能，中途若放弃抽取，则自动默认选择最后一次抽取的天赋。初始拥有3次免费抽取的福利，3次后每次抽取需要50金币。提示结束后，陆羽连点3下，没想到还抽到了一个，运气算非常不错的了。定，恭喜你抽到白色天赋弓箭专精。抽取天赋是全职业天赋随机，而想要抽到匹配自身职业的天赋还是高品质的，可见有多么困难了。大多数情况下抽到的都是空气，陆羽不得不感叹，难怪100年来绝大多数转职者都是橙色以下的天赋。像开天剑神、龙血战神和天神3大战神级大佬的金色传奇天赋，那真是凤毛麟角。接下来，陆羽毫不犹豫选择花金币抽。在这个怪物吃人的世界，只有最顶级的天赋才能所向披靡。定，你花费50金币抽到了橙色天赋力魔剑。抽了近1000次，花了近5万金币才抽到一个橙色天赋。橙色天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就是梦想中的天赋，只要不是完全不匹配职业，未来可期，大有前途。才橙色，继续。陆羽丝毫不考虑，继续抽。这若是给旁边的同学知道，肯定要当场吐血。这得是多豪的人才能放弃橙色天赋啊！不多时，定，你花费50金币抽到了红色史诗天赋战争热诚。史诗级天赋，那是衡量职业天才的标准，只要对得上自身职业，那就妥妥的能成为联盟天才转职者，享受联盟福利。要知道，一旦获得联盟福利，那对于成长的资源来说就有了绝对的保障。哈哈，我最后抽到了史诗级天赋，还是完美匹配火法的火焰精魄，我起飞了。富二代谢岩突然狂笑起来，哗！史诗级天赋，这必须起飞啊！一众同学集体哗然，全都围向谢岩，想要借此机会抱住这条大腿。陆羽看到这一幕，只是摇了摇头，不屑的淡淡一笑。史诗级天赋，垃圾！1个小时后，定，你花费50金币抽到了金色传奇天赋战魔之体。咦，传奇天赋啊！哪怕不匹配自身职业，也足够列入天才之列。整个人族史上有记载的抽到金色传奇天赋转职者也不足100位，还不错，也十分匹配剑侠职业。凭这天赋，只要上报联盟总部，立马就能获得最顶级的福利，甚至能成为3大战神之一的亲传弟子。这可不是开玩笑。陆羽沉思了一下，要不要就选择这个天赋？但陆羽还是果断选择了取消。不抽个神话级的天赋，怎么对得起系统爸爸的眷顾？是，这陆羽还在抽天赋呢。他以为慢慢抽就能抽到高品质天赋，他难道不知道3次免费想要抽到高品质天赋，无异于痴人做梦？就是，他能抽到蓝色品质天赋，就是祖坟冒青烟了。此时大部分同学都抽完了天赋，陆续传送出去。很快，场地上只剩下了陆羽一人。时间又过去1个多小时。丁，你花费50金币抽到彩色神话天赋剑神之心。抽到了神话级天赋。陆羽按捺住心中狂喜，赶忙点了一下剑神之心天赋介绍。剑神之心神话级天赋，防御和移速正1000%，伤害正300%，所有攻击100%暴击，并附带30%吸血效果，受到伤害降低50%，受到控制效果持续时间减少70%，可变身剑神，持续30秒。变身后拥有3个剑神技：诸怪神剑阵压制效果、斩魔拔剑术真伤效果、神剑风暴斩杀效果。变身冷却 180S。 死2个字，牛逼！陆羽被这神话级天赋震惊到了。什么叫无敌天赋？这就叫无敌！而且这个神话天赋对于自己这个剑侠职业完美匹配。可以说，有了这个天赋，陆羽可以直接宣布同阶无敌。未来，
他也许能成为人族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神。就他了。第4章，陆雪、陆月传送出来后，陆羽只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美女班主任金若洁，其他人早就散了。陆羽，你怎么现在才出来？金若洁美目微凝，老师，我一个人升级，所以慢了一点。陆羽随口撒了个谎，可剑侠就算一个人升级也不会太慢。不过金老师也没多想，开口说道：陆羽，老师知道你的情况，但你也不要放弃，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心态放平，10天后回校集合，然后跟着护卫队前往咱们 F 战区的龙城集中营。知道了，金老师。陆羽应了一声，金老师却是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陆羽这孩子选了剑侠职业，注定没有未来，只怕会比他父母过得更苦。而对于班主任的关心，陆羽是能感受到的。这3年，他虽然老是被金老师骂上几句，点名罚站，但这都是金老师恨铁不成钢罢了。平时金老师对他还是很好的，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一下金老师。现在是学校转职放假时间，陆羽的2个妹妹自然在家。如今有钱了，陆羽必须得让2个妹妹的营养补起来。随即，陆羽打开联盟商城，匿名一次性寄售5万金币。卧槽！会长，有人一次性寄售了5万金币，这可是5万金币，数目可不小，一上架马上就有大公会发现了。毕竟金币的用途实在太多，不管是联盟、工会还是其他势力，对于金币永远都是非常稀缺的。速速抢下，想尽办法联系上对方，这种金主一定要结交上。是。很快，叮，您寄售的金币全部卖出，扣除10%手续费，您的储蓄卡到账4500万联盟币。金币、联盟币等于1000。好快！陆羽微微哑然，这才寄售不到2秒。不过转念一想，目前金币还是稀缺货币，需求非常巨大，有人时刻盯着也正常。有了这笔钱，陆羽就能在大城区里买个大房子，让父母和2个妹妹生活无忧，而且在大城区里安全性也比小城区强上不少。看了看时间，临近傍晚，陆羽打了个车去了最顶级的酒店，购买了一大堆高级美食，装进背包，时刻保鲜。平民地带，姐，隔壁大春哥不是说学校试炼今天就结束吗？怎么老哥还没回来？陆月拨弄着2根辫子，小脸的五官虽然精致，可常年的营养不良导致脸色发白发青，身材看起来也是弱不禁风的。为了给哥哥准备一顿丰盛的毕业餐，他可是和姐姐连吃了3天馒头，就为了省下钱给哥哥买些肉。哥哥应该是在请教老师毕业后的事，不然不会这么晚还没回来。小月若是饿了，先吃点馒头吧。陆雪的脸色同样没有光泽，发黄，但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今年陆雪16岁，陆月14岁，都是在发育的年龄阶段。不多时，一辆出租车抵达。小雪、小月，我回来了。陆羽高兴地喊了一声：“是老哥回来了。”陆雪和陆月眼睛一亮，赶忙忙活起来：“老哥，你先别进来，在外面等等。”陆雪神秘兮兮地喊了一声。陆羽多少猜到2个妹妹这是想给自己一个毕业惊喜，也就乖乖听话的在门外等着。不一会，陆雪的声音响起：“老哥，你可以进来了。”陆羽这才打开门，满脸笑容的走了进去。看到2个妹妹穿着不知道补了多少个补丁的旧衣服，瘦骨如柴，脸色清白，陆羽不由得一阵的心疼。噔噔噔，恭喜老哥顺利毕业，这是我们2个给你准备的礼物。说着，陆雪就率先打开了桌子上的碟子，这是我给哥哥准备的青椒肉末饭，还有这是我给哥哥熬的瘦肉青菜汤。小妹陆月也是迫不及待的打开另一个碟子。老哥，你都吃了3天的面包了，快吃点肉吧，补充体力和营养。陆雪一脸高兴的说道。你们？陆羽嘴唇轻颤，鼻子一酸，内心更是五味杂陈。他还以为2个妹妹是给自己准备了什么小礼物，万万没想到是一顿肉餐。他知道这顿饭菜肯定是2个妹妹从自己伙食费里节省出来的。她们2个明明都饿得面黄肌瘦，却还从中省出钱来，就为了给自己准备这顿大餐。如果他提前知道，断然会阻止他们。他宁愿自己饿着，也不愿2个妹妹这般对自己。老哥，你快吃啊，凉了可就不好吃了。陆雪和陆月虽然也很馋肉，但这是给哥哥准备的毕业礼物，他们再想吃也得装作不想吃、不饿的样子。你们2个小傻瓜，从今天起，哥哥向你们保证，天天都有肉吃，有舒服的大床睡，有漂亮的新衣服穿。陆羽心疼的紧紧抱住2个弱不禁风的妹妹。陆雪、陆月，老哥，你是不是生气了？就是啊，老哥，这大白天的，你在说什么梦话呢？陆雪和陆月2姐妹有些紧张的问道。她们以为老哥是看到她们买了肉，心疼她们吃的更少，从而责怪她们，所以导致一时气糊涂了，这才说胡话。怎么会呢？老哥怎么会生气呢？老哥就是心疼你们俩，坏了吧？
跟老哥一起吃。陆羽摸着两个妹妹的头，有些心疼的说道。听到老哥并不是生气，二女顿时松了口气，随即赶忙说道：老哥，我们两个已经吃过了，已经吃饱了，你快吃吧，吃完快给我们说说转职的事。陆羽怎会不知妹妹撒谎了，因为他们一撒谎就脸红红的，还会转移话题。于是陆羽赶紧将背包里的5星级美食端了出来。当看到满桌的龙虾、鲍鱼、帝王蟹、烤羊腿，甚至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菜，二女都惊呆了。好一会，陆雪才回过神来，顿时泪眼婆娑。老哥，你是不是借高利贷了？没有。老哥，那你肯定是签了卖身契换钱了，不然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美食？老哥，你干嘛去卖啊？陆月直接哭了起来。陆羽哭笑不得，赶紧解释了起来。不过这暴毙系统是没办法和他们解释的，只能靠着他的3寸不烂之舌胡乱编造，说自己是气运之子，连战场遗迹里的怪物都给他保金币。老哥，你真不是去卖了？二女露出怀疑的眼神。傻瓜，你哥就算去卖，也值不了几个钱，也买不起这么多好吃的。好像是哦。啊，老哥，那你现在岂不是有好多钱？这必须的，不过你们得替老哥保密。好了，不哭了，快吃饭吧。明天老哥带你们去大城区里买大房子，等老哥去了战区，就能申请去找老爸、老妈，让他们回家好好享福。入夜，陆羽看着吃饱喝足熟睡的妹妹，眼神里尽是宠溺。而妹妹给他准备的美食，陆羽没有吃完，留了部分放到了一个背包格子，作为最珍贵的礼物收藏着。以后你们就是公主，哥发誓再也不会让你们受到一丁点的委屈。第5章，前往龙城 F 战区，由12个战线区加备战区加中心地带的和平区构成。备战区铁匠营，每个战区都有一个备战区域，很多的生活职业都在备战区域里进行工作，比如铁匠、药剂师、锻造师、材料分拣师等等。此时陆羽的老爸陆山正在一个铁匠营里卖力地敲打着一件内甲。他皮肤黝黑，一身的强健肌肉，满脸的黑色污垢，浑身大汗淋漓，双眼布满了血丝，看得出他很久没得好好休息了。陆山，今天你的任务就是打造出50件白色品质的内甲，做不出来不准下班。是，我加班做出来。陆山虽然已经是满心疲惫，但还是陪笑的答应下来。没办法，他的上司可是一名高阶铁匠，可以打造出绿色品质的装备了，而且加班完成了任务还能获得额外的奖励，虽然不多。像他这种只能打造白色品质装备的低阶铁匠，报酬是非常低的。距离铁匠营不远处的药剂室里，陆羽的母亲韩云芝正在一堆乱七八糟的材料堆里忙活着。她是一名材料分拣师，入职前就必须要认识上千种草药材料的样子、效果等等。她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乱七八糟的药剂材料分拣出来，然后按照药剂师的药剂配方分量分配好，方便药剂师直接制作药剂。说白了，这个职业就是药剂师的助手，身份地位自然比药剂师还要低，而且获得的报酬也不高。陆羽的父母虽然一直在战区工作，但因为工资不高，所以导致家里的条件一直很差。他们要供3个孩子上学，衣食住行，他们1个月也只能回家一次，有时候为了加班2-3个月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经过了一天的辛苦工作后，陆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韩云马上端来了清水，用毛巾擦拭着陆山脸上的黑色污垢。云芝啊，雨儿这会已经毕业了吧？是啊，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们的话，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职业。陆山叹了口气道，我本来打算前几天回去陪儿子的，请假这2个字始终说不出口。哎，韩云芝将毛巾浸到了水里，盆里的清水一下子就变黑了，道，我也是，但最近怪物突然猖獗，恐怕近期有战事发生，工作量加大了。陆山疲惫的双眼里都是血丝，道，我们明明很努力了，可也无法改变命运，这样下去，我们一家都只能选择生活职业。韩云芝却是说道，只要孩子们能健康的长大，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这一边，陆羽带着2个妹妹直接去到了城区中心，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了一个5室3厅3卫的大房子，这可把2个妹妹吓坏了。这10天里，陆羽带着他们购置了新家具，还给他们买了新衣服，陪他们在城区中心无比快活的玩耍了几天，弥补了这10几年来的辛酸与艰苦。这2个妹妹到现在都还没回过神来，总感觉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太不真实了。10天一到，陆羽就要回学校报到了。前往战区之前，陆羽给他们留了一笔钱，足够他们平时的日常开销，还叮嘱他们一定不要不舍得花。当陆羽回到学校，这里已经有一只骑着庞大战宠的高阶转职者候着，领头的更是骑着飞行战宠，黄金战甲在阳光下散发着灼灼光辉，威风凛凛。岩枪战士5阶 LV125， 各个转职者之间只能看到对方头顶显示的职业和等级，天赋和属性是无法看到的，这让陆羽看得热血沸腾。飞行战宠，
那可是比寻常战宠更珍贵的宠物。想要获得宠物，就必须要花金币购买宠物宝箱，只有宝箱中才有概率开出宠物蛋。而宠物蛋能获得怎样品质的宠物，也是看运气的。也就是说，这支护送队伍是人族的精英小队。陆羽看到谢岩站在校长身边的时候，就猜到战区派来精英小队护送，应该是因为谢岩。想必谢岩是主动上报了自己的史诗级天赋，学校汇报给了联盟总部。唯有诞生联盟都认可的天才，才会有精英小队来护送。果然，校长发表讲话结束后，护送队长就亲自把谢岩带上，其他人只能坐在其他队员的坐骑上。陆羽不是没考虑汇报自己的天赋，获得联盟总部的培养，但一想到自己有暴毙系统，根本不用靠他人。而且，温室里的花朵可难以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如三大战神，他们哪一个不是靠着自身厮杀出来的，何曾靠过他人？所以，陆羽决定自我磨练，独狼发育，逍遥自在。这时，护送队长杨正开口了：“听着，出了安全区，随时都有可能遇到怪物袭击，不要以为有我们护送就绝对安全，时刻打起12分精神。”众学生闻言，无不正襟危坐。是啊，他们已经度过18年的和平生活了，接下来就是过刀口上舔血的生活了。在战场上稍有失神，那可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了。陆羽的双眼闪过金芒，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体验神话级天赋的强大了。1天后，小队安全抵达了龙城。路上岛也遇到好几波怪物袭击，但没有遇到100级以上的怪物。在护送队的强大战力下，这些怪物就如纸糊般脆弱。不过这也让众人注意到，这些高级怪物不像试炼副本那般，他们具备智慧，有组织，有团队意识，而且悍不畏死。你们最好不要抱着游戏心理，以为怪物天生就是被我们转职者刷的，要切记，怪物远比我们强大。这是护送队长杨正给予大家的忠告。1号战线，龙城。这是 F 战区的中枢，统管其他11条战线，占地面积非常庞大，大到足以容纳1000万人。城墙上布满战斗痕迹，干涸血迹。城内有不少工会成员、士兵、生活职业者往来，但他们无不急色匆匆，各自忙碌。在这里，时间就是生命，只有迅速强大起来，才能有安身立足的本钱。在护送队的带领下，陆羽等人来到菜鸟集中营。各个战区转职学校新晋转职者都集中在这里，人数足足有数万人。而像谢岩那般抽到史诗级天赋的转职天才，则被另外安排离去。从今天起，你们就告别了温室家园，来到魔鬼家园。你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坚守使命，杀怪变强，为人族未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很快，陆羽就被分配到9527号菜鸟宿舍。每个宿舍10个人，倒有点像大型的大学宿舍，只不过很简陋。这是龙城地图和菜鸟练级区地图，你们每人一份。今后你们就在菜鸟练级区练级。进阶2阶后，会有人指引你们加入工会或者军团。最后，这是最高级保密协议，你们签一下，不得泄露任何关于练级区怪物的信息。这是联盟总部的规定，就是为了让你们这群菜鸟第一时间学会探索和感受怪物的真正恐怖。一旦泄密，后果很严重。带领路人走后，陆羽扫了一眼练级区地图，有18个怪物区域，但上面只标注了怪物等级和名字。嗨，大家好，我叫百里通，是个刺客，以后请多多指教。一个大胖子挺着圆溜溜的肚子，眯着小眼睛，自来熟的开口道。众人一听，无不错愕。一个至少200斤的大胖子选择刺客职业，这尼玛简直比穷逼选择剑侠还离谱啊！众人很难想象，一个跑不动的刺客能发挥什么战力？难道用滚球的方式？对了，我这有各个练级区的怪物分布图，你们要不要购买？给你们打个5折，5金币一份。噗，不是说来这的都签过最高级保密协议吗？这百里通哪来的攻略？还如此光明正大的售卖，他就不怕被举报吗？但百里通手持攻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憨憨模样。第6章幽暗木林。胖子，你的怪物分布图是真是假？有人来了兴趣，因为越早升到2阶，就越有机会加入军团，哪怕进不了军团，也有大机会加入高级工会。嘿嘿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若是假的，10倍赔偿，我人就在这，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跑路啊。百里通说的倒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那他也别想在这宿舍混了。众人也就信了。但我现在没有金币，好说好说，我这支持贷款，签个贷款协议就好，首月零利息，这是看在咱们都是宿友的缘分上。就这样，8人都买了一份。百里通眯笑着眼，内心欢畅，第1天就赚了这么多，开门红呀。见陆羽不为所动，百里通笑眯眯的凑了过来，嘿，哥们，你不来一份？可以加快升级进度，好处多多哦。陆羽沉思了一下，怪物的真正可怕之处，在前来战区路上
就见识过了。只是陆羽可不惧怕，他还想尽快去拿这些怪物试试自己的神级天赋威力。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全联盟新生都集中在 F 战区，而练级区只有18个。如果没有地图指引，那很难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施展神级天赋。如果有了怪物分布图，那就可以轻松找个无人之地，放心刷怪。另外，各个练级区的 BOSS， 陆羽打算全包了，这样能积累更多金币。所以，陆羽决定购买怪物分布图，5金币一份，对自己来说毛毛雨。那就全部给我来一份。好嘞，一共18份，你要哪一？啥？你要全部？百里通忽的反应过来，小眼睛瞪得大大的，样子别提多搞笑了。其他准备一起组队去升级的宿友，也是一个个震惊的看向陆羽。18份攻略，那就90金币，相当于9万元，大多普通家庭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钱。这可是一笔小巨款，就算是那些富二代，也不会这么冤大头的买18份怪物分布图，这是妥妥的蠢货行为啊！一般在一个练级区就能升到30级，买全部分布图，这不是蠢是什么？而且，这陆羽一看就不是什么富二代，穿搭和气质就看得出来，他就不怕从此背上还利息的死循环当中，未来几年给这胖子做牛做马。你确定要全部？没错，交易吧。哇咧咧，大客户，大客户啊！我给你3个月的免息，没什么问题，就在这贷款协议签个字。百里通拿出一份新协议，激动地搓着小手。陆羽摆摆手，直接拿出了90金币，淡然一笑道：“我这人从不喜欢贷款，我全款购买。”啊！众人瞬间白化，表情夸张，一条鼻涕挂着。卧槽啊！你他妈竟然全款购买！除了顶级富二代，新生谁还有这么多金币？有都拿去抽天赋了，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金币？难道这家伙是哪个安全区顶级富豪，流落贫民区的私生子？哎呀呀，大手笔，大手笔啊！哥们，爽快！好久没见到你这么爽快的人了，哥们，你这朋友我交了。百里通快速接过金币，乐呵呵地对陆羽发出好友申请。陆羽微微一笑，没有拒绝，点击同意。毕竟这胖子也挺有趣的。好友栏顿时出现第一个好友。在战线区是没有信号的，一切科技电子设备都无用，所有人交流都是通过职业频道，如组队频道、好友频道、战区频道等。你是剑侠？百里通这才看到陆羽职业，顿时微微一愣。不过转念一想，这家伙能拿出这么多金币购买怪物分布图，还选了最氪金的剑侠职业，这必定是家里有矿啊。可在他认识的顶级富二代里，没听说过陆羽这号人物啊。不会是哪个富豪家的私生子吧？很有可能啊。这让百里通对陆羽更加感兴趣了。哥们，要不我们一起组队去练级吧？别看我胖，我可是很灵活的，保证 BOSS 还没看到我，他就躺下了。陆羽摆摆手拒绝，我比较喜欢独自冒险。他可是要找怪物体验神级天赋，顺便积累金币，怎能被他人看见？不然，难说对方会直接上报给联盟总部。这样一来，自己就会一直被大佬关注，没有秘密可言。他最讨厌的就是麻烦，还是自己一个人舒服。如果说没有暴毙系统，那陆羽肯定是要借助联盟的资源来成长。但现在陆羽完全不用靠任何人，身为剑侠，要的就是逍遥自在，无拘无束。所以没特殊情况，陆羽是不会轻易跟人组队的。随即，陆羽独自一人朝着一个练级区走去。哎呀呀，这哥们看来不相信我啊！说着，百里通笑眯眯的转身看向其他宿友，要不我们组队？可嗨嗨！不了不了，我们人数够了。说完，这8个人就急匆匆的去练级了。开玩笑，一个蹲级刺客，谁愿意跟你组队啊？拉怪拉不了，伤害又打不了，又扛不住，到时还得辅助照看，妥妥的拖油瓶啊！你们这群家伙，竟敢小瞧我百里通！等我率先升到30级，到时你们哭着求我组队，抱我大腿，我也不答应。呵呵呵。百里通嘟囔着，也独自去练级区刷怪练级。F 级怪物领地幽暗木林，领主级的怪物可以侵蚀现实世界，从而形成一片怪物领地。越强大的领主，领地越大。只要领主不死，领主衍生的怪物手下就不会真正死绝，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刷新出来。而这幽暗木林的领主，就是人族强者抓不过来，囚禁在菜鸟集中营这边，作为菜鸟们的练级区。当然，若是有菜鸟击杀了这里的领主，那人族强者也会重新抓一头30级领主级怪物补充。此时，陆羽来到幽暗木林入口处，抬头望去，一个肉眼可见的巨大法阵笼罩着这个练级区，致使里面的怪物无法逃出来。已经有不少新生或组队或独狼进入了幽暗木林。陆羽递交了身份卡后，负责看守的士兵核实无误，便放了陆羽进去，并好心提醒了句：单独刷怪最好小心点，
里面的怪物可不会跟你单打独斗。谢谢。陆羽进入怪物领地后，径直朝着一个路线奔去，穿过一座隐秘山洞，来到一片新墓地。陆羽的到来直接惊动了镇守这里的亡灵怪物。咔咔咔，墓地顿时爬出不少丧尸般的怪物，他们全手人身，猩红利爪闪烁金属般的光泽。名称：幽暗撕咬者，等级 LV15。吃！该死的人族新晋转职者又来了，这一次定要他们死光光！领头的精英怪物率先发动攻击，就你们了！陆羽目光一凝，手持轻影剑，轻喝一声：“天赋释放！”第7章，秒杀领主。滋啦！一道璀璨彩色光芒忽地从陆羽的脚下涌出，掀起了一阵气浪，直冲陆羽的头顶而去。那是什么？幽暗撕咬者见到这一幕，瞳孔中露出了深深的惊惧。他们能从这光芒中感受到无比强大的压迫感。顷刻间，陆羽的气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一柄盖世神剑从天而降，即将露出无敌锋芒。原本陆羽的短发也变成了飘逸长发，衣服也变成古朴白色战衣，星眉剑目，举世无双。轻影剑在剑神化身效果下，也如绝世神剑，吞吐着绿到极致的碧光。陆羽自信，现在的他，哪怕是面对领主级 BOSS， 也能立于不败之地。一剑在手，天下我有，这就是属于剑神的无敌气势。拿你们试试剑神技的威力！话落，陆羽摆出拔剑姿势，目中顿时绽放出金芒，一股足以吓尿这群怪物的恐怖气势席卷开来。这时，幽暗撕咬者们才回过神来，一个个吓得怪叫起来：“快逃啊！这小鬼有挂！”但为时已晚。下一秒，陆羽的身影就出现在了怪物们的身后。斩魔拔剑术，吃！负1500，负1500，负2000！几乎同一时间，上百个幽暗撕咬者头颅冲天起，血条瞬间消失，即使是精英级的幽暗撕咬者也被瞬秒。这就是剑神技吗？果然强大。剑神技能介绍：此技能伤害是跟自己的力量和敏捷双重属性相关，力量和敏捷越高，伤害加成越高，还是100%穿透效果的真伤，还具备封魔效果。当然，这个技能伤害远不止2000，而是这精英怪物才2000血，所以只显示2000伤害。叮，恭喜你获得了15乘以10等于150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15乘以10等于150金币。叮，恭喜你获得了15乘以10乘以2等于300金币。击杀精英怪，爆出的金币额外翻2倍，还不错。陆羽心中大喜，不知道击杀 BOSS 翻几倍。看了眼等级，升了3级，越级杀怪有额外经验加成。照这个速度下去，在太阳落山之前应该能升到30级，前提是把领主 BOSS 刷了。于是陆羽一路朝着最终 BOSS 的方向奔去。神话天赋的被动加成属性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是变身才有冷却时间，所以哪怕只是穿戴了一身10级绿色装备，陆羽也是能轻松秒杀这里的怪物。而这些怪物对陆羽却造不成什么伤害，毕竟10倍移速和防御加成，还有 50% 减伤效果， 30% 吸血效果，完全可以做到无伤刷怪。不多时，陆羽就独自一人杀到了幽暗墓林深处，没有一个怪物能挡住陆羽的步伐，强如首领级的小 BOSS 也是挡不住一个剑神技。此时太阳即将落山，一旦夜幕降临，怪物都会获得黑暗之力加成，属性增强。陆羽打开地图，没错了，那就是最终 BOSS 幽暗领主的大本营骷髅城堡。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防御法阵笼罩着城堡，应该是人族强者为了防止 BOSS 出去袭击新生，所以将它限制在大本营里。不然以30级领主 BOSS 的战力足以屠杀10级的菜鸟们，那就不是新手练级区，而是新手送死区了。看来联盟总部考虑的还挺周全，已经大大降低了新生的练级风险。想罢，陆羽再次变身剑神，一人一剑直闯骷髅城堡。杰，竟然敢一个人就闯进来，该说你是勇气可嘉呢，还是该说你蠢呢？小鬼，我要让你成为我巨棒下的亡魂，用你们的鲜血来洗刷我被囚禁的耻辱。一个至少10米高，身穿灰暗战甲的骷髅战将手持巨大骷髅棒出现在陆羽面前。名称：幽暗领主，级别 F 级领主 BOSS， 等级 LV30， 血量3万。城堡四周也迅速涌现形态各异的怪物，足足有数百个，全是精英级别，将陆羽团团围住。在骷髅战将身边还有4个首领级的小 BOSS 护卫。可以说，就这怪物阵容，目前恐怕只有30级的联盟天才小队才能来挑战了。其他人哪怕达到30级，购买了30级装备，也很难刷这领主 BOSS。封锁城堡，别给他逃跑的机会。幽暗领主立即下达指令。好，一大群怪物竟然像排兵布阵般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这就是领主级怪物的可怕之处。
他战力很强，而且不是无脑之辈，他懂得战术，但毫无卵用。在绝对战力面前，他们仅仅只是经验包。神剑风暴，陆羽一剑挥出，释放最强剑神技能，一瞬间，以陆羽为中心，形成一道可怕的剑刃龙卷，万剑飞舞。而且这剑刃龙卷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开来，所有被波及的怪物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喊出，就被绞杀成碎末。这不可能！一个人族新晋转职者，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可怕的技能？幽暗领主惊得下巴都掉了，他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人族小鬼不到30级，能释放出如此大范围的剑技，而且威力还那么强？据他所知，一阶转职者，不管是什么职业，都没有这么恐怖的技能才对。难道是超越传奇级的天赋技能？神剑风暴很快笼罩整个骷髅城堡，幽暗领主也只能停下思考，拼尽全力抵挡。但这神剑风暴伤害太高了，而且是不间断的持续伤害，他的血量抵挡不住多久。果然，幽暗领主只扛了几下，就被无数剑刃搅成骨泥，死的不能再死。丁，恭喜你获得30乘以10乘以10等于3000金币。丁，恭喜你击杀了幽暗领主，等级+1。丁，你的等级已经达到 LV30，进阶后才能继续获得升级经验，请前往进阶神识处获取进阶任务。这就秒了领主级大 BOSS。陆羽惊叹神级天赋的强大，而这还不是神级天赋的真正威力，因为随着自己等级提升，剑神技的伤害也会随之增加。也许等自己晋升到10阶，只怕可以一人横扫整个域外战场。另外，击杀领主 BOSS 爆出的金币额外翻了10倍，真爽。外边2个守门士兵正在交谈。哎，听说这一批新生天才比往年都多，甚至出现了3个抽到金色传奇天赋匹配职业的超新星。是啊，据说那3个超新星已经各自组队，挑战1天内升到30级，并拿下一个领主 BOSS，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功。1天？这怎么可能？哪怕是最弱的 F 级领主，也不是他们前期能轻易对付的了的，至少2天时间吧。谈话间，幽暗木林深处突然法阵爆发耀眼光柱，士兵瞬间傻眼，这是领主被杀后才会触发的魔法光柱。天哪，有人击杀了幽暗领主。第8章，购买全套30级橙色装备。这2名士兵大感震撼，这才半天的时间，就有新生击杀了领主 BOSS。可问题是，3个超新星都没来这边刷怪啊，能半天就击杀领主，保守也是传奇天赋，而且备齐了高品质30级装备才有可能做到。至于他们为何不怀疑是有高级者潜入，那是因为所有新生集中时都做了信息核对，包括家庭信息、学校信息、等级查探等。而且集中营防备森严，有不明身份的高级转职者出现，也能第一时间察觉。2名士兵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将突发情况上报。半天时间内刷了 F 级幽暗领主，将进入幽暗木林练级的新生资料发给我。集中营最高负责人赵烈阳收到名单资料翻看，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名字百里通以及他的资料信息。除了名字和照片是真的，其他信息都是假的。原来是那位大人的孙子，半天内刷掉 F 级领主 BOSS， 那就没什么惊讶的了。那位大人的孙子混进来，你们竟然丝毫都没有察觉，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那些大佬的后代一般都有专人指导和升级之地，按理说不会来这菜鸟集中营才对。幽暗木林深处，此时百里通一脸呆滞地看着前方。他是抽到金色传奇天赋没错，他是拥有一整套30级紫色装备没错，可他还没30级啊！刺客再强，单独练级也不会太快。他才刚刚28级，正准备来骷髅城堡这边刷点小怪升到30级，然后单挑幽暗领主。可一来到这里，他就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陆羽，他的舍友，独自一人闯入了骷髅城堡。本以为陆羽是在找死，可下一秒，骷髅城堡就出现了超大范围的剑刃风暴，只持续了几秒，骷髅城堡内的怪物就全被秒杀了。幽暗领主也是灰飞烟灭。这是什么妖孽？百里通对各个战斗职业的技能都很了解，他确信剑侠职业30级内的技能没有一个这么变态的，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他的这个舍友一定是抽到了极其逆天的天赋，保底都是传奇级别的天赋。想到这个，百里通的小眼睛眯了眯，随之爆出一抹金芒。敢选择剑侠职业的人，还抽到了如此高品质的天赋，这样的人前途无量啊！得想办法和对方交个朋友。而此时的陆羽已经退出了骷髅城堡。正所谓是金子总会发光，像陆羽这样牛逼，暴露是迟早的事。他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刷掉这里的领主，自然早就想好了对策。此时陆羽的等级已经升到了30级，可以购买一套30级剑侠装备，也能将技能升到一阶30级。如此一来，哪怕不变身剑神，也能轻松秒掉新手练级区的怪物。丁，
你花费360金币将飞剑术升级到1阶 LV30。提示：技能等级无法超过自身等级，你需要升级后才能继续升级技能。陆羽微微一笑，有钱真好，他终于能体会到那些土豪氪金玩游戏的爽感了。随后，陆羽点开了域外商城，所有转职者抵达战线区域后都会自动开启域外商城功能。没有人知道为何会出现域外商城，但在这商城上可以用金币购买装备、道具、材料、宝箱等物品。当然，前提是你有足够的金币。陆羽点开试用剑侠职业的装备页面，上面显示12个装备部位选项。陆羽点开武器项，各个级别的宝剑都有，但品质最高只有橙色。想要购买橙色以上的装备，只能通过购买装备宝箱，运气好的话能开出史诗级或者传奇级的装备。至于神话级能不能开出，那就不得而知，因为纵观整个人类史，至今没有人拥有神话级装备。装备排行榜上第1名也只是 LV300级的传奇级圣剑。名称：装备宝箱。介绍：有概率开出一件装备，但适用职业、品质、等级全部随机，这是获得橙色品质以上装备唯一渠道。售价50金。好家伙，一个宝箱就需要50金币，而且开出匹配职业、等级的极品装备的概率又那么低。陆羽在学校学习过，图纸打造和怪物爆出的装备顶多橙色品级，而剑侠想要持续保持 T0 级别战力，那中后期至少需要橙色以上的装备加持。这也是所有人公认的一点，家里没有矿，不要轻易选择剑侠职业。现在的陆羽可以说达到了金币自由，但他没有购买装备宝箱，因为现在才30级，开装备宝箱的意义不大，也不知道要开多久才能开到橙色以上还可以佩戴的装备，有点浪费时间。所以陆羽直接购买了一整套 LV30的橙色装备，一件30级橙色装备就需要900金币，就算家里有矿，在30级的阶段他们也不会舍得去买，更别说买一整套了。陆羽换上装备后，马上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进行查看。姓名：陆羽，职业：剑侠，等级 LV30 1阶，生命值6050，法力值2250，物攻2271，物防18150，天赋 X1000%，魔域6750，天赋 X1000%，力量157+600，体力5+600，智力7，敏捷6+560，精神5+220，自由属性点0，每升1级+5，天赋剑神之心，技能 S 级飞剑术1阶 LV30。陆羽的属性直接大幅度提升，结合神级天赋的加成，物理防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8150。可以说2阶物理型输出的怪物能不能破防都难说，恐怕也只有魔法型输出的怪物才能给陆羽造成伤害。噗嗤，陆羽随手普攻，直接秒了一个精英级的怪物。我的乖乖，一个普攻秒杀一个30级精英怪，这伤害屌炸天了！一路跟着陆羽的百里通直接看傻眼了。于是百里通主动现身走了出来。谁？陆羽猛然转身，还以为被战区大佬发现了。当看到是舍友百里通大胖子，陆羽微微错愕。羽哥别急，是我，百里通，你最可爱可亲的舍友啊。陆羽心里非常惊讶，自己有神级天赋移速加成，移速算是同阶远超他人，这蹲级刺客舍友怎么跟得上的？羽哥，你秒掉领主 BOSS 的英勇神姿，令我仰慕的五体投地，我想跟你正式交个朋友，嘻嘻嘻。陆羽看着这个胖子，眉头微蹙。对于交朋友这个事，他自然不会抗拒。这胖子能看到自己秒掉领主，还能跟得上自己的速度，着实不简单。这货绝对大有来头。再者，得让他保守自己的秘密。这般想着，陆羽的嘴角含笑道：“交个朋友可以，不过如果上头没查到我这里的话，希望你能保守我的秘密。”这我懂，完全没问题。我用我的刺客信仰发誓。啪！就这样，二人一拍手，有意之应缔结。羽哥，我还差2级到30级，组队不？可以，不过我们先不刷小怪。那刷啥？其他练级区的领主。哦呦呦，正合我意，走起。第9章，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死亡洞窟练级区，死亡蜘蛛领主大本营。羽哥，救命啊！小怪太多，我还没30级，扛不住啊！百里通连滚带爬，狼狈地躲避着一大群死亡蜘蛛的攻击。只见百里通整个人都绿了，头顶不断冒出绿色掉血数字，他只能不断嗑药回血。但陆羽没有注意到的是，百里通一脸的鸡贼，嘿嘿嘿，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少底牌。陆羽倒是完全不惧怕这些毒素，一个平 A 回的血都比中毒掉的血多。
而死亡蜘蛛领主的物理攻击也对陆羽完全不起作用，根本无法破防，也就靠着魔法毒素伤害输出。飞剑术，陆羽只好把唯一的攻击技能对着围攻百里通的小怪释放。咻咻咻，飞剑如流星飞窜，穿梭间，死亡蜘蛛精英怪们全部被洞穿身体，血条消失。卧槽，宇哥，这飞剑也太帅气了吧！我突然有些后悔信仰刺客信条了。小怪被清理完毕后，百里通装出一副压力大减的模样。不一会，陆羽一剑就将死亡蜘蛛领主的头颅斩下。叮，恭喜你斩杀 F 级死亡蜘蛛领主。叮，你未进阶2阶，无法获取经验。嗡，封印法阵被触动，魔法光柱再次涌现。死亡蜘蛛领主也被人刷了。赵烈阳收到看管死亡蜘蛛炼级区的士兵汇报。启禀赵长官，是的，不是超星星所为，是不是一个叫百里通的小胖子进去了？士兵立即回答，回长官，是的，半个小时前，百里通新生和一个叫陆羽的新生一起组队进去了。那没事了。赵烈阳摸着下巴，摇摇头，无奈一笑，看来那位大人的孙子是拿领主 BOSS 来锻炼自己，竟然只组了一个队友。陆羽，赵烈阳拿出资料一看，发现陆羽是一个剑侠职业，还是一个平民出身，父母都是低级生活职业，2个妹妹还在上学。不过赵烈阳也没多想，以为百里通是通过陆羽来增加刷怪难度，真是任性的孩子啊！此时，陆羽和百里通已经赶往下一个练级区。宇哥，不是我吹，我现在30级了，穿上了30级装备，单挑 F 级领主完全没问题，待会你就看我表现。百里通的小眼睛充满着自信。是吗？刚才是谁说吊打死亡蜘蛛小怪的？陆羽有些鄙夷地说道。刷！百里通小脸一红，道：刚才主要是死亡蜘蛛怪物不讲武德，一直用蛛丝控制技能限制我，然后又一直放毒，我也很无奈啊。很快，二人抵达新的练级区冰霜狼谷。冰霜领主大本营。宇哥，救命啊！这冰霜领主每30秒一次的被动范围冰冻效果太恶心了，简直就是为了克制我而生的。百里通一边狼狈的闪避，一边朝陆羽喊救命。不得不说，这小胖子的演技比某些小鲜肉强太多了。噗嗤，不出3分钟，陆羽就将冰霜领主连带小怪一起斩落。宇哥，你别用那个眼神看我，如果是其他 F 级领主，我绝对能打赢他。你也知道，刺客近不了身，那就跟废了没什么区别。话说，宇哥，为何这冰霜领主冰冻你的时间那么短？百里通小眼睛充满好奇。因为我有检控效果。经过2次组队刷领主，陆羽也是大致了解百里通这大胖子的战力，绝对是顶级刺客级别的。尤其是他的移动速度非常惊人，也就比自己差一点点，完全不受体型的限制。目前来看，胖子的速度和灵活度都是顶级的，但其他方面就一言难尽。好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扫荡领主 BOSS， 那些抽到高品质天赋的人，估计也差不多达到30级了。好嘞，那我们直接干领主去。于是，二人奔走于各个练级区内，快速秒杀 F 级领主，一时间引起不小的轰动。我靠，领主又被刷了，我他妈才刚刚20级啊！不少新生满脸震惊和苦涩，这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宇哥，就剩下最后一个魔元领主了，这个也要放掉吗？百里通开口。先前陆羽看到2个领主都有一支队伍在刷，也就选择放掉。这最后一个魔元领主也有一支6人小队在刷，其中还有一个同校同学谢岩。此时，魔元领主的血条掉到了 10%， 干得不错，保持输出。谢岩，留下一个技能来最后终结 BOSS。领头的是个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穿着散发晨光的牧师袍，在队伍中央用联盟语发号施令。姓名戴丽丝，职业牧师，等级 LV30。宇哥，这人我认识，来自 A 战区大家族罗斯家族，是这一届3大超新星的唯一辅助。百里通说道。罗斯家族，就是号称联盟首富那个家族。没错。闻言，陆羽不由得多看了百里通2眼，连联盟首富千金都认识，不愧叫做百里通。不过在陆羽看来，这小胖子的身份应该也不简单。哎，宇哥，你看我干嘛？你不该看戴丽丝大美女吗？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正当陆羽准备放掉魔元领主，刷2天小怪积累金币再回去时，异变发生了。魔元领主血量掉到 5% 的时候，突然爆发出一股庞大的气势，双目猩红，毛发疯胀。吼！只是吼叫一声，强大声浪就震退了6人小队。Oh my god！ 这魔元领主变异了，进阶到了1级领主级别。戴丽丝天使般的面容顿时大变，眼中露出了恐惧。1级领主，哪怕血量只剩下 5%， 也绝对不是他们现在能轻易对付的存在。更何况，领主进阶，他周边的怪物手下都会随之进阶一个层次。
只见还剩下的2个魔猿首领也进阶到了 F 级领主，10几个精英魔猿则进阶到了首领级别。如此可怕的阵容，别说戴丽丝是牧师职业，就算是高爆发的法爷职业，也只有逃命的份。怎么会这样？谢妍也是脸色大变。他是队伍的主要输出，本想可以趁此机会好好表现，以获得美人好感，没想到这么倒霉。这下怕是要交代在这里了。快输出，只有秒了魔猿领主，我们才有一线生机。戴丽丝当机立断，可魔猿领主何其聪明，根本不给众人机会，命令手下来挡技能。他快速后撤，待血量恢复健康后再虐杀这6个人。完了，戴丽丝6人露出绝望。这个时候，集中营的大佬根本来不及救援。宇哥，他们陷入绝境了，这可是抢 BOSS 的最佳时机啊！那还等什么？出手！魔猿领主站在巨石上，嗜血地看着戴丽丝6人。突然，背刺、飞剑术，扑哧，-500，-3000。残血的魔猿领主怎么也没想到会有2个老六偷袭他，伤害还这么高，就这么把他秒了。叮，恭喜你获得30乘以10乘以20等于6000金币。咦，击杀1级领主翻了20倍。陆羽心中惊喜，1级魔猿领主被人秒了。戴丽丝6人集体石化。第10章魂影组织。1级魔猿领主被秒后，他的手下马上一个个怪叫着逃跑了。咦，宇哥，这领主竟然爆了一本技能书。百里通将技能书拿给陆羽，名称格挡，类型主动防御性技能，品级1级，适用职业所有近战职业。陆羽眼睛一亮，这可是适合自己的防御技能。虽然品级不高，但完全没关系。域外商城可是有技能相关的宝箱购买，除了可以开出技能书之外，也有概率开出提升技能品级的卷轴。若开出 S 级卷轴，那就可以将任何一个技能直接提升到 S 级，就是开出的概率极低。但对于现在的陆羽来说，只要是花钱的，那都不是事。于是，陆羽果断学习了格挡，顺便花300多金币将其升到了1阶 LV30。而谢妍看清来人模样后，满脸不敢相信，那是陆羽？不可能的，陆羽一个剑侠职业，又是穷逼，不可能秒了1级领主，一定是他身边的那个大胖子，肯定是这胖子秒了1级领主。只是这胖子是何许人也？他怎会有这么高的伤害？谢妍同学，你认识他吗？戴丽丝注意到谢妍的表情，好奇询问。认识其中一个，叫陆羽，是我同校同学，但他选了剑侠职业，可家里条件很差，算是自暴自弃了。BOSS 应该是他8阶的那个胖子刺客秒的。谢妍回道。虽然戴丽丝没看清是谁秒了 BOSS， 但他可不认为陆羽是个简单货色。他可是罗斯家族的成员，从小见多识广，他能一眼看出陆羽身上有股非凡的气质。戴丽丝没有去追击逃跑的怪物，而是来到陆羽和百里通2人面前。非常感谢2位出手搭救，我叫戴丽丝，作为感谢，我欠2位一个人情，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说完，戴丽丝就对2人发出了好友申请。这可把谢妍羡慕嫉妒坏了，他可是做梦都想要戴丽丝的好友位，可人家说了，得助他刷了魔猿领主才给。凭什么这穷逼陆羽能得到罗斯家族掌上明珠的好友位？不过是靠着胖子刺客混了个击杀魔猿领主助攻罢了。百里通同意，陆羽拒绝。卧槽，我看到了什么？戴丽丝小姐主动发出的好友申请被拒绝了，众人惊呆了。陆羽，还算你有自知之明啊。谢妍心里冷笑了一声，举手之劳罢了。说完，陆羽就撤了。有这时间谈人情，还不如好好刷怪积累金币。美丽的戴丽丝小姐，那我也撤了。百里通转身跟上陆羽，留下戴丽丝在风中凌乱，自语道：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拒绝我，这叫陆羽的还挺独特的。宇哥，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在玩欲擒故纵，就是让戴丽丝对你先产生兴趣，然后一步步推导？我们才刚刚转职不久，当下是升级变强为主，没有实力，一切都是泡影。陆羽并不是不喜欢美女，而是现在不是时候，等以后实力强到无视任何怪物，何愁找不到心仪的对象。这时，陆羽突然想到了什么，看向百里通，胖子，你可知道有一个叫魂影的神秘的组织？魂影组织？百里通一惊，道：我靠，宇哥，你这是想暗杀谁？反正不是杀你就对了，你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吧。现在的陆羽不仅担心在战备区的父母，也担心无人照看的2个妹妹。毕竟这个世界可没绝对的安全之地，哪怕是和平区，也有怪物入侵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人心比怪物恐怖得多。百里通讪讪一笑，道：知道，魂影组织神秘且强大，毫不夸张地说，就连3大战神掌管的联盟势力都要对其忌惮3分。对于这个传说中的神秘组织，陆羽也只是略有耳闻。只要你能付得起足够多的金币，
这个组织可以帮你去暗杀你想杀的任何人，当然，也可以请他们保护你想保护的任何人。那你可知道要如何才能找到魂影组织的人？百里通的小眼睛眯了眯，就剩下一条缝了。他看了看陆羽，邪魅的一笑，道：“有金币就能找得到他们。”陆羽也是邪魅一笑，道：“钱不是问题。”2天后，陆羽和百里通出现在龙城7号街道，进入一个昏暗的小酒吧。这是私人开的小酒吧，不少转职者回到龙城，偶尔都会来喝上几杯。2位需要什么？吧台兔儿娘装扮的女服务员热情招待。宇哥，给他500金币，说是找老板娘即可。百里通低声提醒一句。现在的陆羽虽然金币自由，可还是微微惊讶，引荐费就要500金币，真不愧是认钱不认人的组织。陆羽拿出500金币，微笑说道：“我想见老板娘，请跟我来。”兔儿娘美女见到500金币非常淡定，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快，陆羽就被带到一个昏暗的小黑屋里，百里通则在吧台等待。这里有一个穿着旗袍风韵犹存的少妇，胸口有一个显眼的金币加骷髅头组成的徽章。他看到陆羽走来，上下打量了一番陆羽，心想：这么年轻，肯定又是哪家的富二代想来干掉哪个倒霉的平民了。为了不惹麻烦，这些有钱的富二代经常会这么干。旗袍少妇缓缓起身，露出了白嫩的大长腿，开口说道：“跟我来吧。”陆羽点点头，跟着旗袍少妇走到了另一间小黑屋里。没想到这间小黑屋里竟然隐藏着一个传送阵。旗袍少妇示意陆羽走进传送阵内，陆羽也没有犹豫。随着传送阵光芒闪动，旗袍少妇并没有跟进来。下一刻，陆羽出现在了一个光线昏暗的空间里。这个空间里只有一个椅子和一个黑袍人。这个黑袍人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他的面容和身形完全隐藏在了黑袍之下。看到有人传送进来，黑袍人抬起头看向陆羽，语气冰冷道：“杀人还是保人？”“保人。”说完，陆羽直接将提前准备好的资料拿给了对方。少许后，你要保护的是4个人，而且还要保护2年的时间。陆羽要保护的自然是在 F 战区战备区的父母以及在和平区的妹妹2人。陆羽朝着黑袍人点点头。黑袍人又看了一眼手中的资料，道：“2年的保护时间，费用可能会有些高，需要多少金币？”陆羽直接问道。黑袍人开始上下打量了一下陆羽，心中倒是有些疑惑，对方看起来非常年轻，可给他的感觉却是如此的沉稳。每人每天100金币保护费，4个人2年就一共29万2千金币。如果一次性付清，可以给你点优惠，算你29万金币。如果成交，陆羽直接就给对方赚了29万金币，然后签下交易契约，起身离开，留下黑袍人一阵凌乱。这年头的小鬼都这么豪横的吗？分期都不用，家人有保障了。接下来就可以去完成进阶任务，全力刷怪升级了。第11章，秒杀 S 级领主。集中营进阶大厅，这里可以接2阶进阶任务。此时有不少新生已经升级到了30级，已经在这边排队接取进阶任务了。宇哥，进阶后你是打算去参加联盟军团考核，还是加入其他工会势力？百里通一脸含笑，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军团吧。陆羽有自己的打算，工会组织限制太多，而且也没有联盟军团那么多福利。在联盟管辖的区域内，自然是优先选择进入军团，刷怪、做军团任务都可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不仅可以获得军衔，增加权限，还可以兑换一些特殊门票，比如天空竞技场、星辰塔、龙之谷等，那是人族战神征战域外战场收获的特殊奖励。还有在暴币系统中出现的迷雾币、秘境币、深渊币等等，也是要进入这类特殊的区域才能刷到，而且爆率比金币还低。这些地方在军团中每年都有一定的名额进入，当然也会有强大怪物进入，跟人族一起争夺里面的奖励。这是隶属于怪物世界的特殊副本，里面的奖励就连怪物都垂涎3尺。联盟总部规定，只有获得一定军功、符合条件的人才有资格获得门票，这也是陆羽首选军团的主要原因。那我也选择加入军团，难说到时我和宇哥会被分配到同一个战区、同一个小队里。百里通眯着小眼睛笑着，看起来总有一副奸商的样子。陆羽见此也只是微微一笑。军团的分配可是非常严谨的，岂是百里通说分配在一起就在一起的，联盟少将都没这个权利。排了一会队，终于轮到陆羽。这是2级进阶神石，只能接取2阶任务，将你的手放上去，自会收到进阶任务的提示。进阶任务可以自行抽取难度，难度越高，完成后获得的属性加成越高。除了首次抽取免费，往后每次抽取都需要花费金币，跟抽取天赋差不多。首次进阶任务失败后，就无法再抽取任务难度，进阶神石会直接给你安排最低难度的进阶任务，所以请量力而行。
负责看管进阶神石的军士还是很负责的，给每个人介绍清楚。陆羽点点头，然后将手放到进阶神石上。嗡！随着进阶神石释放出一道白光，陆羽面前出现一个抽取进阶任务难度面板。第一次是免费的。抽取。丁，你抽到D级难度的2阶任务，是否确认？陆羽当然选择否。以他现在的战力，足以轻松完成最高难度 S 级的2阶任务。D 级都不带考虑的。连续刷了2天金币，陆羽的金币已重新积累到100多万。现在的陆羽只能说服的流油。于是，陆羽直接花费金币进行抽取，直到抽到 S 级难度的进阶任务才停了下来。丁，你花费20金币抽到 S 级难度的2阶任务，是否确认？确认。丁，你已确认2阶任务。任务内容：你需要前往任务副本，单挑击杀30级 S 级领主。提示：3天内若无主动开启任务副本，则自动开启，一旦开启，立即会被传送进副本，而放弃任务则会立马被传送出来。好家伙，真不愧是 S 级难度的2阶任务，竟然是要单杀 S 级领主。这种难度，抽到传奇天赋匹配职业的超新星，搭配一身成装，也不得不慎重考虑是否要接这难度的任务。毕竟单枪匹马，要么有绝对战力，要么有超能力准备充分，不然很大概率失败。但陆羽丝毫不慌，只要变身剑神，30秒内足以吊打任何30级的领主级 BOSS。宇哥，我接到了 A 级难度任务，你呢？差不多吧？差不多。难道宇哥你接了 B 级的 S 级？卧槽！百里通瞪大着双眼看着陆羽，我去，宇哥这么勇的吗？ S 级进阶任务都敢接？我哪怕抽到也得慎重考虑，那就不是人能过的任务。虽说任务 BOSS 会比现实 BOSS 弱一些，虽说是单挑没有小怪干扰，但 S 级的领主级 BOSS 再怎么弱，也不是一般人能对付的。最主要的是，这才2阶任务，完成 S 级和完成 A 级加成的属性其实差距不大，后期也能通过装备等弥补。所以最稳妥的还是接 A 级进阶任务。百里通眼睛突然闪过金光。通过2天相处，百里通清楚陆羽不是莽撞之人。陆羽既然敢接 S 级难度，那就说明陆羽有十足的把握。宇哥，你牛逼！是我辈之楷模。那我先去做任务了，到时我们一起去参加军团考核。说完，百里通就开启了任务副本传送门。这时，有几个人也走进了大厅，正是组队去升级的陆羽其他舍友。看到胖子传送去了任务副本，这可把他们看蒙圈了。那胖子30级了，竟然比我们还快！没想到之前他们看不上的胖子已经30级了，这怎么可能？陆羽也是随之开启了任务。卧槽，陆羽也30级了，他们怎么升得级？他们一脸懵逼，百思不得其解。任务副本内，这是一个类似古罗马斗兽场的地方，一头浑身光滑的恶心怪物死死地盯着陆羽。他的身高足足有10米，爬行状，背上有8只奇异眼睛，拥有置换的效果。唯一斜眼也是有奇异符文蕴藏其中，令人望而生畏。浑身还散发着肉眼可见的黑雾邪气。名称：斜眼领主。级别： S 级领主 BOSS。等级： LV30。血量：10万。介绍：怪物世界 S 级斜眼领主投影，拥有本体战斗技巧和习性。10万血量，这怕是已经是达到一阶怪物的极限血量了吧？陆羽看着自身6050的血量，心里暗想，还是太脆了，以后得加强生命值才行。啪嗒，陆羽出现，这斜眼领主开始发动攻击。好，吾乃至高无上的斜眼领主，吾所在便是沼泽炼狱，人族小鬼，你只有在死亡中哀嚎的下场。天赋释放，剑神形态。不出几秒，陆羽持剑站立在斜眼领主脑门上。此时斜眼领主浑身布满剑痕，斜眼都被斩废了，血条也仅剩1%。面对战力全开的陆羽，斜眼领主那是除了等死，只有等死。至高无上的斜眼领主，现在是谁在死亡中哀嚎？飞剑术！陆羽双指并拢，上百飞剑刹那间在斜眼领主身上飞窜。定，恭喜你成功击杀斜眼领主，完成进阶。第12章青莲剑舞。只可惜这任务 BOSS 是不属于真实怪物，所以没报金币，不然就可以知道 S 级领主翻多少倍了。下一刻，进阶法阵出现在陆羽脚下，绚丽的进阶光华涌现。陆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5维属性在快速增长，洗礼持续时间也就10秒左右。打开属性面板，姓名陆羽，职业剑侠，等级 LV30 2阶，生命值7250，法力值3450，物攻2631，物防21750，魔域10350，
力量157加120加600，体力5加120加600，智力7加120，敏捷6加120加560，精神5加120加220。自由属性点0，每升1级加5，全属性加120，很耐斯的属性加成。如今伤害足够了，陆羽决定以后加点全部加体力，把血量提上来先。万一以后遇到无视100%防御的强大怪物，血量低的话，那是很危险的事。这时，一个抽取2阶专属技能的面板弹了出来，跟之前一样，前3次免费抽取，但抽到的最高也就1级2阶技能。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抽到好的技能可以增强不少战力。丁，你花费100金币抽到再接再厉。丁，你花费100金币抽到 B 级技能飞天斩。丁，你花费100金币抽到 S 级技能七星剑阵。在抽了1000多次，花了10多万金币后，陆羽成功抽到了 S 级技能，氪金就是舒服。名称七星剑阵，品级 S 级，等级2阶 LV0，需花费金币升级。技能效果，剑阵开启后，在剑阵范围内，你的基础生命、攻击、防御移速会增加，释放其他技能的时间缩短，并对目标造成的伤害附加重伤效果。提示：此技能升级可提升剑阵范围以及加成。好全面的辅助技能，陆羽满眼欢喜，果断选择这个辅助技能。如此全面的技能，不仅增加生命，还缩短技能释放时间，这对于剑侠职业来说，简直不要太实用。如果能达到无释放时间，技能秒放，那得多爽，多炸裂！丁，你已进阶2阶，装备榜、财富榜、宠物榜、等级榜等榜单开启。提示：上榜后每周会刷新1次排名，前10名有额外战力加成。还有战力加成？陆羽打开财富榜，发现第1名的是罗斯家族当代掌权人柴尔德·罗斯，金币数额达到惊人的20亿，相当于2万亿元，真不愧是联盟首富。当然，这财富榜只是按个人拥有的金币排名，并不准确。就比如联盟、魂影等大组织，他们仓库的金币数量绝对远超世界首富，只是不算个人拥有。罗斯家族只是将整个家族近100年积累的金币集中到掌权人身上，但也足够惊人。进阶2阶后，暴币系统也解锁2星了，这是陆羽最为期待的。系统名称：暴币，目前状态：激活，解锁星级。介绍：激活后打怪必爆金币，击杀怪物100%获得怪物等级乘以基数的金币，击杀精英怪物或者 BOSS 会额外翻倍，当前击杀怪物掉落金币的基数为20。迷雾币未解锁，魔晶币未解锁，深渊币未解锁，爆金币基数增加了1倍。看来这暴币系统就是纯粹的暴币，解锁星级越高，基数越高。陆羽想起进阶2阶有4个技能栏，待会出去后在域外商城开一个技能。进阶完成，陆羽便被传送回了进阶大厅。这位同学，恭喜你完成进阶，这是军团和工会等组织的考核点地图，你可以自行选择去哪里参加考核。如果是参加军团考核，劝你尽早过去，除非你有强大实力，不然名额招满就不再招人，因为我们只招精英。负责进阶大厅的军士递给了陆羽一份地图，见百里通那胖子还没完成任务归来，陆羽便打开域外商城，点开技能页面。这里就只有技能宝箱购买，并不像装备页面那般可以直接购买到装备。陆羽不是没想过在联盟商城收购一本，但收购的品级绝对不高，那还不如开技能宝箱，也许能开出提升品级的卷轴也说不定。名称：技能宝箱。介绍：有概率开出技能书和神秘卷轴，但技能适用职业，品级随机。购买金额50，这技能宝箱倒是跟装备宝箱差不多。陆羽直接一次性购买了100个。丁，恭喜你开出 F 级1阶水法技能水球术。咦，第1个就开出了技能书，难道今天被幸运女神波击了？丁，恭喜你开出 B 级神秘卷轴，可将任何技能品级提升至 B 级。这牛逼！开完100个宝箱，陆羽开出了28本技能书，1个 B 级卷轴，接近 30% 的开出率，比其他人高多了。不过没有适合剑侠职业的技能书，唯一的好东西就是这 B 级神秘卷轴。可以说，这5000金币抽了个寂寞。难怪大部分家里有矿的人宁愿收购技能书，也不愿抽技能书，太耗金币了。随后，陆羽继续购买100个宝箱，这才开到了一个 A 级剑侠技能青莲剑舞。名称：青莲剑舞，品级 A 级，等级1阶 LV0，需花费金币升级。技能效果：以华丽的剑舞攻击目标，一共4段。释放过程无法被打断，第4段回旋剑舞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并对沿路目标造成僵直状态。提示：此技能升级可提升伤害。
一个兼并输出和控制的技能，很适合。随即，陆羽将全部技能升级到2阶。陆羽将其他58本技能书留着，等加入了军团，可以上交给军团，从而换取军功。不多久，百里通才完成进阶任务归来，身上倒是干净，并没有受伤。阿烈，不是吧？宇哥，你比我先一步完成了进阶任务。百里通揉了揉小眼睛，不敢置信。S 级任务啊，不得至少需要1天时间。而且陆羽浑身上下也是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伤口。不知道的还以为陆羽完成的是 F 级最低进阶任务。等你大半天了，要不是答应了你，跟你一起去参加军团考核，不然我就先去了。宇哥，我对你彻底是服气了。我们这就去军团考核点。百里通爽朗一笑，看到陆羽和百里通前去参加考核军团，其他刚完成 F 级进阶任务出来的舍友全都不看好。在他们看来，没有受伤的陆羽和百里通也是跟他们一样做的 F 级进阶任务，就10点全属性加成，根本过不了军团考核，还不如直接去找个工会加入。胖子，完成 A 级进阶任务有多少属性加成？不多，就100点。闻言，陆羽点点头，那确实跟 S 级难度获得的属性加成差距不大。如果没有绝对自信，去做 A 级进阶任务是最稳妥的，毕竟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提升属性。谈话间，二人就一起来到军团考核点，这里有不少人在考核。当然，像谢岩、戴丽丝那种职业人才是不用来参加的，他们是直接被分配到 S 战区联盟总部那边。军团考核分2种，一是职业军团，二是怪物猎人。职业军团是正规军，纪律严明，统一指挥，每月有福利津贴。怪物猎人是自由模式，但没有固定津贴。你们要考核哪种？负责登记考核的军士问道。怪物猎人，陆羽毫不犹豫回道。第13章，怪物猎人。啊！百里通呆立在原地，他都提前打点好了一切，就等职业军团考核完，然后分配到和陆羽一个战区一个小队。没想到陆羽要加入的是怪物猎人。不过仔细想想也是，选择剑侠职业的人本来就向往自由自在，怪物猎人倒是非常合适。如果爷爷知道我没报考正规军，而是当了怪物猎人，只怕会气得七窍生烟吧。不管了，怪物猎人就怪物猎人，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跟着陆羽绝对起飞。这怪物猎人考核也简单，就一个项目，实战，只要能击杀一头同级的精英怪物，就算合格，击杀时间越短，成绩越高，就越能被分配到资源好的战区。为了留在 F 战区，好尽快申请见到父母，陆羽可是卸下了全部装备，只用一把低级武器。走上考核台，类似狼人的精英怪物就狂舞带刺铁棒，怪叫着率先发动了攻击。格挡，叮，-1，好完美的格挡，好精准的时机把握。考核官看着考核台上的陆羽，内心那是十分惊讶的，这他娘的是个战斗天才啊！陆羽微微一笑，没想到用 B 级卷轴提升的格挡用起来效果还不错。随即，陆羽一直用普攻与怪物交战，顶多释放格挡抵挡一下怪物的技能攻击，这可把考核官看迷糊了。按理说，一个剑侠职业，哪怕没钱买技能书，1阶和2阶抽取的专属技能也应该有攻击技能才对，为何这小家伙只释放格挡，迟迟不释放攻击技能？眼看时间差不多了，陆羽这才看准时机，释放青莲剑舞，身体顿时飘逸舞动起来，剑光四闪，噗噗噗噗，4段伤害，僵直效果都没触发，怪物就直接被陆羽秒了。这至少是 A 级的青莲剑舞，这小鬼在放水。想罢，考核官也是高声宣布结果：考核结束，历时5分08秒，成绩65分，通过考核。而百里通那边早已结束了战斗，获得90分的高分，保底可以去 C 级以上战区了。可战区分配宣布下来，陆羽顿时傻眼了。陆羽、百里通分配到原地 F 战区，明天一早前往 F 战区怪物猎人大厅报到。回到宿舍，陆羽眯着眼，不解地盯着百里通。战区分配可是非常严格的事，这胖子怎么做到那么高分，却被分配到跟自己一样的 F 战区？宇哥，你别这么看着我啊，我也很纳闷啊。百里通摊手表示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只能说也许是我的体型和职业不达标，所以不被看好，分配在 F 战区。宇哥，我就说吧，我和你可能在同一个战区，没想到真被我说中了，真希望明天报道后也能被分配到同个猎人小队里。陆羽翻了翻白眼，还同个小队，这跟买彩票中头奖的概率差不了多少，纯属做梦。集中营内部，赵烈阳看着手下传来的情报，陷入了沉思。他想不到百里通竟然会为了陆羽放弃正规军考核，去参加怪物猎人考核，考了90分高分，却暗地里主动要求留在 F 战区，仅仅只是为了跟陆羽在同一个战区。这陆羽不就一个普通剑侠，又是平民家庭，究竟有什么魔力？
值得那位大人的孙子如此看重。现在陆羽的父母工作待遇如何？回长官，陆羽父母目前在战备区做着最苦最累的活，补贴也是最低。赵烈阳沉思了一下，缓缓说道：传我令，减轻陆羽父母的工作量，另外提高他们的待遇，补贴就按普通生活职业最高标准。是。既然那位大人的孙子这么看重陆羽，那我也得做个顺水人情，照顾一下陆羽的父母，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亏。另一边 F 战区战备区铁匠营，陆山赤裸着上半身，满头大汗的在打造着一件铠甲，持续的高温将其皮肤烤得红彤彤的。陆山，你过来我办公室一趟。看到上司叫自己，陆山满脸担忧起来，还以为是上司要继续为难自己，加大任务量，甚至炒了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断了经济来源，儿子怎么办？2个女儿的生活费怎么办？当陆山满脸忧愁的进入办公室，还没开口，上司就赶紧扶着陆山坐下，然后亲自倒了一杯茶。啊，陆山这个老实人顿时懵了，上司给自己倒茶，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一定是有问题，难道是真要炒我鱿鱼？陆山吓得赶忙说道：长官，使不得，之前的任务我可都加班完成了，我没犯错啊。哎，老陆啊，瞧你说的什么话，我是你想的那种人吗？上司的脸色有些谄媚，他打心底想不通，上头怎会突然这么照顾着陆山，但身在铁匠营这么多年，他心里可是精得很，知道陆山有靠山，那就得结交好。找你过来谈话，主要是因为你一直以来兢兢业业，表现不错，上头知道后决定提升你的待遇。从今天开始，你的待遇是普通生活职业的最高级，工作量嘛也会适当减轻一点点。啊！陆山听懵了，还以为上司这是在跟自己开玩笑，自己何德何能啊？可当上司将战区新的福利待遇令牌塞到自己手上，陆山这才不得不相信眼前梦幻般的事实。老陆啊，之前我也是为了准时完成战区长官交代下来的任务，不得不对你严厉点，你可别记心里去，改天放假我请你吃饭，自罚3杯。直到下班回家，陆山整个人都是头嗡嗡的。在铁匠营里，谁不是每天兢兢业业，拿命去工作，可为何偏偏这好事落在自己头上？不过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大好事，天大的好事，这下家庭生活条件可以大大改善了。云芝啊，我被幸运之神眷顾了，我的福利待遇被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韩云芝一回来，陆山就迫不及待跟妻子分享此事。什么？你也被提升了待遇？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也……今天下午药剂师上司突然跟我说，我被提拔了，明天开始只需要专门分配药剂配方分量，福利待遇是材料分拣师最高档次。这陆山和韩云芝顿时明白，这哪里是他们工作认真，肯定是有贵人相助啊。可他们在这战区里没认识什么贵人啊，他们能接触到的最高长官就是自己的上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次日一早，怪物猎人大厅，陆羽懵逼地看着百里通，没想到这胖子还真的被分配到跟自己一个队伍里。宇哥，看来我们缘分不浅啊，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这胖子手段通天啊！这时，一个教官模样的高阶转职者走了过来，正是之前护送陆羽的转职者杨正。他也是怪物猎人。第14章一星任务：清剿血溪魔窟怪物。我叫杨正，是5星猎人，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总队长，你们就是1星小猎人。杨正一来到就释放出自己的威势，震慑28个菜鸟。队伍中，除了陆羽和百里通，其他人可是满头大汗，噤若寒蝉。怪物猎人很自由，除了每月月底的团队任务，其他时间你们自行安排。你们可以单独接任务，也可以组队接任务。至于任务和军功等，你们可以自行在猎人手册上了解。虽然我们怪物猎人是自由模式，但也是隶属于联盟军团，一旦有战事开启，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听从军团总指挥的调配。军团每年都有新生代才能报名的血色试炼，前5名可以获得特殊秘境门票，3个月后就会开启血色试炼。你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努力升级，争取一下，哪怕机会渺茫。现在各自领取一套专属猎人战服，除了洗澡时刻穿着，不得卸下。谁敢在平时私自卸下，视为放弃猎人身份。领完后就自由行动，月底在这集合，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小队频道询问我。我话已讲完，解散。杨正说完，众人就各自领取一套猎人战服。这战服类似寻常作战服，但刻上了2种铭文法阵，一种是防灰尘脏污，一种是预警光柱。一旦猎人死亡，就会自动触发这预警光柱，到时就会有天空巡逻队前往查看，是不是有怪物入侵。这是人族100年来与怪物抗争，用无数鲜血换来的经验。曾经有小队巡逻被强大怪物瞬间团灭，连通过频道发送情报都来不及，从而导致一座安全区城市被摧毁，足足死了10多万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
军团内的所有成员都开始穿戴可预警的战服。可以说，每个军事都是预警器，有强大怪物突袭，就能第一时间察觉。总队长一走，众人开始活跃起来，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组队去做任务、升级、刷军功。唯独陆羽和百里通没人理会，在他们看来，陆羽一个剑侠，到了2阶后没有强力装备支撑，伤害开始刮痧，而百里通身体这么胖，却是一个刺客，妥妥的累赘。他们自然看不上二人。宇哥，带我一个呗，我速度快，可以帮你拉怪。百里通眯笑着眼。对于这狗皮药膏般粘着自己的胖子，陆羽也很无语，但也没有拒绝。重新回到怪物猎人大厅，陆羽第一时间来到申请台。你好，我想申请跟家人见面。你家人是什么职业？一个铁匠，一个材料分拣师。抱歉，近期怪物频繁进入38线 F 战区，进入1级作战期，所有生活职业备战人员暂时无法私自离开岗位，只有等过段时间才能申请。1级作战期，陆羽眉头一皱，只得暂时作罢。好在自己提前雇佣了魂影保护家人，而老爸老妈又是在备战区，应该问题不大。只不过老爸老妈可能要再辛苦一段时间了，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等和你们见了面，你们就可以享清福了。另一边突然闲下来，好辛苦啊，总感觉浑身不得劲。不行，我得自己做些什么。陆山在办公室和上司喝茶，今天的工作量少得可怜，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然后被上司请到办公室喝茶、吃点心、聊天。韩云之情况也差不多，突然没多少事干了，还有一大堆福利，总感觉有些不适应，确实也过得辛苦。陆羽走到任务台这边，一个大屏幕上显示各个难度星级的任务和对应军功奖励。怪物猎人是没有福利的，而正规军每个月都可以领一份福利，相当于工资。所以怪物猎人要想自给自足，就得不断接任务，去猎杀怪物，积累军功。军功用处可大了，兑换装备、提升军衔，甚至兑换宠物蛋等等。要想晋升2星猎人，就得用200军功兑换，而1星任务的奖励军功才10点，那就是至少完成20个1星任务才能获得晋升资格。有了资格后，有3次参与2星猎人考核的机会，考核通过就能晋升2星猎人，晋升到2星猎人才能接2星任务，以此类推。这也是避免一些富二代靠着家里有钱氪金开技能书等，然后上交换取军功晋升。要想晋升，还得拿出自身的实力，有钱有实力的才能快速晋升。宇哥，地下魔窟的清剿任务不错。百里通突然说道。陆羽看了一眼这个任务介绍，1星任务，清剿血溪魔窟怪物。任务介绍，龙城外不远处近日出现一个新魔窟，有低阶怪物出现，清剿这些怪物，带回怪物领主头颅。建议组队6人。任务奖励10军功加10金币。大多1星任务只有军功奖励，像这种还有金币奖励的比较少，但任务难度会相对高上不少。魔窟算是常见的怪物领地，里面怪物一般数量不少，可以积累不少金币。于是陆羽果断接了。你们就2人接这个任务？是的。作为新人，我建议你们还是稳妥点，先接点容易点的任务。魔窟地形复杂，很容易被怪物堵住出路。不用了，就这个，我们俩喜欢挑战。见陆羽都这么说了，任务接待美女也只能给2人登记信息。这个任务时间是3天，3天后若没提交任务，则视为任务失败。这时与陆羽同个小队的队员组队前来，看到陆羽和百里通接了1星难度较大的任务，他们均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好家伙，这2个奇葩简直是在作死啊！你们怎么回事？没人组你们就不会接些运送物资等简单任务？你们若是死了，不仅浪费巡逻人员宝贵时间去探查，也会让我们小队减员，从而影响每月小队任务的质量。小队人员不足，那上面分配下来的月底任务就会不如其他小队，奖励也会有所降低。所以他们不得不提醒一下，甚至在想，这陆羽和百里通是不是因为没人组队，所以破罐子破摔？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心里多少也会过意不去，但他们也是要升级的。放心，放心，我们俩死不了，回头见。百里通嘿嘿一笑，然后和陆羽直接出发。宇哥，我有这个任务的魔窟地图，你要不要？你有地图？陆羽一愣，这些任务刷怪之地都是有战区高级转职者探查过的，自然会有绘制地图。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哪搞来的地图？这个就是秘密了，我有不少这种地图，到时我们一起卖给其他人，55分账如何？第15章，这次 BOSS 又报了6本技能书。魔窟内，百里通使用了潜伏技能，隐身走在最前面。这魔窟地图不是很大，但分岔口很多，在哪个岔口有怪物，百里通手上的地图都有标记，所以极其方便。陆羽倒也没阻止百里通走捷径，因为战区很大，
很多地方都可以磨练，当下还是快速提升星级，以便接取更高级的任务和获得一些战场的进入权限。宇哥，前方有8个35级怪物，飞剑术！噗嗤，怪物瞬间被秒杀。这些都是爬行类的普通怪物，类似蜥蜴，但只有3条腿，第3条腿很粗大，嘴巴可以裂开。宇哥威武！百里通竖起大拇指。如此，陆羽和百里通联手，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横扫了整个魔窟，一路杀到魔窟领主这边。名称：谢希领主，级别 F 级，等级 LV40，血量45000，40级的 F 级领主，绝不是寻常刚进阶2阶的转职者能轻易对付的。哪怕是6人组队，配合不够的话，也很难完成任务。也难怪那小姐姐和其他队友会认为自己和百里通在作死。宇哥，这 BOSS 有点强，我搞不定啊！百里通直接缩到了陆羽身后去，嘴角却是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交给我吧。7星剑阵起，嗡！7把星剑以北斗7星的方位凝聚。下一秒，一个酷炫的剑阵以陆羽为中心展现，将一众怪物都笼罩在内。艾玛，这么大的范围，这怕不是 S 级的7星剑阵吧？百里通使劲瞪大小眼睛，脸上尽是不可思议。这陆羽除了 S 级飞剑术外，竟然还拥有一门 S 级的7星剑阵。另外，他的天赋技能也绝对是 S 级级别的存在。我的乖乖，就这种剑侠，哪怕没什么装备，也能同级吊打任何职业吧？这陆羽哪来的这么多 S 级技能？我花了那么多金币，加上幸运护符道具，也才抽到一个 S 级辅助技能鬼灵步，这不科学啊！论身家，论幸运，论人品，怎么看陆羽都比不上我呀？问题出在哪？就在百里通自我怀疑人生的时候，陆羽已经凭借飞剑术和青莲剑舞在怪物群里大杀四方。不多久，血溪领主连陆羽一丝血皮都没打掉，就隐恨洞窟内。叮，恭喜你获得20乘以40乘以10等于8000金币，又一波金币入账，美滋滋。陆羽看到 BOSS 还爆出了不少东西，几件装备，还有一堆材料和10几枚金币。哇塞，宇哥，我第一次见到怪物爆出这么多的金币。百里通眼睛露出人民币的符号，但陆羽接下来的操作却惊呆了百里通。只见陆羽从包裹拿出3本技能书，丢到血溪领主爆出的一堆物品里，沾染血溪领主的血。我们运气不错，这 BOSS 还爆出3本技能书，可惜没有剑侠和刺客职业的。百里通肉嘟嘟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哪能不知陆羽这是要拿技能书去换军功。本以为陆羽要走爆肝路线，慢慢提升猎人军衔，没想到是走氪金路线。既然你要这样搞，那我也只好跟着氪了，不然我的军衔跟不上，就没借口组队，就没法知晓宇哥更多的本事了。可嗨嗨，宇哥，你看错了，这 BOSS 实际上是爆了6本技能书。你看这里还有3本技能书，可惜也没有剑侠和刺客职业的。百里通也朝地上丢了3本技能书。陆羽眯着眼看着脸不红心不跳的胖子，好家伙，你丫的也跟我玩氪金？行，那我倒要看看你个胖子究竟有多少金氪。打扫完战利品，2人就斩下怪物领主头颅，原路返回。在离开的时候，陆羽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眼魔窟，他总感觉有东西在暗中盯着自己，但却又没发现什么。宇哥，怎么了？没什么，走吧。是。魔窟深处轻轻响起一声异响，随即无声无息。怪物猎人大厅，看到陆羽和百里通这么快回来，白星杰摇摇头，还以为2人是体验到了魔窟怪物的强大，来放弃任务了。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砰！百里通将血溪领主头颅拿了出来，放到任务台上，说道：姐，我们来交任务了哦。还有，这 BOSS 爆了6本技能书，麻烦给我们折换成军功。顿时，四周静悄悄的，尤其是那些1星猎人菜鸟们，更是瞪大眼睛，脑袋宕机的看着陆羽2人。好一会，白星杰才惊呼开口：你们完成了任务？等等，这 F 级领主爆了6本技能书，要不是看到血溪领主的头颅就在这，不然白星杰绝逼认为2人是失心疯了。先不说任务完成问题，就是 BOSS 哪有一次性爆出这么技能书的，哪怕是高阶领主，一次能爆个2、3本技能书都算是大爆了。这哪还有假？洛，给你。陆羽和百里通心照不宣的拿出1阶技能书，白星杰只好头嗡嗡的给2人结算任务，顺便将技能书折算军功，1阶技能兑换20点军功。如此，陆羽的1星猎人勋章就有了70军功入账，再来做2个任务，估计今天就可以获得2星猎人考核资格。见鬼了，他们怎么做到的？还有，他们的运气也太好了吧！白星杰看着2人的身份信息，一头雾水。陆羽是平民，百里通显示的是孤儿，而且2人怎么看都不像富二代。
如果是想要氪金刷军功，他们大可不必这么麻烦，直接上交技能书兑换即可了。想不通，实在想不通，他们两个怎么杀的血溪领主？难道真的是运气爆棚的原因？数个小时后，陆羽和百里通又来递交任务了。嘿嘿，姐，我们运气不错，这次 BOSS 又报了6本技能书。时间又过去3个小时，姐又报了6本技能书。噗！你们两个确定不是在玩我？尼玛，哪有人运气次次都那么好？你以为 BOSS 都是你家养的呀？技能书说报就报啊！你要玩我也不要这么玩啊！出于职业态度，白心杰也只能笑着做服务，然后使劲地揉了揉太阳穴。这是太玄乎了，姐，你看我们军功都达到210了，到哪考核2星啊？去那边。这2星猎人考核也不复杂，就是单挑一头2阶60级的精英怪物，陆羽和百里通自然是很顺利的就通过了。宇哥，成了2星猎人，我们就可以去迷雾战场猎怪了，在那里击杀一头首领怪物就是1点军功，可比做任务快多了。正当陆羽和百里通准备现在就去迷雾战场的时候，百里通却突然停了下来，死死盯着刚弹出来的频道信息。完了，宇哥，可能我们的缘分要尽了。怎么了？我爷爷找来了。第16章前往迷雾战场。宇哥，你先去迷雾战场刷怪，我先去见我爷爷，以后有机会了我一定去找你。说完，百里通在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便消失不见了。F 战区总司令处，一个鹤发童颜的年迈老者，穿着朴素古袍，盘着3000发丝，双目炯炯有神，但锋芒沉敛。战区总司令此刻如乖宝宝般静静地站在老者身边，等待训话。老夫预见环绕 F 战区全部战场并无特别异常发现，那些 S 级领主感受到老夫的气息，全都胆怯躲藏起来，想必 F 战区的怪物会很快恢复正常。不过也不要因此放松警惕，时刻保持警戒，以防怪物杀个回马枪。要不是总部那边需要老夫坐镇，老夫待不了多久，不然就顺手帮你清扫那些 S 级10阶大领主。是，真是辛苦剑老特地来走一趟。此时总司令轩辕虎心中还是非常庆幸的。集中营的负责人赵烈阳上报了剑老孙子一事，轩辕虎就猜到剑老此行主要目的除了巡查 F 战区，主要是为了找孙子。如果百里通不在这，剑老这种超级大佬是不会轻易降临的。就在这时，砰！百里通急冲冲地撞开了大门，闯了进来。爷爷，我可想死你了！百里藏锋额头瞬间青筋突起，目光燃起熊熊烈火，一把抓起桌上信息表，然后满脸笑容，慈祥地开口：“宝贝孙子啊，你告诉爷爷，这表格上登记的孤儿是怎么回事啊？虽然你爸妈不在了，但爷爷还在啊，你怎么就成孤儿了？”那个……不等百里通解释，百里藏锋就抽出 LV 300级的传奇大宝剑，一把拎起百里通，对着孙子的屁股就是剑背狂拍。你个逆孙，我让你屠天爷爷带你去混乱森林磨练剑心，你倒好，磨练个刺客之心。这事姑且不说，你居然招呼都不打一个，偷偷跑来 F 战区混入集中营，还他娘的敢填自己是孤儿，爷爷我一天没死，你就不是孤儿。今天老子抽醒你个逆孙！啪啪啪！哎呦，爷爷别抽了，我错了。轩辕虎在一旁讪讪一笑，然后识趣地走出办公室，关上了门。此时，陆羽已经独自来到龙城运输站。要想前往迷雾战场，必须横渡大海，而大海早已被海怪占领，所以需要来运输站乘坐以飞行坐骑为主的运输工具。所谓运输站，就是将物资和战斗人员运输到各个战场。当然，除了联盟正规军运输是免费的，其他人要想搭乘，那就需要买票，也不是特别贵，一张站票10金，坐票20金。陆羽直接递上2星猎人勋章：“你好，我买一张坐票去往迷雾战场。”2星猎人，售票员目光微微一凝：“小伙子，现在我们 F 战区各个战场战事吃紧，怪物频繁出动，你现在去迷雾战场不是最优选啊？要不要再考虑下，先留在龙城这边做任务升级？”“不用了，既然选择了怪物猎人，那我早就做好了随时面对危险的准备。”见陆羽都这么说了，售票员也只能不看好的摇摇头，给了陆羽一张坐票。准备出发了，所有要前往迷雾战场的人员集合。随着一个大汉的吆喝，陆羽登上了一头大型飞行坐骑，类似狮鹫，体型可比飞机大多了。这宠物的背上安装了类似飞机乘客舱的现代化科技。虽然怪物入侵，战区这边一切电子科技无法使用，但不影响人族的智慧，将科技与坐骑结合，发挥最大的作用。所有人员请注意，横渡海域随时可能会遭受到海怪袭击，系好安全带，以免被震飞出去。操控运输宠物的高级转职者说完，就驾驭坐骑起飞。一头头大型飞行运输坐骑齐飞的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宠物分2种，一种是坐骑宠物，没有作战能力，契约后也无法升级，代步所用，
血多防厚，另一种是战斗宠物，契约后会吸收主人刷怪经验升级成长。坐骑宠物相对比较好得，所以拥有大型坐骑宠物的转职者一般会被联盟总部安排物资运输工作。虽然这种大型坐骑速度比其他小型坐骑慢，但非常实用。陆羽透过窗户看到下方的海域有不少转职者组队在猎杀海怪。海洋，那是连接各个战区的超级大战场。好在海怪无法久待在陆地，顶多在海岸边游荡，不然面对庞大数量的海怪，人族早就被覆灭了。想要猎杀海怪，那起码得有4阶的等级才可以，不然下海都难。陆羽现在赶往的迷雾战场就是100年前的樱花国所在海岛。第一波怪物入侵就是出现在樱花国，以极短的时间摧毁了整个樱花国，一个樱花国民都没逃出来，全被怪物完美虐杀。不少死去的樱花国民在怪物领主的力量下衍生成了邪恶怪物。陆羽打开迷雾战场的地图，上面标记了各个区域的大致怪物等级，然后选中一个2阶到3阶怪物遍布的外围区域。百里通，嘿嘿嘿，我送给宇哥的。此去路途遥远，以运输宠物的速度，起码需要大半天时间才能抵达。陆羽便一边提前抽取3阶技能，一边思念着远方的2个妹妹，不知道她们有没有听自己的话，吃好喝好。F 战区安全区市中心，陆 X 雪和陆月2姐妹正在一个商城里逛着，但她们好像只逛不买。姐姐，哥哥给我们留了好多钱。我知道，但赚钱不容易，我们也不能乱花哥哥的钱。也许是穷怕了，2姐妹见到喜欢的都没舍得买。我们去买些肉吧，哥哥说了要我们补充营养，要让我们变得漂漂亮亮的。那我们就去买些肉就回去，等哥哥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变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姐姐，我们的鞋子都烂了，而且……陆雪看了看妹妹，又看了看自己，犹豫了一下，这才说道：好吧，那我们就去买一双新鞋，但是不能买太贵的。好。陆月顿时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又有哪个女孩子不爱美呢？不久后，在回家的路上，大哥，我留意几天了，那对穿着平民衣服的姐妹就是住在一品豪宅，这豪宅一套起码价值3000万，估计是那女孩的家人在战线区赚到钱买的，不过没回来。大哥，只要我们能从这对姐妹手里抢到钱，我们就可以潇洒很久了。她们出去了，估计很快就会回来，这条是她们回家的必经之路，平时也没什么人。一个街溜子模样的绿毛仔邪笑道：他们都是没有通过军团工会考核的战斗职业失败者，成为孤狼又很容易在战线区陨落，又不是生活职业者，便只好回到安全区混日子。有关系的可以进入安全区巡逻队维持治安，没关系的就只能成为保安或者街溜子。很好，这次的目标找得非常好。刀疤大哥凶狠地说道。平日里2姐妹一看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可却住在一品豪宅这样高档的楼房里，自然很快就被有心人注意到。不多久，陆雪和陆月真的从这条路走了回来。5个躲在一边的街溜子一见到2姐妹，双眼顿时放光。可正等这5人想要动手时，一道黑影掠过，毫无征兆的5个街溜子只觉脖子处一凉，然后齐刷刷的倒了下去，致死。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陆雪和陆月浑然不知道他们轻松躲过了一次危机。第17章 S 级坐骑零星战宠。这一边，陆羽虽然没有开出剑侠职业技能书，但也是开出了一张珍贵的 S 级卷轴。有了这张卷轴，陆羽可以将任何一个技能品级提升至 S 级，其价值不可估量。若是拿到联盟商城上寄售，只怕会让无数大佬抢得头破血流。到了高阶，拥有一个 S 级技能，不亚于拥有了一个保命底牌。有了 S 级卷轴，到时进阶3阶后，直接在联盟商城购买一本合适的技能书即可。想到迷雾战场非常大，那里曾经是樱花国的国土，只不过100年前第一波怪物入侵就是出现在樱花国，导致全国上下所有人被怪物虐杀，没有一个活口，宣布灭国。另外，迷雾战场终年迷雾笼罩，能见度非常低，没有坐骑指定坐标赶路，很容易迷失方向。万一不小心闯入了高阶怪物领地，那哪怕有神级天赋也会十死无生。所以坐骑是必备的。虽然战场补给城区内也有拥有坐骑的转职者，靠着带路赚取路费，但这价格可不便宜。而且陆羽金币还有100多万，足以抽到一头极品坐骑，甚至抽到神级战宠也说不定。打开宠物榜，坐骑宠物榜不具备攻击力等级，只有血量和防御。第1名 S 级天使艾莲娜，拥有者霍曼德。第2名 A 级黄金猛犸象，拥有者是天行。战斗宠物榜可升级，成长看资质。第1名10星炼狱血龙，拥有者是天行。第2名9星战斗天使米迦勒，拥有者霍曼德。牛逼！宠物双榜前2名被龙血战神是天行和天神霍曼德包了，
真不愧是战神级超级大佬。想想也是，站在人族天花板的超级转职大佬，有这种配置也正常。唯一让陆羽疑惑的是，同为战神级别的开天剑神，怎么坐骑、战宠都没有进入榜单。随即，陆羽打开了域外商城宠物栏，映入眼前的是各种宠物粮食、提升宠物忠诚度的丹药，还有宠物独有的装备、6件套、最高成色以及宠物宝箱。名称：宠物宝箱。介绍：有概率开出史诗级、传奇级宠物装备碎片、坐骑宠物蛋、战斗宠物蛋、宠物粮食等。提示：集齐同类型宠物装备碎片10个，可合成宠物装备。购买金额100金币。坐骑宠物的级别根据已出的分 FS 级，级别越高，飞行速度越快，血条和防御也越高。S 级坐骑还会附带一个辅助型天赋技能。而战斗宠物资质根据已出的分1至10星，资质越高，成长属性越高，觉醒的技能也越强劲。丁，你花费100金币购买一个宠物宝箱。丁，恭喜你开出终极宠物粮食，可补充宠物体力，还不错，起码开门红，没有开到空气。继续。丁，恭喜你开出1级坐骑宠物蛋。丁，恭喜你开出低级忠诚度丹药 X1， 可提升10点宠物忠诚度。提示：宠物忠诚度低于60无法召唤。如今金币只剩下140多万，陆羽决定全部花掉，既然要抽，那抽到底。丁，恭喜你开出 B 级坐骑宠物蛋。又是坐骑，难怪坐骑的数量远多于战宠，就这开出率不多才怪。B 级坐骑，可以换不少军功。丁，恭喜你开出 S 级坐骑宠物蛋。这 S 级坐骑，陆羽本以为花光100多万能抽到 B 级宠物就不错了，万万没想到抽到 S 级。要知道，开宝箱都有概率性，有的人可能花10个亿也开不到好东西，有的人可能花几千金币就开出了极品。当今世界就一头 S 级坐骑，可想而知，这头 S 级坐骑一旦出世，不知道会惊动多少大佬。不过得等到了迷雾战场再契约，在这里契约，只怕会瞬间名扬整个联盟，想不被人关注都难了。陆羽满怀欣喜的继续开宝箱，希望再开个极品战宠。丁，恭喜你开出3星战斗宠物蛋。丁，恭喜你开出0星战斗宠物蛋。丁，恭喜你开出5星战斗宠物蛋。当背包仅剩12枚金币的时候，陆羽露出10分苦涩的神情。花了这么金币，开出最好的战斗宠物蛋竟然只是5星。幸运女神不眷顾我了，开出一颗 S 级坐骑宠物蛋之后，就给我一颗5星战斗宠物蛋，宠物装备碎片更是一个没有，看来只能重新积累金币再开了。哎，如果被其他人知道陆羽开出了 S 级坐骑还叹气，只怕会瞬间群起而攻之。你奶奶的，你开到 S 级坐骑已经足够吹牛逼一辈子了，你叹气个毛线。陆羽只好先整理背包空间，却突然愣了一下，眼睛一眨一眨的盯着一颗0星战斗宠物蛋。0星？什么鬼？自怪物降临100年以来，出现过战斗宠物资质最低的都是1星，可陆羽开出的这头战斗宠物却是0星，算是人族史上头回见，陆羽想查资料都查不到。这位大哥，我想请问下，你见过0星战宠不？噗，小兄弟，你别逗我好吗？0星战宠？有这么废的战宠吗？没有契约是无法查看宠物信息的，所以陆羽也只能先到迷雾战场再研究。不久后，运输队顺利抵达迷雾战场补给城区上空。从高空往下放眼望去，这个战场一片迷雾笼罩，能见度非常低。传闻有一头10阶300级的顶级 S 级领主盘踞在这里，就居住在樱花国曾经的国山上，如今叫做万石山。这处战场的迷雾就是那头10阶 S 级领主制造出来的。曾经龙血战神讨伐过这个领主，但这领主死后很快就能重新复活。其实不仅是这头10阶 S 级领主，其他战场的10阶 S 级领主也是如此，击杀后都会重新刷新。刷新的不是原来的领主，但战力都差不多。只是这迷雾战场的最强领主刷新时间非常短，3天内就刷新出来了，还是原来的领主，非常诡异。这让龙血战神也很无奈。加上这个领主似乎偏安一隅，只待在万石山，并没有入侵其他地方的举动，龙血战神也只能放弃。迷雾战场也就成了各战区怪物猎人的首选积累军功之地。只要不去招惹万石山的那个10阶 S 级领主，他一般是不会离开万石山，也不会发动怪物潮。登陆后，陆羽就独自朝着迷雾外围区一个方向奔去。那2星小家伙竟敢单独行动，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迷雾战场的怪物可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迷雾笼罩，高阶怪物藏身于低阶怪物领地也时有发生。别管他，这种愣头青每年都不少，我们还是在补给站准备充分点再出发。跟陆羽乘坐同一头运输宠物的怪物猎人们交头接耳，陆羽很快就进入了迷雾笼罩区域。原本开阔的视野顿时受阻，
只能看见方圆5米的环境。如果没有地图指引，很容易在这里迷失方向。但就是这5米的可视环境，陆羽就看到了战场的残酷，尸骸、血迹那是随处可见。怪物的、转职者的应有尽有，大多还是残肢。先契约坐骑。陆羽拿出 S 级宠物蛋，直接契约。丁，恭喜你成功契约 S 级坐骑月白龙驹，成功进入宠物坐骑榜第1名，是否公开信息？哦豁！第18章神秘的灵星战宠太阳猫。否，开玩笑！这个时候公开，先不说轰动问题，那必定会被联盟外的强大组织惦记。因为转职者被杀后，契约的宠物会以无主状态存在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有概率被他人重新契约。S 级坐骑绝对值得他们出手。全频道通知，恭喜某某成功契约 S 级坐骑月白龙驹，荣登坐骑排行榜第1名，获得100%移速加成。X3 通知连续通知了3遍，所有转职者第一时间都能看到频道弹出的红色通知。啥？有人契约了 S 级坐骑，还超越了天神的天使坐骑？谁啊？卧槽啊！惊得我一不小心把管子捏断了。什么神人这么猛啊？是哪个大富豪在拿家底开宠物宝箱吗？别说大富豪了，就是罗斯家族族长也不敢这么豪横。那就不是有钱能开出的，还需要滔天的气运。我就想知道是哪位大佬开的，不会是开天剑神大佬吧？他的宠物可是在几十年前的怪物大入侵一战中替他战死了。此时3大战神也是同一时间打开私人频道，相互聊了起来。开天剑神 S 级坐骑的价值我们都清楚，如果老霍没有天使坐骑，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天神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想办法从这个人的手中买下 S 级坐骑，或者将其交换下来。龙血战神，如果我拥有一头 S 级坐骑，那我们就可以尝试攻打那个地方。3大战神商议后，立即发动各自的能量，全联盟寻找契约月白龙驹的转职者。迷雾战场外围内，陆羽瞠目结舌地看着酷炫屌炸天的月白龙驹，这是一头海陆空都能代步的超稀有坐骑，而且酷炫的足以让所有转职者疯狂，男女老少通吃那种。月白龙驹身负鳞甲，头生神角，光翼流转，浑身散发着迷人月亮光华，似乎还拥有奇妙的驱雾效果。他站在那里，身上散发的月亮光华竟然神奇地照亮了周边迷雾，使能见度大大增加，从一开始的方圆5米增加到方圆10米，足足提升了1倍。在这危险重重的迷雾战场，能见度越高，安全系数越高。月白龙驹的天赋技能也实用，天赋技能化形，拥有3种形态：白马形态、龙驹形态、白龙形态。白马形态可化成普通白色骏马，无时间限制；龙驹形态可化成月白龙驹形态，也是默认形态，无时间限制；白龙形态可化成白色巨龙，持续1个小时，可飞天遁地，遨游海洋，冷却15分钟。变身巨龙后，虽无法对目标造成任何伤害，但血量和防御都会大大增加，而且具备龙威震慑效果。释放龙威后，一般怪物不敢轻易靠近。此时陆羽心中狂喜，花了上百万金币，相当于10几亿元，这钱花得非常值啊！这金氪的真他妈爽！还没学到3阶御剑飞行技能之前，拥有这头坐骑代步，怎一个帅字了得！可以说，以后想去哪个战场，无需乘坐他人坐骑，自己就可以过去，赶路时间绝对比别人快上许多。现在坐骑有了，战宠还没着落。想起那颗灵星战宠，陆羽将其取了出来。这颗蛋红彤彤的，类似燃烧的火焰，很是奇特，跟寻常的宠物蛋不太一样。战斗职业转职者坐骑和战宠最多各契约6个，一共可契约12个宠物，但每次召唤只能各自召唤1头。那契约这个灵星战宠也不影响。所谓富贵险中求，既然出现1头灵星战宠，那也许是个未被人族发现的特殊战宠。何况有暴毙系统，日后哪怕这战宠不给力，也能通过宠物装备将其打造成一流战斗宠物。这就是战力不够，氪金来凑。想罢，陆羽便决定先契约了这个灵星战宠。丁，你已契约战斗宠物太阳猫。咔嚓，蛋壳裂开，红光耀眼，一头毛发红艳如火且直立行走，额头还有个太阳印记的红色猫咪迈着大佬的步伐走了出来。小红，名称太阳猫，类别战斗宠物，资质灵星，主音日后多多关照呀。天籁般的词音从战宠口中传出。雌猫，我擦，口吐人言，这么神奇！陆羽惊呆了。一般情况下，战宠不是超过5阶才会口吐人言的吗？打开太阳猫属性栏，好家伙，除了血量，其他全是零，真尼玛是灵星战宠啊！先带上它升级看看，也许还会有惊喜也说不定。
毕竟0级都能开口说话了。以后你叫小红，他叫大白。谢谢主音赐名。小巧玲珑的小红一个跳跃就坐到了陆羽肩膀上，摇晃着尾巴，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环境，好有灵性。大白，低调点，化形白马形态，出发。陆羽坐到月白龙驹背上，告诉他前行坐标。只见月白龙驹变成白色骏马，依旧神骏，前肢抬起，嘶叫一声，洁白翅膀一张，化作流光，一闪而逝。卧槽，那是什么？有赶路的怪物猎人小队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有高阶怪物猎杀他们。不知道，好像是一匹马，我看到了，上面坐着一个靓仔。开玩笑吧你？什么马有这种速度？这速度起码赶得上 B 级坐骑了。放屁！能拥有这么快的速度，这坐骑起码 A 级，估计是哪个8星以上猎人大佬来迷雾战场猎杀高阶领主。不到10分钟，陆羽就抵达了目的地。好快！陆羽也是惊讶大白的速度，这速度不知道比运输宠物快了多少。突然，10米外的迷雾内窜出一头龇牙咧嘴的丧尸般怪物，四肢着地，头颅弯曲的袭来。名称：贪食者，日狗三郎。级别：精英。等级：2阶 LV38。技能：狂食猎爪。介绍：樱花国人死后受到万石领主力量影响，尸骨衍生成贪食者怪物，保留生前的一些变态本性。噗嗤！负1。凶猛的贪食者怪物猩红利爪狠狠抓在了月白龙驹身上，却连个痕迹都没抓出来。陆羽咧嘴一笑，虽然他等级太低，无法看出月白龙驹的血量和防御，但怎么也得是顶级的，岂是这种小怪伤得了的？如此一来，倒可以利用月白龙驹来吸引怪物仇恨，顺便拉怪。想罢，陆羽就一剑秒了精英贪食者，然后让月白龙驹去周围溜达一圈回来。在特定范围内，主人是可以让坐骑自由行动的。这些迷雾可不影响坐骑的视力，无论主人在哪，他都能准确找到主人位置。不一会，月白龙驹就带回来了数百个贪食者怪物，他们杂交在一起。飞剑术，丁，你获得38乘以20乘以2等于1520金币。丁，你的等级提升至34。爽！按照这个刷怪速度，月底前应该能升到60级，拿坐骑来拉怪，只怕独此我一家了吧。丁，你的战宠小红升到10级，觉醒无级别技能太阳火莲。卧槽！无级别技能。第19章 S 级难度3阶任务。我眼花了吧？陆羽使劲地揉了揉眼睛，再三查看，这才确认小红觉醒的第一个技能真的是无级别。要不要这么奇特？连 F 级都不是，这未免也太诡异了一点吧。不过名字倒挺霸气的。名称：太阳火莲。类型：主动攻击类技能。品级：无级。等级：战宠技能等级等于本体等级。介绍：凝聚一个火莲，朝目标释放后产生爆炸，并造成可持续灼烧伤害。打开小红的属性面板。名称：太阳猫。昵称：小红。类别：战斗宠物。资质：0星。等级： LV10。血量。攻击。防御。技能：太阳火莲，无级别。装备：无。陆羽懵了，小红从刚出生除了血量问号，其他都是0，现在却全是问号，这是什么情况？小红，你的属性是怎么回事？主音我也不知道呀。你也看不到？看不到，好像要等级达到了才能显示。这对于小红的如此诡异情况，陆羽也只能认为是出 bug 了，就像游戏 bug。根据 bug 定理，没有一个 bug 是弱的。想到这，陆羽看向小红的眼睛顿时充满了宠爱。小红啊，这礼物器重，来，主音给你买了一套装备。陆羽直接奢侈的给小红买了一整套的10级橙色宠物装，护爪、战甲、饰品铃铛、头盔、项圈、耳环。呀，主音这会不会太奢侈了？我才10级。哎，哪里话，奢不奢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主音第一个战宠，主音不宠你，谁宠你？以后你每升10级，主音就给你换一套装备，等以后主音积累足够金币，再给你专门开套史诗级装备，甚至传奇级装备，主音宠你。喵喵喵，主音你对我太好了。定，你的战宠小红对你的好感提升至100%，忠诚度突破100极限，达到永不背叛。卧槽，这也行。走，小红，主音带你升级。于是一人一马一喵的奇怪组合在这片区域疯狂的扫荡怪物。定，你击杀了贪食者首领。定，你击杀了连体者首领。定，你击杀了分裂者领主。等级在飙升，金币在狂涨，军功在暴增。2星勋章有自动积累军功功能，击杀2阶首领怪加5点， F 级领主加10点。
唯一的遗憾就是在迷雾战场并没有解锁系统的迷雾币功能，这让陆羽确认只有到特殊的秘境才能对应解锁。定，你的战宠小红升到30级，觉醒无极技能裂天粉爪，逆天，又觉醒一个无级别技能。陆羽下巴都快惊掉了，这宠物的技能数量跟转职者差不多，每阶可觉醒2个技能，但前提是能觉醒成功。如果没有觉醒到技能，那可能升到10阶也没一个技能。一般资质越高的战宠，觉醒技能的概率越高。可小红算是打破了固有常识，她零星却能在30级内直接成功觉醒2个技能，还都是没见过的无级别技能。这要不是亲眼所见，说出去谁信啊？只是小红也不清楚自己技能的情况，用她的话说，等级不到，她也没解锁相关传承技艺。算了，先带她升级吧，等以后技能提升上来了，再试试她的技能威力。如此，陆羽独自一人在迷雾战场外围区域疯狂的刷怪。也许是因为百里通爷爷巡视战场的原因，这些怪物都本分了许多，已经不再那么躁动，所以陆羽倒是没遇到超过3阶的怪物出现在这边。而3阶怪物对陆羽来说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凭借超高移速，在不变身剑神的情况下，也能轻松对付他们。时间匆匆，很快临近月底，陆羽这才结束了战斗。若无特殊原因，还是得回去一趟参加猎人小队的每月活动。何况自己已经升级到60级，也得回去做进阶任务晋升。这战场补给区可没进阶神石，顺便也可以提升下猎人等级。大白，起飞，我们回去。绿绿绿，月白龙驹翅膀一张，直接冲天起。已经升级到60级的小红，体型变大了许多，从小巧玲珑变成正常猫咪大小，穿着60级的橙色宠物装，倒有那么些战宠女帝的风范。小红，把装备隐藏起来，别被坏人惦记了。回去后，我找裁缝给你定做些常用的衣服。主音对我太好了，喵喵，下划线。月白龙驹全力飞行的速度太快了，宛若流星。好在月白龙驹会自动形成一个挡风流光罩护住陆羽，不然以这速度，陆羽绝对会被气流吹飞。不出1个小时，回到龙城，陆羽召回了月白龙驹，前往了裁缝处，定制了几百套不同款式的小红衣服，这才回到了怪物猎人大厅。看了眼好友频道，百里通依旧没有回信息。这些日子，陆羽可是给百里通发过几条信息，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仿佛他从这世上消失了。毕竟再怎么没空，也不至于连个信息都没法回。此时，百里通端坐在天空之城上，满脸忧愁地看着下方的世界。陆羽的信息他早就收到了，但不在一个世界，他也只能收到陆羽的信息，却没法回复。宇哥，你放心，等我完成跟爷爷的约定，我就能回去找你了。这一边，你好，我来申请3星猎人考核。小鬼，你懂不懂规矩？猎人手册认真看了没有？你军功是足够了，但需要晋升到3阶才能申请。无奈，陆羽只好先去进阶。这里有怪物猎人专用的进阶神石，只要交点军功就可以直接使用。丁，你花费30金币抽到 S 级难度的3阶任务，是否确认？确认。丁，你已确认3阶任务。任务内容，你需要前往任务副本，协助一个村庄抵挡住怪物入侵。看来等级越高，进阶的任务越接近现实场景。怪物入侵，永远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曲。传送。下一秒，陆羽出现在一座破旧的村庄里。这里的村民 NPC 倒跟人类长相差不多，但也有区别。他们浑身肌肤发绿，光头，额头还有一对触角。村长快看，有大冤种勇士降临庇护我们了。第20章，老夫痛心疾首啊！大冤种勇士，陆羽额头青筋微微凸起。要不是这些是进阶任务需要保护的 NPC， 陆羽绝壁一剑把他们当怪物刷了。绿巨神庇佑，让我们绿德尼村灭亡之际迎来大冤种勇士，这下我们绿德尼村有救了。村长带头一起朝天膜拜。凶狠的黑暗怪物即将再次入侵他们村，夺取他们的领地和资源，他们已无力抵抗。现在一个勇士天降，那黑暗怪物必然会把目光转移到这名勇士身上。只要让他被黑暗怪物击杀或者俘虏，那怪物必然会满意撤去，不会再攻打他们。毕竟一个勇士的价值可比他们的小村庄有价值多了，所以他们才会高兴地称呼陆羽为大冤种勇士，救命稻草。村长，怪物即将来袭，我们还是早做准备。见这群坑逼没有一丝行动的意思，陆羽不得不满头黑线地提醒一下。如果只是独自猎杀怪物，那陆羽是完全不担心的。但任务要求是协助村庄抵挡怪物入侵，并且村民死亡率不得超过 50%， 不然也算任务失败。陆羽再强也顾不上所有 NPC， 所以必须让他们加强防御，确保足够安全。这也是这个 S 级进阶任务的难点。是，大冤种勇士说的对，我们得早做准备。
可下一秒，村长竟然带着众村民砍树采石，修补破损的房屋。所谓的防御措施，也就随便弄一些木头、石块堵在村口。敷衍，极度的敷衍。更离谱的是，说什么为了不妨碍到自己杀怪，还把先前布置的陷阱全部拆除了。我尼玛，你们故意的吧？陆羽不得不怀疑，这个任务副本是不是出 bug 了？还是这才是任务副本的真实状态？一切充满可能性，并不是如游戏那般有固定模式。既然 NPC 靠不住，那就得靠自己了。不然任务失败，下次再接就是最低难度的 F 级进阶任务了，那属性加成就少很多了。看着任务提示，怪物入侵还有10分钟抵达，必须在10分钟内布置好村庄的防御，尽可能的让怪物无法闯进来屠杀这些扑街村民。来到村口，陆羽发现这里有2座箭塔，木头搭建，但已经摇摇欲坠，上面原本的弓箭手村民也撤了下来。好家伙，这是摆明了摆烂，让自己去送死的节奏。真想一剑砍了这群离谱的 NPC。 正当陆羽头疼该怎么加强村庄防御的时候，陆羽触碰到箭塔，一个提示弹了出来，这箭塔有升级功能，名称木箭塔破损，级别1级。介绍：无主动攻击效果，需要弓箭手站上去可提升一些弓箭威力。下一级升级所需金币200金，这让看不到完成任务希望的陆羽顿时来了精神。能氪金，那就问题不大了。陆羽最不缺的就是金币。果然，不管到哪里，氪金才是真理。陆羽果断氪金，将2座箭塔级别提升。丁，你花费200金币，将箭塔提升至2级，进阶成10箭塔。丁，你花费400金币，将箭塔提升至3级，进阶成黑铁箭塔。丁，绿德尼村箭塔最高只能提升至3级，无法再升级。名称：黑铁箭塔，级别3级。介绍：拥有主动攻击效果，无需射手，箭塔上的黑铁弩会自动攻击靠近的敌对目标。陆羽看了下黑铁弩的伤害介绍，足以轻松秒杀普通3阶怪物，甚至精英怪物也抗不了几下，而且攻击距离也不错，只要自己把 BOSS 挡住，凭借这2座黑铁箭塔也足以防下入侵的怪物。但这还不够，毕竟怪物不会蠢到只从正面入侵，一定会以包围村庄的方式大举进攻，所以还需要加强村庄其他地方的防护。有了，既然箭塔能升级，那是不是村庄的防御土墙也能升级？果然，陆羽触碰破败土墙，一个提示弹了出来，名称：豆腐渣土墙，级别0级。介绍：只能挡风的土墙完全抵挡不住怪物的入侵。下一级升级所需金币1金，升级金币倒是不贵，但要把包围整个村庄的土墙全部升级，那就需要上万金币了。对于别人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也很少人会花这么多金币，就为了完成一个3阶进阶任务。陆羽却眼睛都不眨的，直接将全部土墙升级到3级黑铁墙，顺便将剩余的几座箭塔也升级了。如此，绿德尼村的防御措施算是稳了。为了安全起见，陆羽还召唤出了月白龙驹，以便出现突发状况的时候可以去吸引怪物仇恨。而在摆烂的村长等 NPC 在看到陆羽将村庄的防御措施全面升级到了3级，一个个都目瞪口呆，他们万万不敢相信，一个外来勇士竟然有如此魄力，花这么多金币只为升级村庄防御。咕噜，村长，这位大冤种勇士好像是个氪金勇士。一个扛着木头的村民啧舌说道。啊大，砰，哎呦！老村长直接给了他一个大榔头，然后怒不可遏地喝道：你们这群小兔崽子都他娘的在干什么呢？一时间，所有村民错愕地看向村长。陆羽也是被村长的大嗓门吓了一跳。这位英俊潇洒、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玉树临风的少侠，不惜冒着危险跨界而来，助我们抵挡怪物。你们不仅不好生招待，还叫他大冤种，还摆烂，老夫痛心疾首，痛心疾首啊！要不是氪金勇士，哦不是少侠勇士深明大义，不予计较，没有因此离去，不然我们必死无疑。都给老子拿起武器，跟随少侠勇士一起抵挡怪物入侵，守护我们的家园。老村长昂首挺胸，村长威严一览无遗，目光所及，所有村民无不低头忏悔。下一秒，众村民众志成城，高声呐喊：追随少侠，护我家园，我们与怪物势不两立。一个村妇也表明态度。众村民心里稳了，彻底稳了，有如此防御，还怕个锤子的黑暗怪物。随即，村民们迅速拿起武器，有条不紊地摆好了防御阵型，速度之快，精气神之充足，令陆羽瞠目结舌，还以为换了 NPC。尼玛，这就是氪金的效果吗？连 NPC 的战斗意志都能影响。不一会，
怪物来袭。领头的是一个3阶60级的 S 级领主，他骑着一匹高大骷髅战马，带着无比自信。成百上千的怪物将绿德尼村围得水泄不通。可当怪物看清绿德尼村的防御，一个个顿时看傻了眼。原本想霸气宣言的 S 级领主也语噎。这是不堪一击的绿德尼村，是哪个棒槌提供的假情报？就这3级防御，加上村民的攻击，他估计还没攻进去就得脱层皮。这还打个毛啊！情报有误，撤。第21章，我们麻瓜村的时代来了。跑！陆羽倒是小看了这怪物的智商，看来他们并不是四肢发达的莽夫，知道吃力不讨好就会撤退。虽然让他们跑路，陆羽也能顺利完成进阶任务。可眼见到手的金币，陆羽又岂会让他从眼前白白飞走？大白！陆羽厉喝一声，绿！月白龙驹当即再着陆羽，以最快速度化作流光穿梭到 BOSS 面前。陆羽已化作绝世剑神，手中橙色宝剑绽放出无匹剑光。诸怪神剑阵，神剑风暴，两大剑神即将 BOSS 笼罩。BOSS 连惨叫声都没发出就饮恨当场。叮！你获得60乘以20乘以120等于144000金币。S 级领主额外翻了120倍爆率，这不给绿德尼村庄防御课的金不就回来了？死！那么强大的3阶 S 级领主被秒了，这氪金勇士究竟是何方神圣？老村长等 NPC 无不呆若木鸡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些不敢相信。那可是这一代的黑暗霸主，无人能敌的巴比魔猿王，就这么被秒了。其他的怪物小喽啰看到自家老大被秒，全都吓破了胆，慌乱的四散跑路。可在月白龙驹面前，他们的速度仿佛蜗牛一般。不多时，一整个怪物大队全军覆没。陆羽一回到村庄，进阶任务完成的洗礼光芒就降落在他的身上。这一次，陆羽的5维属性全部加240，比进阶2阶整整多了1倍。看来进阶越往后，属性的差距越大。随即，陆羽直接购买了一整套 LV60的橙色装备，将自身的属性拉满。打开面板，姓名陆羽，职业剑侠，等级 LV60 3阶，生命值17650，法力值8850，物攻5301，物防52950，魔域26550，力量1767等于157加120加240加1250，体力1765等于155加120加240加1250，智力547等于7加120加240加180，敏捷1516等于6加120加240加1150，精神885等于5加120加240加520，自由属性点0，每升1级加5，装备紫雷剑 LV60 乘，月华剑1 LV60 乘。将自由属性150点全部加到体力后，血量总算提了上来，接近2万。这已经比大部分号称血牛的3阶骑士职业多了。60级橙色装备加成的属性太给力了。这还是没有去镶嵌宝石，如果打满宝石，只怕属性会更加给力。只是现在打宝石意义不大，因为属性结合神级天赋，伤害已经拉满，就是4阶的 BOSS 陆羽也能自信放倒。想起进阶3阶就可以抽选御剑飞行辅助技能，陆羽内心说是不激动是假的。叮，你花费300金币抽到3阶 S 级技能御剑飞行，花了不少金币，陆羽顺利将最憧憬的 S 级御剑飞行技能抽出来。名称御剑飞行，品级 S 级，等级3阶 LV0，需花费金币升级。技能效果，召唤一把特殊飞剑于脚下飞行，是剑侠最是拉风的飞行技能，无冷却时间，每次释放消耗300点法力值。提示，此技能升级可提升飞行速度。陆羽立即释放此技能，一把传奇飞剑出现在陆羽脚下，金光流转，帅气十足。陆羽如臂驱使，在村庄内肆意飞行了一会，好不畅快，这才是剑侠的标配。打开系统页面，不出陆羽的意外，金币基数再次发生了变化，从20变成了40，又翻了1倍，并无其他新增功能。陆羽确认，这个暴币系统就是纯暴币，解锁只会增加基数。不过这已经很 bug 了。哎呀呀，少侠真是天神下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英勇非凡。老村长拍起了彩虹屁，但陆羽只是给了他一个白眼，淡淡说了句一群麻瓜。随即陆羽被传送回怪物猎人大厅。少侠勇士说的麻瓜是什么意思？众村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悟了。传说剑神跟我们信仰的绿巨神关系匪浅，那少侠一定是剑神转世，特来帮助我们。所谓麻瓜，一定是剑神赐予我们的称号。从今天起，我们不叫绿德尼村，改叫麻瓜村，我们以麻瓜族自称。
如今八臂魔猿王已死，而我们又拥有8座剑神升级过的黑铁剑塔，传我法令，留下4座黑铁剑塔镇守村庄，其他人跟本村长扛着其余4座黑铁剑塔，征服这一带领地。我们麻瓜村的时代来了。于是，麻瓜村村民在老村长的带领下，扛着4座黑铁剑塔，开始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陆羽进阶完成后，也是轻松完成3星猎人的考核，晋升为3星猎人。这可把负责考核的老猎人惊呆了。你敢信？一个刚来的新人，不到1个月时间，打鸡血一样连跳2级。虽说这种情况也有，但那是对于 S 战区那边的职业天才新人才有。这里可是 F 战区，留在这的都是潜力有限的。见鬼了，这叫陆羽的一无背景，二无人脉，又是剑侠职业，他怎么这么猛？陆羽来到申请台这边。你好，请问现在可以申请跟家人见面了吗？1级戒备已经取消，可以申请了。申请后我们会通知你的家人，如果他们同意见面，则会尽快安排你们见面。好的，那麻烦你了。为了尽快见到父母，陆羽悄悄塞给了对方100金币。卧槽，100金币！白丝短裙工作人员惊呆了。他不是没收过这种红包，但顶多几枚金币，乃像眼前的少年这般出手如此阔绰，直接塞了100金币，这相当于他不吃不喝1年的工资了。另一边，杨正已经在广场上，28人小队也集齐了26人。报告总队长，还差2人。杨正点了一下名就知道是陆羽和百里通没到。百里通就不说了，总司令前段时间给他打了声招呼，百里通暂时离开猎人团，具体原因杨正也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百里通背景惊人，不然不会有总司令亲自给他打招呼。至于陆羽，平民小子一个，还是他护送接过来这边的，没什么特别之处。陆羽没准时集合，会不会是做任务无了？毕竟剑侠职业到了2阶后，缺点就暴露出来了。报告总队长，前段时间我看到陆羽坐上了前往迷雾战场的运输宠物，好像是去迷雾战场猎杀怪物，积累军功。一个射手装扮的队员开口道。哗！其他人哗然，这么早去迷雾战场，这是去找死吧？杨正也是一脸懵逼。好家伙，真是好家伙，才加入猎人没多久，就敢独自一人去迷雾战场，这是脑子抽筋了吗？一个蠢货罢了，我们晋升2星猎人，也只敢留在龙城这边猥琐发育。众队员一阵嗤笑。好了，既然陆羽和百里通来不了，那我们直接出发。杨正召唤出自己的飞行战宠，准备带队出发。就在这时，一个白衣少年御剑而来，吸引众人目光。抱歉，总队长，我回来晚了。陆羽突然归来，这出场的方式竟然还有点拉风。卧槽，那是3星猎人勋章，陆羽进阶3星猎人了。众人眼睛都要凸出来了。第22章，危机即将到来。见鬼了，陆羽他怎么会安然无恙的从迷雾战场归来，还晋升到3星猎人？也就是说，陆羽他已经完成了3阶进阶任务，是3阶转职者。尼玛呀！不是说剑侠职业2阶后短板开始浮现，没有强力装备属性加成，伤害刮痧吗？那他怎么升的级？关键还是一个人。想他们合理组队，日夜刷怪做任务，也才40多级，距离60级做3阶进阶任务还有一段距离。还想着借着月底小队活动能多升几级，好为后面的新生代血色试炼做准备。现在一个平民剑侠就远远超越了他们，这很打击人呐。为了不与众人乘坐总队长的飞行战宠挤在一起，陆羽召唤出了月白龙驹。在陆羽的指令下，月白龙驹是以白马形态出现，跟排行榜上的龙驹形态完全不一样，而且坐骑的信息跟战宠不一样，他人是无法查看的，所以陆羽也不怕会被人认出来。再者，马类坐骑是最常见的。我的天，陆羽还有坐骑？一个队员惊呼出声，众人刹那间就被如此神骏的白马吸引住了。这坐骑看起来级别还不低的样子，酸了，彻底酸了。等级被拉开了就不说了，可以解释陆羽走了狗屎运，在迷雾战场被好心大佬带飞。可现在陆羽连珍贵的坐骑都有了，开一个宠物宝箱要100金币，还不一定能开出宠物。市面上一头 F 级坐骑宠物蛋都炒到了上百万元，堪比安全区一栋不错的房子，他们根本消费不起。看着这段时间爆肝做任务刷怪得到的数十金币，再看看陆羽神骏的坐骑，这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好了，都发什么呆呢？既然人都到齐了，就先出发，路上会给你们说说此次的活动内容。杨正心里也惊讶陆羽的奇遇，但他身为总队长，一名合格的军官，不会贸然去询问陆羽，毕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陆羽，你的白马坐骑级别似乎不低，在大众面前尽量不要暴露出来。你也知道，战区内鱼龙混杂，也可能潜伏着外部势力，若是被有心人惦记上你的坐骑，恐怕会有危险。
杨正身为过来人，自然知道没有一定实力之前才不外露的道理。陆羽是他负责的小队成员，他有义务提醒一下。陆羽点点头，便召回了大白。对于这位总队长的行事风格，陆羽心里也是非常赞许的，这是一个关心下属、刚正不阿的好队长。出发！杨正高喊一声，带着众人骑着赤焰金羽大雕出发。见到百里通不在队伍之列，陆羽也不免心里有些疑惑，只是去见爷爷，百里通就失踪了。虽说相处时间不长，但陆羽心里还是认定了这个朋友。这时杨正开口，此次活动地点是4号战线那边的百目魔窟，大概2天路程，到时我们在安全区的石城休息一晚。活动内容也比较简单，就是扫荡一次百目魔窟，那里的怪物大部分2阶等级，最是适合你们团队磨练。如果遇到3阶 BOSS， 我会出手解决，待活动结束，我会根据你们的表现给予你们对应的军功奖励。若是表现极其优秀的，我个人还会额外给予你们2阶绿色品质的装备奖励。哗，绿装！杨正一说完，众人无不目光火热起来。2阶的绿装，这可是价值不菲啊！他们身上最好的装备也就蓝装，而且大部分还是1阶蓝装，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定要好好把握。对于这些，陆羽倒显得非常淡定。如果让大家知道，此时他就穿了一整套的60级橙色装备，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清剿3阶以内的怪物，这让陆羽觉得有些太无聊了。以他现在的等级、战力，普通3阶领主都能秒了。不过怎么说，也是一个小队的，还是隶属怪物猎人团的，每月活动还是要参加的，就当是每月放假时间。陆羽，你已经3阶了，有等级优势，这次活动我就专门记录你跟2阶首领以上怪物战斗的表现，有没有问题？没问题。陆羽对此毫不在意，心里还想着到时不要表现太过惊世骇俗，不然一见一个怪物小朋友会吓到这群没见过世面的队友的。总队长果然公正，刚才我还担心陆羽3阶了，那哪怕一身白板装备，凭借等级优势也能轻松对付2阶普通怪物。是啊，可一旦遇到首领级怪物，他就难了，想要得到总队长的绿装奖励根本不可能。有队员低声交谈，对此陆羽一笑置之。2天后，众人抵达靠近4号战线的石城。今晚大家就在这酒店休息一晚，明日一早直接前往百目魔窟。杨正说完，众人各自找房间。陆羽独自入住了一间房，难得又回到安全区，有信号，陆羽当即就拿出手机给妹妹发去语音视频。此时在温习功课的2姐妹突然收到哥哥的语音视频，别提多开心了。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陆雪和陆月凑在一起，对着视频内的陆羽露出幸福的笑容。看到2个妹妹精神状态如此饱满，脸色也红润了不少，还穿上了新衣服，陆羽也是稍微放宽心，露出欣慰的笑容。先前陆羽还担心妹妹省吃俭用惯了，不舍得花钱，现在看来他们还是有听话的，但不多。这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估计吃的也是简单的肉类。老哥在做任务，途经石城，所以才有机会给你们视频一下。随即陆羽和2个妹妹聊起了家常和这些天的见识，二女也非常憧憬外面的世界。另一边，石城城门口，2个守卫在夜幕下聊着天。唉，这日子什么是头啊？每天重复看门，工资又只够养家糊口，早知当初我就选生活职业了。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一家6口全靠我养，每个月的工资都用到家里，根本没提升的机会。我们的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但比起整日和怪物厮杀的先辈们幸福多了。话音刚落，突然一道寒芒闪过，滋的一声，2人的头颅竟然同时消失，身体重重的倒了下去。城内灯火通明，一片祥和。来啊，哥哥来追我啊！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脏娃娃在前方跑，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追。这时小女孩突然停了下来，小男孩差点没刹住，撞到小女孩。妹妹，怎么了？哥哥，你看天空有好多红星星。红星星？小男孩抬头一看，眼睛顿时瞪大，脸露惊恐。那是第23章恐怖的5阶 A 级领主刀锋领主。石城的最高级紧急警报随之响彻整个城区，所有睡梦中的人都被惊醒。自从 F 战区建立以来，数十年没有响过最高级警报，唯有生死存亡之际才会响起。一旦这个警报响起，意味着很可能城破人亡。该死，怎么会有怪物杀到安全区却没一点察觉？那些城门守卫都死了吗？石城城主拾起震怒。此刻石城城门处的守卫都成了无头尸，一只只浑身布满刀锋的黑暗怪物显露了身形，舔着刀口上的鲜血，然后跳下了城墙，打开了城门，大量的怪物瞬间涌入。爆！城主，城门被怪物攻破了，防御法阵无法完全启动。闻言，石奇猛地起身，他知道现在是石城危急存亡的时候，应该立马做出部署，
争取撑到援兵的救援。可最近的4号战线援军赶到石城也需要半天时间，哪怕全速行军也至少需要几个小时。现在单单夜空上出现的飞行怪物就足以湮灭整座石城，别说城外不知道还有多少怪物。快！召集城内所有可用战力，随我以最快速度支援城门口方向，哪怕是死也要夺回城门，彻底开启防御法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是。石城守卫力量迅速出击，上至城卫兵，下至学校的老师、校长以及安保人员等，只要是战斗转职者都响应号召，全部火速赶往城门口方向。与此同时 ，F 战区12条战线同一时间收到了怪物袭击石城的危机。都干什么吃的？有怪物绕过战线出现在安全区都没发现，快给老子火速支援石城，拯救民众！城若灭了，我们就是千古罪人。F 战区总司令轩辕虎怒火冲天，第一时间命令4号战线的军团不惜一切代价争分夺秒拯救石城。哇！妈妈！有小女孩在混乱中跌倒，跟家人失散，在脏乱的路上大声哭泣。石城大街小巷人群涌动，大部分都是小孩和老人，因为年轻人大部分去往了战线，为守卫家园而战斗。完了，彻底完了！这么多怪物，石城的守卫力量根本抵挡不了多久，我们终将成为怪物口中的食物。有不少人露出了绝望，瘫软在地，甚至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一群软蛋，绝望有用吗？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不如奋起反抗，尽可能拖延点时间，让更多的小孩活下来。有退役老人呵斥，他决定不躲了，他要去杀怪，哪怕是跟怪物同归于尽，也要奉献出最后的一点力量。这一边，陆羽等人也是第一时间听到了最高级警报声，纷纷出来查看情况。当看到天空有无数飞行怪物在攻打石城开启的防御罩，杨正顿时瞳孔凝缩，知道大事不妙，有怪物侵袭了石城。杨正立即集合了小队，迅速地说道：紧急情况，怪物突袭石城，我们身为怪物猎人团的一员，真正的使命到了。众人面色凝重，不少人身体本能的颤抖，但眼神却无比坚定。他们也还是孩子，但他们知道怕归怕，身上肩负的使命得完成，为人族未来关键时刻燃烧自我，这是他们从小在学校就学习的必修课。陆羽看着大量怪物闯入了城内，肆虐屠杀手无寸铁的同胞，心中担忧的同时也燃起熊熊怒火。虽然早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现在还未完全成长起来，还没有足够强大。所有人听令，你们的任务就只有一个，前往避难所，尽最大努力保护好老人和小孩，都听懂了吗？是。随即众人一起行动，赶往最近的避难所。杨正则召唤出赤焰金羽大雕，火速支援城门方向。我是5星怪物猎人杨正，城卫队跟紧我的步伐，随我夺回城门。是5星猎人，我们夺回城门有希望了。石城主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些突然冒出的怪物大多是5阶以下的怪物，一个5星猎人有机会逆反局面。石城主当即让一支守卫大队跟随杨正杀向城门口。杨正不愧是5星猎人，轻松杀出一条血路，这些低阶怪物根本拦不住杨正的步伐。眼看杨正即将率队抵达城门口，只要关闭城门，完全开启防御法阵，那就有希望撑到援军到来。我们有救了，快关闭城门！守卫大队长激动高喊一声。可当众人要关闭城门的时候，一股修罗般的死亡气息席卷而来。下一秒，噗嗤，所有准备关闭城门的守卫被拦腰斩断，就连4阶的大队长也没能躲过一劫，他们上半身都不见了。什么？在奋力抵挡其他怪物的杨正大吃一惊，回头一看，一头足足有5米之巨的刀锋怪物闯入了城内，显露出了身形。名称：刀锋领主，级别 A 级领主 BOSS， 等级 LV150， 5阶，血量100万。介绍：黑暗怪物世界中最凶残的种族之一，他们浑身长满刀锋，天生拥有在黑暗中隐身的能力，是黑暗怪物中的刺客，在黑夜里战斗力惊人。什么？5阶 A 级领主？杨正目眦欲裂，充满不甘。他知道，这么一头恐怖 BOSS 闯入城内，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别说5阶 A 级领主，就是更低级别的5阶领主，都不是他能对付的。他才125级，等级差距太大了，战力更是天壤之别。咔嚓！刀锋领主将手中守卫残肢啃食，然后仰天爆发出嗜血狂笑：劫！尽情的破坏吧，屠戮吧，将这里的人族蝼蚁统统灭杀，将资源全部带走。诸位，一定要阻挡住这个 BOSS 的步伐，不然会死更多人。杨正在这一刻做出决定，他要利用飞行战宠的优势，将其拖住，尽可能的拖住。横扫千军！杨正立即对刀锋领主释放技能。砰！负100！该死！不破防！杨正心惊，急忙操控战宠升空，
蝼蚁！刀锋领主遭到挑衅，背部的刀锋竟然组成了翅膀，然后飞了起来，那高度和速度直接超过了赤焰鲸羽大雕。什么？杨正目露绝望，这 BOSS 会飞？死吧！只是一个技能，赤焰鲸羽大雕血洒夜空，杨正也是被一击击飞，生死不明。第24章雪上加霜，又出现一头 A 级5阶领主。与此同时 ，F 战区外，一处黑暗地下城内，一个黑袍身影饶有兴致地看着黑暗魔镜倒映出的石城景象，在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释放着可怕气息的高阶领主。按照协议，这次我助你入侵联盟石城，你要提供给我10瓶至少 A 级的怪物因子。如果我的手下能顺利覆灭石城，自然没问题。石城唯一避难所，陆羽等人已经在这边做好了防御队形，还有源源不断逃至避难所的小孩，他们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警报声、惨叫声、怪物嘶吼声也不断从城内传来。这时，陆羽又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怪物气息，跟刚才出现的怪物气息差不多。这2个怪物比他之前遇到过的任何 BOSS 都要强大得多。好，夜空中，一头庞大的3头蛟怪物出现，它拥有3颗头颅，一颗冒着火焰，一颗冒着毒雾，一颗冒着冰霜。一双巨大的恶魔羽翼展开足足有数十米，它狂暴地震开手下，然后狠狠地撞击石城防护罩。名称：3头蛟领主，级别 A 级领主 BOSS， 等级 LV150 5阶，血量100万。介绍：来自黑暗怪物世界的强大飞行怪物，3颗头颅，每颗都拥有一种特殊能力，性格暴虐，喜欢破坏一切。石城的防护罩在3头蛟领主的冲击下开始布满裂纹，仿佛随时都可能破碎。一旦天空的怪物领主闯入，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不行，我不能在这眼睁睁看着，得趁2个领主 BOSS 没有联合，先击杀一头，不然避难所所有人都必死无疑。陆羽第一次露出无比凝重的表情。暂时的好消息是，这次怪物入侵似乎最强大的怪物只有5阶。大白、小红，你们替我守在这里。陆羽决定主动出击，让宠物接替自己的使命，保护好避难所的人们。陆羽，你要干什么？总队长让我们守在这里。有人对陆羽吼了一声。我的战宠和坐骑会替我守好这里。话落，陆羽御剑飞行，朝着刀锋领主出现的方向飞去。万一石城彻底沦陷，大白可以化身白龙形态，将避难所保护1个小时，但也仅仅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此时刀锋领主如入无人之境，所过之处楼房坍塌，守卫死伤无数，无一人能挡住他的步伐。绝望的气息开始弥漫整座石城。都给我守住！守住！这是我们的家园，死守石城！城主拾起浴血奋战，带头杀向刀锋领主，可仅仅一个照面，便被刀锋领主一刀两断，化作口中美食。见到这一幕，这些守卫面露惊恐之色，但这也激起了他们的血性。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身后有着他们的亲人，有着许多孩子，那是人族的希望。他们不能退！杀呀！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这些守卫顿时悍不畏死地向前冲去。哪怕他们战力低微，但也是与石城共存亡。马勒戈壁的怪物，这片城市老子还没耍够，岂能让你们破坏？不怕死的，跟哥冲！平时欺软怕硬的街溜子们，此刻也是同仇敌忾。在人族陷入危机之时，他们依旧选择了与这些怪物死战到底。很快，大量的怪物已经涌入了城市中心。姐，这里有个人族小孩，听说人族的小孩最鲜嫩可口了。一头怪物看到了躲藏在坍塌废石中的小孩，散发恶臭的口水不断的往下流。这个小孩看到这么恐怖的怪物，脸上布满了茫然和惊恐，但惊恐中，他的脑中回想起父亲曾经教导他的画面，而他的父亲已经死在前线的战场中了。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勇气，他竟然举起手中的玩具剑，对准了面前的怪物，一股杀气竟然从一个小孩子的眼中迸发出来。来啊，我不怕你！怪物愣了一下，随之大笑起来。姐，一个人族小屁孩，还妄想消灭我，乖乖成为我的食物吧。说着，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朝着小孩咬去。小孩颤抖地挥出了一剑。就在这危急一刻，突然剑光一闪，这怪物瞬间僵直不动。下一秒，他的头颅缓缓掉落，绿色的血液喷洒而出。没有感受到死亡，这个勇敢的小孩缓缓睁开了泪眼，看到了一辈子难忘的一幕。一个白衣哥哥手持橙色战剑从天而降，将强大怪物斩杀，仿佛黑暗中的曙光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快跟其他人去避难所！说完，陆羽再次御剑而起，并全力释放飞剑术，越来越多的飞剑以陆羽为中心，将闯入这边的怪物疯狂斩杀。好厉害！石城竟然来了位如此强大的剑侠。有退役老人惊叹，随即高喊：快过来，先把这边的孩子护送到避难所。
突然，天空爆发一股巨大响声，石城的防御照碎了，大量的飞行怪物开始涌入城内。带头的三头蛟领主3颗头颅更是喷出大面积的攻击技能，火焰、剧毒、冰霜，不少人来不及躲避，瞬间惨死。完了！见此情形，逃窜的人们都停下了脚步，绝望地看着天空密密麻麻的飞行怪物。一个刀锋领主已经让众人绝望，现在又出现一个战力不低于刀锋领主的可怕怪物 BOSS， 这下恐怕救援军没到，石城就要灰飞烟灭了。该死的三头蛟，这些是我们的食物！刀锋领主怒吼一声，三头蛟领主这才收敛了一些，只冰冻逃窜的人们。糟糕！陆羽脸色一变，他没想到石城防护罩这么快就被攻破了。2大5阶 A 级领主同时出现，自己该去对付哪一头？以这2个领主的战力，任何一个都可以覆灭石城，何况还有其他大量怪物，这回真是雪上加霜。就在这时，咻！一个青年剑侠御剑而起，饱含愤怒地对着怪物怒吼：“天杀的怪物，你们有取死之道！”他叫司徒羽，是个拥有联盟天才认证的青年剑侠，刚突破6阶，浑身散发着紫光和晨光，一看就是家里有矿的剑侠。司徒羽休假回石城探亲，却遭遇怪物入侵石城。他本想着且战且退，保护家人离开石城，却没想到三头蛟领主突然攻破防护罩，一个大冰霜技能喷下，直接把他的家人全冻住了，这才癫狂地杀向三头蛟领主。三头蛟领主愤怒咆哮，与之在空中战斗了起来。那是什么人？他好像挡住了三头蛟领主。面如死灰的众人又一次看到了希望。陆羽也是首次见到他以外的剑侠，似乎战力还不错，但要想单挑打赢 A 级5阶三头蛟领主，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从他的伤害、技能威力就能看出一二。这时，一个满脸血污的身影出现，他骑着一头飞行坐骑，也杀向了三头蛟领主。那是总队长。陆羽认出了来人，看得出来，总队长这是想联合青年剑侠先击杀三头蛟领主。有总队长协助那剑侠，应该可以给我争取足够时间。陆羽低语一声，随即看向不远处的刀锋领主。看到有6阶剑侠出现，刀锋领主嗜血一笑，想要去分一杯羹，品尝6阶剑侠的滋味。随即，刀锋领主准备释放大范围技能刀锋领域，将自杀式缠住他的人族蝼蚁统统灭杀。三头蛟领主有大佬挡住了，可这刀锋领主谁来挡住啊？天要亡我石城啊！石城的守卫已经死伤惨重，再无一战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刀锋领主释放大招来秒杀他们。就在刀锋领主大招即将释放的一瞬间，陆羽以剑神之姿御剑而至，斩魔拔剑术，吃负84000。谁？刀锋领主的技能被强行打断，血条掉了近1/10。第25章无敌剑神技，斩魔拔剑术。瞬发型剑神技可单体或者范围攻击的强大剑技，拥有100%穿透效果，并会对斩中的目标造成短暂的封魔效果，阻断一切施法。若只是攻击一个目标，可额外造成1倍真实伤害，目标越多，额外真伤越低。刀锋领主露出惊惧神色，在这小小的石城之内，竟有人能强行打断他的施法。别说是他，就是一众守卫也是集体石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位突然出现的剑侠。不是剑神，没错，他们从陆羽身上看到了开天剑神那般的无敌风采，那股可开天辟地的凌厉剑威不会错的，这是无敌剑神独有的绝对剑威。其实单从威势来说，此时陆羽的剑威超越了开天剑神，因为他现在就是真正的剑神，只是等级才60级罢了。不可能，一个60级的剑侠。刀锋领主顿时有些怀疑人生了。你敢信？一个60级的小菜鸡把他一个 A 级5阶领主的大招打断，这简直是逆天！3秒内斩你！陆羽的眼中涌出浓浓的杀意，他的脑中闪过这些怪物虐杀人族孩子的一幕幕，他第一次前所未有的愤怒。今日，这群所有入侵石城的怪物，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7星剑阵起，诸怪神剑阵起，2大剑阵同时开启，陆羽的战力达到当下最巅峰。飞剑术，变身剑神后，一切剑技随心所欲，而且无需担心蓝耗，因为剑神隐藏效果就是快速补充蓝耗。可以说，剑神末世下，陆羽的法力值时刻饱满。只见飞剑越凝越多，形成万剑凌空之势，不断在怪物群里穿梭屠戮。首领级以下的怪物，不管是3阶还是5阶，顷刻间就成了剑下亡灵，惊得其他怪物疯狂远离这片区域。这一突变再次震惊所有人，就连在战斗的杨正、司徒羽和三头蛟领主都被惊动，齐刷刷地看向陆羽方向。那是哪位剑侠大佬？没听说过呀。距离太远，杨正无法看到陆羽的职业信息，加之陆羽此刻剑神形态更加没认出来。
那不是飞剑术吗？他怎么可能凝聚那么多飞剑，还操控得如此得心应手？我 A 级飞剑术也顶多同时操控数十把呀，这已经算是见到天才了。6阶剑侠司徒羽懵了，但随即他再次疯狂释放技能，杀向走神的三头蛟领主。他是要为家人报仇？你个人族小鬼，搞偷袭！三头蛟领主中招，痛呼一声，3颗头颅瞬发大范围技能，战斗再次打响。此刻，刀锋领主也反应过来，他知道不斩了这神秘的人族剑侠，大领主交代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可恶的家伙，不管你是谁，今晚绝不能让你存活！刀锋领主硬抗伤害，直接隐藏于黑夜里，消失踪迹。你们快去避难所，这里交给我！说完，陆羽目光一凝，拥有剑神之心的他，很快就能感应到隐藏在黑暗中的刀锋领主。受伤的守卫们赶紧相互搀扶着离开这边战场。死！刀锋领主借助隐身来到陆羽身后，准备偷袭。可不等他释放技能，陆羽早已准备好的超级大招神剑风暴就猛地对他释放。刀锋领主想破脑袋都想不通，这3阶剑侠怎么发现他的？要知道，他刀锋怪物一族的黑夜隐身天赋是无声无息的，哪怕是等级超过他的存在，也很难发现。最离谱的是，这个诡异剑侠他还操控着上万把飞剑，释放了2个剑阵，还抬腰在御剑飞行状态中。尼玛的，这还能释放超级剑解，同时释放5个技能，还操控得如此得心应手，10阶大剑侠都做不到吧？你说你是剑神转世都不为过吧？-33000，-33000，-33000。虽然神剑风暴的伤害不高，但这是持续性的，总伤害可比斩魔拔剑术高多了，关键是攻击范围超大。如此一番操作下来，刀锋领主的血条那是急速下降，短短不到3秒时间，已经成了丝血状态。再这么下去，无需3秒就要被这挂逼斩了。刀锋领主开启狂暴状态，陆羽的伤害都是大范围的，他避无可避，而且隐身又对陆羽无效，所以刀锋领主选择硬刚。既然对方是3阶剑侠，那哪怕再变态，血量也不会太多，有3万就顶天了。他就不信，凭借他5阶技能的伤害，还不能秒了一个3阶剑侠，就看谁先死。刀锋之舞，夜角。刀锋领主硬抗伤害，对着陆羽就是释放强力的单体攻击技能，这是锁定技，技能攻击范围内，陆羽速度再快也躲不了。不好，那少年有危险！撤退的众人转身看到这一幕，也不由得担忧起来。他们也看到陆羽职业信息是个3阶剑侠，虽然也不清楚陆羽为何攻击力这么猛，但剑侠毕竟是剑侠，血量永远是个硬伤，所以看到刀锋领主以命搏命的打法，也是担心陆羽扛不住。可下一秒，叮，-1，噗！刀锋领主当即吐了口绿色精血。他看到了什么？他一个5阶技能下去，只强制造成了一点伤害，完全不破防。这3阶剑侠的物理防御究竟有多变态？他可是拥有过万物理攻击的纯物理伤害怪物啊！众人也是满头问号，这种情况超越了他们的认知。而另一边，黑暗地下城，时刻关注10城战况的神秘黑袍人和黑暗大领主也是看得脑袋短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个3阶剑侠的物理防御完全超越了 A 级5阶领主的物理攻击，这尼玛能再离谱点？死！必须死！绝不能让这家伙活着，不然日后定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刀锋领主见纯物理攻击破不了防，也是瞬间改变思路，那就靠真实伤害，一样能灭了对方。可陆羽也不会惯着他，当即所有飞剑、剑阵伤害、神剑攻击全部攻击到他身上，顷刻间就秒了刀锋领主，时间刚好3秒。好，三头蛟领主见刀锋领主被秒，也是有了个疯狂的想法，随即狂暴释放技能，直接轰飞杨正和司徒羽2人，然后径直朝着避难所俯冲而下。他要拿避难所的孩子来威胁陆羽。在他看来，那3阶剑侠这么变态，肯定是靠着特殊天赋效果，只要实效过了，就能虐死他。不好！三头蛟领主要攻击避难所，所有人惊慌失措起来。第26章，一人一剑独守一城。谁都没想到，这三头蛟领主竟然这么阴险，知道不是神秘剑侠大佬对手，转而进攻避难所。如此一来，势必会影响神秘剑侠的攻击节奏。陆羽也发现了三头蛟领主的行为，但他丝毫不慌，有大白在，他还破坏不了避难所。咻！陆羽朝着避难所全速飞去，其他怪物们也是疯狂涌向避难所，数量难以尽数。很快，三头蛟领主已经杀到避难所这边。守在避难所的猎人小队成员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留在这边镇守的转职者们也是满脸绝望。以他们的实力，可挡不住这么强大的领主怪物。谁也没有留意到，
在大白背上正打盹的小红，他伸了个懒腰，然后睁开了双眼，瞥了一眼三头蛟领主。嗡！三头蛟领主的身形顿时停住，一股无形的恐怖威压让他生不起一丝反抗的念头，所以他就这么挂在了半空，眼中尽是惊恐之色，一动也不敢动。其他跟随而来的飞行怪物更是直接掉落下去，重重砸在地面上。众人满头问号，什么情况？那三头蛟领主怎么定在那了？黑暗怪物大领主再次懵了，搞什么？三头蛟怎么突然不动了？该死的废物，他在干什么？这三头蛟是在违抗自己的命令吗？但这显然不可能，他不会违背自己的命令，也没那个胆子。那这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出击？黑袍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时程太诡异了，一个开挂般的三阶剑侠，现在三头蛟领主又诡异不动，不敢攻打避难所，也不见有大佬出手。你去率领接应团全部攻打石城，务必要灭了那剑侠，摧毁石城，夺取全部资源。黑暗大领主命令一个5阶 S 级领主的手下出手。是，请大领主放心，在人族援军到来之前，我会带回那少年的尸体，带回石城全部资源。这一边，陆羽已经抵达避难所这边，看到三头蛟领主挂在那里一动不动，眉头不禁一皱，心生疑惑。疑惑的同时，陆羽也没有错过这个机会，直接斩掉了这三头蛟的3个头颅。如今两大5阶领主已斩杀，接下来只需要清理干净城内的小怪，这次石城危机应该就算是解除了。还有10几秒的变身时间，足够了。众人只见陆羽化作修罗剑神，一人一剑，如虎入羊群，抬手间怪物支离破碎。这是什么速度？这是什么天赋？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看到陆羽大发神威，一人屠戮上万怪物，众人那是打心底里膜拜。这世上有这么变态的剑侠吗？猎人小队没有认出陆羽，距离太远，无法查看到职业信息，只能看到神一般的身影。不多久，在陆羽强大的技能伤害下，城内所有怪物被清除。赢了，我们赢了，石城保住了。有退役受伤老人喜极而泣，举臂欢呼。可嗨嗨！杨正从废墟中起身，不断咳血，他伤得太重了，手臂都断了一根。要不是那位6阶剑侠承受了主要伤害，要不是坐骑替他抵挡了致命伤，不然早就死了。不过杨正脸上却露出了苍白的笑容，因为石城总算度过了这一次的危机，有神秘剑侠大佬出现，拯救了大家。突然，杨正的脸色大变，笑容戛然而止，因为他感受到了大地的震荡，而且越来越明显。很快，轰隆隆的声音响彻石城，仿佛有一股汹涌洪流涌向石城。在欢呼的众人纷纷停了下来，脸色又开始变得难看起来。怪物！有大量的怪物正在朝石城袭来，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可能是援军到来，那只能是怪物。而这次的动静竟然比刚才还要大，说明怪物的数量更多，不然也不会引起如此剧烈的大地震荡。快去关闭城门，重新启动防御法阵！有退到避难所这边的守卫队长大吼。虽然神秘剑侠大佬很强，但他才3阶，应该是释放了什么天赋效果才能所向披靡。但不管是什么逆天效果，都有持续时间，有冷却时间，越牛逼的效果持续时间越短，冷却时间越长。在他看来，以3阶等级秒杀 A 级5阶领主 BOSS 的恐怖效果估计快结束了，怎么也得冷却几天时间。镇守避难所的众人迅速行动起来。陆羽见状，第一时间飞到城门口这边，将城门关上，然后一人一剑，独自御剑立在城门外，静待怪物降临。此时陆羽的剑神形态已经结束，3大剑神技进入了灰色状态，需要下次变身剑神才能刷新。但这又何妨？哪怕没有剑神形态，陆羽也自信能让怪物止步城门口。奇怪，怎么灭杀攻城怪物没有经验？陆羽心里嘀咕了一句。咚！在备用材料的作用下，石城防御法阵彻底开启，足以抵挡怪物一段时间，不会像之前那般被快速破碎。不少受伤的护卫硬扛着伤势重新登上了城墙，看到了陆羽竟独自一人守在城外，背向着他们。他这是要一人镇守一城？有老者颤巍说道。他们震惊也不忍，大难当头，岂能让一个充满无限未来的后辈挡在最前方？可他们已无再战之力，可以说没有这少年，石城早就成毁人王了。轰隆隆，无数怪物奔袭而来，有刀锋怪物，有3头蛟怪物，还有许多不知名怪物，看数量足足有刚才入侵怪物的数倍，这数量起码近10万了吧。如此之多的怪物一起发动冲锋，那破坏力不敢想象。而领头的更是一头他们从未见过的可怕怪物，看起来没之前的刀锋领主强壮，但他背部有4条修长灵活尖锐触角，怀里抱着一把散发红光的魔刀，名称噬肉魔领主，级别 S 级领主 BOSS， 等级 LV150 5阶。
血量1600000。介绍：来自黑暗怪物世界的凶残领主，喜欢生吃各种活人，他的触角最喜欢人类美女。天哪，160万血量，还是拥有红色史诗级武器的 S 级领主。众人惊恐，拥有史诗级装备的领主，那绝对是怪物中的主力领主，每一个都无比强大。原以为刚才的刀锋领主和三头蛟领主已经是这批入侵怪物的最高战力，没想到还有更恐怖的。城下少年没了天赋效果，他怎么抵挡？一股绝望的氛围再次笼罩住了整个石城。面对这么强大的 BOSS， 还有这么多怪物，石城算是彻底沦为绝境。少侠，你就别管我们了，你潜力无限，快跑！没必要在这里白白牺牲，将来为我们多杀怪物报仇就是了。众人朝着陆羽呐喊，但陆羽身形依旧，白衣飘飘，手中的剑吞吐着剑芒，在夜幕中是那么的耀眼神圣。有史诗级装备又如何？ S 级领主又如何？敢上前一步，一剑斩之。第27章，刚才你砍得很爽吧？噬肉魔领主并未正眼看陆羽，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剑神之姿的神秘剑侠。此时的陆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模样，他自然也没认出来。杀了那蝼蚁，摧毁防御法阵。好，一众怪物听令，全力冲锋。飞剑术，这个技能没有冷却，只要法力值足够，就能一直召唤飞剑攻击。顷刻间，数百把飞剑浮现在陆羽面前，但这远远不够。叮，你消耗一瓶瞬间回蓝药剂，法力值回满8850。为了应对突发状况，陆羽早就给自己提前准备了大量珍贵的瞬间回蓝药剂，可直接回复1万法力值。这玩意可不便宜，一瓶需要100金币，只有在域外商城才能够买到。随着不断召唤飞剑，陆羽那是直接召唤了上万飞剑，密密麻麻，以无差别方式直射冲杀而来的怪物。噗噗噗，大量的怪物在飞剑的穿刺中倒下。4阶以内的怪物没有一个能抵挡飞剑伤害，全部被秒杀，也就一些首领级的怪物冲过了飞剑，杀到陆羽面前。死！砰！负1！见鬼！不破防！这些首领怪物露出见了鬼般的表情。七星剑阵，青莲剑舞，陆羽疯狂砍杀近身的怪物。5阶以下的首领根本抗不了几下。让我来！一个5阶首领巨大魔怪朝着陆羽就哈出了一口浓浓的黄色雾气。腐蚀毒气，负100！他的魔法防御没物理防御高，快一起用魔法技能攻击他！这魔怪咆哮一声，可陆羽岂会站着当活靶子，立马御剑飞起，尽量不被这些魔法怪物的群体技能攻击到。一个魔法技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大堆魔法技能。一个技能造成100点伤害，200个就是2万伤害，足以秒了自己。妈的，会飞的，快去堵住他，别让他乱飞，不秒了他，我们难以攻打防御法阵。有4阶领主怒吼。一时间10多万怪物被陆羽一人拖住，在上万飞剑面前，大量低级小怪不敢上前一步。这城墙上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本以为这神秘少年没了变身效果，应该不是怪物对手，可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成功拖住了10多万怪物大军，还杀了那么多怪物。一群废物！噬肉魔领主顿时暴怒起来，亏他们还自称是主力军，连一个人族3阶菜鸡都搞不定。滚开！噬肉魔领主急于寻找神秘剑侠斩杀，可没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于是果断出手。砰！史诗级魔刀一挥，飞剑就被劈开一个大缺口。噬肉魔领主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陆羽。虽然他不是飞行怪物，但他的4条触手非常强劲有力，可以反弹地面，短暂获得飞空能力。刀式斩！一接近陆羽，噬肉魔领主就拔刀挥砍，吞噬一切的刀芒斩在了躲避不及的陆羽背上。叮！负500！破了点防，但无关痛痒。陆羽的飞剑攻击其他小怪都能借助神级天赋吸血效果回满血。冷不丁被偷袭，陆羽只是冷漠地看了眼噬肉魔领主，继续躲避魔法怪物的集体魔法攻击。只要不被强行控制，那就能拖3分钟，只要变身剑神冷却一道，就是他们的死期。这一眼看得噬肉魔领主胆战心惊，他好像明白了之前的刀锋领主和三头蛟领主是怎么死的了。该死，一个人族小鬼，为何他的防御远超于我？猛地，噬肉魔领主反应过来，这小鬼的防御以及释放的技能，不就跟之前神秘剑侠的一样吗？你是那剑侠？噬肉魔领主顿时战力全开，如此妖孽，绝不能留。可无论是肉魔领主怎么砍，陆羽的血条都是满的，而他的手下已经死伤大片，城还未攻就出现这么大的伤亡，这让他如何向大领主交代？这时，陆羽突然停了下来。停下来了，好机会！
噬肉魔领主再次飞起，4条触手化作绳索般死死将陆羽捆住。接，这回看你怎么跑！3头交一族，你们在等什么？还不一起释放最强魔法技能？噬肉魔领主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所有魔法怪物早就进入狂暴状态了，一看到陆羽被噬肉魔领主控制，当即纷纷吟唱最强大的魔法技能，准备一举轰杀这人族怪物。糟糕，完了呀！他怎么不躲啊？是没蓝了吗？城墙上众人满脸的焦急和悲痛。只要这剑侠大佬一死，石城将再次被破，到时必然灰飞烟灭，再无一丝活命可能。刚才你砍得很爽吧？陆羽的声音淡淡响起。什么？噬肉魔领主愣了一下。3分钟已过，接下来该我了。下一秒，随着剑光迸发，陆羽再次化身剑神形态，无上剑威笼罩战场。噗嗤！噬肉魔领主都没看清陆羽怎么出剑，他的触手就被斩断，剧烈的疼痛随之传来。陆羽没有理会是肉魔领主，而是目光看向在施法的一众魔法怪物。斩魔拔剑术，一剑出，陆羽诡异出现在这群魔法怪物身后，所有魔法怪物被斩中，施法打断，每个怪物头顶冒出过万伤害值，但这不足以秒了他们全部。于哀嚎中前往炼狱赎罪，这是你们唯一的下场。顷刻间，恐怖的剑刃风暴，雨点般的飞剑于这片战场飞舞，剑光闪烁间，怪物之血喷洒而出，将大地染成绿色，形成绿色河流。不等是肉魔领主惊惧逃离，陆羽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将其打成残血状态，然后在众人惊骇目光下，只用平 A， 活生生将这不可一世的是肉魔领主寸寸斩断，活生生将其 A 死。丁，恭喜你获得了40乘以150乘以120等于72万金币。陆羽浑身浸染怪物绿色血液，无喜无悲。杀了这么多怪物，陆羽早就获得大量的金币，甚至财富榜入榜第1的提示早就出来了。只是陆羽并没有时间去点击。其他残活的怪物想要逃，但陆羽岂会让他们撤离？追上，全秒，这就赢了。他的逆天变身效果冷却才几分钟，众人呆滞，失败了。地下城内，黑暗大领主不敢置信，全身散发着煞气，死死盯着镜面内的剑神陆羽。大领主，不管怎么说，我半兽协会提供了珍贵道具和桥接魔窟的方法，你怎么也得付我1半怪物因子。黑袍人开口说道。该死的蝼蚁，你还敢跟我要怪物因子？信不信我现在灭了你？黑暗大领主暴怒。灭了我？除非你想彻底惹怒我们半兽协会，届时这地下城得换个主人了。要不是怪物因子只有你们自愿提供，我们才能得到，不然你以为我们会和你合作？黑袍人丝毫不惧。你找死！但黑暗大领主终究还是没有出手，而是给了对方10瓶 A 级怪物因子。回去告诉你们会长，想不想要 S 级怪物因子？如果想，我们可以谈谈新的合作。是因为这神秘剑侠吗？没错。第28章3大战神的惊人决议。陆羽没有折返回石城，而是继续追击而去。一来看看是否还有怪物，二来看看怪物是怎么绕过战线防御，进入安全区地带的。主人超过一定范围，坐骑就会主动跟随主人而去。所以大白立刻起身，带着小红朝着陆羽的方向快速奔去。陆羽的坐骑跑了，别管他，他最好死在怪物手里，不然定要告诉总队长陆羽擅自离手。猎人小队看来对陆羽脱队的意见很大。陆羽一路沿着怪物脚印来到一处平旷之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深坑，不知何原因造成的，但四周除了这个深坑并没有其他发现。陆羽可以确定这里应该就是怪物潜入的地方，应该是用了什么特殊方法。2个小时后，4号战线的援军终于抵达石城。看到满地的怪物尸体，还有在打扫战场的众人，援军们懵了。不是说大量怪物入侵吗？不是说石城被攻破了吗？怎么战斗结束了？看样子好像是石城赢了，怪物死绝了。难道有高阶大佬来支援？不对啊，如果有高阶大佬出现，总司令就不会一直让他们不断加快脚步。这是怎么一回事？石城城主何在？长官，我们城主战死了。一番了解才得知，有2波怪物袭击石城，全都被一个神秘3阶剑侠秒了。等等，你是说一个3阶剑侠化身剑神，先是秒了2个 A 级5阶领主，杀了数万怪物，然后又独自一人镇守石城门外，一人一剑独战近10万怪物，以及一个 S 级5阶领主，还是拥有史诗级武器的领主。援军总指挥感觉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要不是5星猎人杨正和6阶剑侠司徒羽也站出来作证，他有理由怀疑这些幸存下来的转职者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回长官，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个神秘剑侠呢？他全灭第2波入侵怪物后，沿着怪物出现的方向追击去了，还没回来。
总指挥闻言，立即派大队前去搜寻，然后指挥治疗队救治石城的伤员。这时，陆羽才清洗干净身上的怪物血迹，换了套休闲衣服，骑着大白归来。三阶剑侠，少年，这是拯救石城的神秘剑侠吗？众人一个个上下打量着陆羽，无论身形、职业、等级都很匹配啊。之前那神秘剑侠浑身被怪物之血浸染，众人无法看清他的模样。此时陆羽早已做好暴露的准备，毕竟在众人面前毫无遮掩地展露剑神之姿，十有八九被认出来了。故而昂首挺胸，自己就当一回大佬吧。可一声斥喝惊醒了众人：“陆羽，你擅自离队，可治罪。”总队长杨正也是眉头一皱地看向陆羽：“你离队了？”报告总队长，当时情况特殊，何况我也并不完全是离队，留下了坐骑和战宠，我去杀怪了。陆羽下马，如实汇报：“杀怪？你别说你化身剑神了，一人拯救了石城。”一个队员讽刺道：“是啊。”陆羽没否认。噗，呵呵，你脸皮还真厚。猎人小队无不翻了翻白眼，就你一个刚转职不久的新人，几斤几两我们还不知道，还想占领大佬的大功劳？你丫的还要点脸不？看你全身上下干干净净，只怕不是去杀怪，是怕死躲到哪里避难去了吧？毕竟避难所也算是危险地带，是怪物必攻击之地。经猎人小队这么一闹，原本怀疑陆羽就是那神秘剑侠的石城转职者纷纷摇头。如果这叫陆羽的是这支猎人小队的成员，那应该不可能是那剑侠大佬。那等绝世剑侠，要么是联盟总部的超级天才，要么是独自磨练的孤傲剑客，断然不可能是 F 战区的一个小小新晋猎人。哎，不是，我真的是刚才的剑神大佬，你们怎么就不信呢？陆羽一脸无奈。好吧，这也省了不少心。陆羽，念你是初犯，又是第一次经历怪物攻城，就不追究你的离队之事，下次必须坚守使命。杨正没有怪罪陆羽，实际上没有剑侠大佬出现，全部人都会死，谁也守不住。陆羽擅自离队也情有可原。这次遇到突发事件，联盟总部也会派人过来这边调查，小队活动暂时取消，除了陆羽，其他人正常获得本月活动军功。陆羽，你可有意见？杨正公事公办。报告总队长，没有意见。对于这点军功，陆羽还是不在意的，何况站在总队长角度，自己没有遵守命令，算是犯错误了，没惩罚已经算是总队长关照了。随即，陆羽跟着队伍原路返回龙城。S 战区联盟总部，三大战神召开了紧急会议，所有战区总司令第一时间连线总部。初步调查结果已出，怪物不知通过什么方法，直接连通了 F 战区安全区区域，打开了一个传送通道，这才有了怪物奇袭石城一事发生。根据石城幸存者的交代，入侵的怪物最高等级是150级，所以初步分析是怪物打开的通道顶多让5阶的怪物通过。另外是出现一名神秘年轻剑侠，可化身剑神，以一己之力斩杀全部怪物，拯救了石城。不过那神秘剑侠去追击怪物后消失了。F 战区总司令薛元虎汇报道，此次事件告诉了我们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怪物可以通过特殊方式直接绕过战线入侵到安全区，所以我们得改变防御部署，必须在安全区每个城区留下一支军团驻守，以防石城事件再次发生。另外加派人手，加大调查区域，一定要查明怪物传送的情况。至于那神秘剑侠，既然肯出手拯救石城，那说明即使不是我们联盟的人，也不是仇视联盟的人，不然不会出手。尽可能找到他，确认他的身份，问他愿不愿意来联盟总部效力。如若愿意，我们会以第4战神培养他。三大战神对此早有决议。哗！众大佬闻言无不震惊。第4战神，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那神秘剑侠值得吗？不过一想到这剑侠能独自一人以3阶等级团灭10几万怪物，秒杀5阶 S 级领主，确实有成为战神的潜力。不，应该说是有超越战神的潜力。毕竟换作是年轻的战神，也不可能拥有这种战绩。再说，若没有他，石城10几万人的生命都将葬送在怪物口中。他现在可是人族的英雄。另一边，百里通也是得知了石城的详细情报，顿时有些激动起来。3阶剑侠，化身剑神，不会错的，一定是宇哥，他就是那神秘年轻剑侠。宇哥，等着我，爷爷答应我了，只要我在2个月后的血色试炼获得第1名，他就不再管我，到时我们就可以见面了。第29章，父母。路上，陆羽点开了财富榜，定你的金币数额56亿，荣登财富榜第1，是否要上榜？否。经过石城一战，陆羽也意识到自己的缺陷，那就是生命值和魔法防御不够，不化身剑神的前提下，蓝量也缺。于是，陆羽打开了联盟商城，
打算购买一本3阶可学的剑侠技能书，将6个技能格填满。联盟商城是一种寄售商城，所有的转职者都可以在上面寄售物品，甚至还可以收购物品。咦，分身技能？陆羽没想到在寄售商城上会碰到这种珍贵的保命技能，果断购买。丁，你花费2000金币购买了2阶 F 级剑影分身技能书，还挺贵，不愧是剑侠职业技能书，价格比其他任何职业的都高。另一边，怪物森林，大哥，我们刚刚刷出来的剑影分身技能书定价太高了吧？没有哪个冤大头会买的吧？三妹，你太小看敢选剑侠职业的土豪了，他们花钱如流水，一定会有剑侠喜欢这个技能的，这可是罕见的分身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定，你寄售的剑影分身技能书已售出，到账1800金。天哪，大哥，技能书卖出去了，这才挂上去3秒啊，我们发财了！快看是谁买的，尽量加上好友，这可是大土豪。大哥，对方匿名了，已经给对方发送了好友申请。丁，潘铁莲请求加你好友，是否同意？这一边的陆羽马上就看到了一个好友申请弹了出来。潘铁莲，铁的不要。否。学习技能后，陆羽用之前开出的 S 级卷轴将此技能直接提升为 S 级技能。名称：剑影分身，品级 S 级，等级3阶 LV0，需花费金币升级。技能效果：分裂与本体一模一样的分身迷惑目标，在一定范围内可操控分身行动。目前分身只有本体30%攻击力和防御力，且无法释放技能，技能结束消失。S 级可制造7个分身，冷却15秒。提示：此技能升级可提升分身攻击力和防御力。这还是个分身附带攻击力的可操控技能。陆羽倍感惊喜。据他所知，其他职业也有分身技能，但大多是虚体，不会攻击目标，也不会移动。跟剑影分身比起来，他们弱爆了。所有战斗职业一共有多少技能，谁也不知道。这剑影分身绝对是第一次被人刷到，不然早就有剑侠凭借此技能出名了。有了这个技能，起码在剑神形态冷却时间内多了一份保命手段。所以陆羽想都不想，直接将这个技能升级到了 LV60。接下来，陆羽继续浏览联盟商城，看看有没有什么适用的宝石购买。如今有了足够金币，可以提前准好高级宝石，以后有了极品装备就可以直接打上，大大增加属性。但扫了一遍，陆羽无语的发现，根本没人售卖体力宝石、攻击宝石等必须宝石，大多是抗性宝石等非必须宝石。想想也是，体力宝石能增加生命值和物防，是所有转职者首选镶嵌的宝石，而攻击力宝石、暴击宝石等是2选，抗性宝石等才是最后选。一般刷到体力宝石的转职者，往往自行使用了，或者私下高价交易。陆羽只好在域外商城大量购买宝石宝箱。名称：宝石宝箱。介绍：随机开出各级别宝石、打孔材料、镶嵌符、合成符等。售价50金。陆羽看到这个价格，眼睛都不眨一下，然后就是加99个宝箱一次性开启。定，你开出了1级打孔材料。定，你开了个寂寞，请再接再厉。定，你开出了1级火抗宝石。时间很快过去2天，小队回到了怪物猎人大厅。诸位，你们领了活动军功后便自由活动吧，因为上头发布了新战略部署命令，所以接下来的2个月的活动暂时取消。不过你们也不要因此松懈，2个月后的新生代血色试炼，你们可以争取下。我不求你们能得到特殊秘境门票，只希望你们能完成试炼，获得联盟奖励。说完，杨正便前往治疗室疗伤。战区总司令为了奖赏杨正保卫10成有功，奖赏了他新的战宠和坐骑，还奖励了1件5阶紫色装备，并提供免费治疗。解散后，众人各自组队去做任务，没有一个搭理陆羽。在他们想来，一个逃兵不值得他们交往。对此，陆羽却不在意。在连续开了2天宝石宝箱后，陆羽的金币只剩下了几个亿。现在的他背包里全是宝石、镶嵌符等材料。要不是陆羽购买了个10几个超大空间的百宝箱，域外商城可直接购买一个10万金币，不然背包早就装不下了。看来合成宝石也是个花钱又耗时的活。陆羽嘟囔了一句：咦，陆羽弟弟，你总算出现了，你的申请通过了，你的父母也同意见面，你什么时候方便去备战区？黑丝美女主动来到陆羽面前。通过了。陆羽满心欢喜，他已经好久没见到父母了，一直以来也不知道他们在战区过着怎样的生活，因为他的爸妈从来不会像其他的父母一样，整天嘴边挂着自己如何辛苦，赚钱不容易，让孩子懂事点之类的话。现在好了，只要见上面就能让父母好好享福。我现在就方便，请问怎么过去？你拿着这申请通过表，搭乘怪物猎人厅前往备战区的坐骑就可以了。好，谢谢。陆羽高兴地塞给了对方1000金币。
看着这金光闪闪的1000金币，黑丝美女捂住了合不上的小嘴，一脸的不可置信。陆羽也知道，花钱办事效率最快，这在哪个世界都是适用的真理。小半天后，陆羽抵达了备战区。你先在这会面室等等。一个工作人员接过陆羽的申请表，便去通知陆羽的父母。陆山、秦云之，你们的儿子陆羽来了，在666号会面室。此时休假一天在宿舍的陆山和韩云之得知儿子陆羽来了，那是满脸欣喜，赶紧第一时间赶去会面室。羽儿，儿子！一见面，韩云之就激动冲过去抱住了陆羽。陆山也是凑了过来，紧紧抱住陆羽，两人一个大男人，此时眼眶都有些红了。上一次见面，陆羽还在学校，一眨眼都半年没见了。爸妈，你们辛苦了。陆羽眼睛里也有泪水打转。他虽然是个穿越者，但他是胎穿而来，但他早已经把他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父母亲人。爸妈给你们留的生活费够花吗？大妹、小妹现在可还好？韩云之激动过后，赶忙问长问短。没花完，大妹、小妹现在吃好穿好住好。爸妈，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们买的新房子。陆羽打开了手机相册，点开自己和2个妹妹之前在新房子的合照。这……陆山和韩云之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这大房子怎么看都像要几千万啊！儿子哪来的钱？等等，之前上头突然照顾自己2人，会不会是因为儿子的原因？雨儿，你告诉老爸，你是不是抽到了超级天赋？老爸，为何这么问？前段时间我和你老妈都得到上面大人物关照，工作量大大减低，福利待遇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如果不是因为你抽到高级天赋，他们怎会突然这么照顾我们？有这事？陆羽惊讶，这事他还真不知道。他一直以为父母在辛苦工作，难道是魂影组织？不可能，魂影组织应该不会做多余的事。那会是谁呢？难道是百里通？第30章见面，震惊2老。十有八九应该是百里通的原因，因为来到龙城集中营后，自己也就认识这么一位朋友。而且百里通有诸多地图，还敢公开售卖，却没任何人来调查，这本身就很不正常。只能说明百里通这小胖子身份背景很吓人，不然以父母老实巴交的性格，不可能得到上头的提携。集中营赵烈阳，大佬，是我提携的，不是胖子啊。老爸老妈，实不相瞒，我确实抽到了顶级天赋，还完美匹配剑侠职业。真的？2老欣喜过望，就像做梦一样，一时还接受不过来。好啊，咱们老陆家的命运齿轮要开始转动了。雨儿，那你是通过了联盟总部的天才认证，得到了联盟福利才买的房吧？上头才因此提携我们的吧？韩云之喜极而泣道。老妈，其实我没有去参加联盟总部的天才认证。什么？没有？那是怎么回事？陆山和韩云之都疑惑了。老爸老妈，这是说来话长，总之我抽到了顶级天赋，所以我才没去联盟总部，这事以后再和你们细说，你们要相信你们的儿子。陆羽没直接说系统，因为说出来父母也理解不了，这已经超越世间的认知了。顶级天赋？这怎么可能？2老只觉天旋地转，这太惊人了。顶级天赋啊，在他们的认知里，顶级天赋就是传奇天赋了，这是能抽得到的。2老忍不住对视了一眼，他们自然是相信儿子的，所以也没有追问到底。这个世界，天赋决定潜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金币。只要有大量金币，哪怕没有好的天赋，凭借氪金也能成为顶流转职者。陆羽知道这很难让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爸妈相信，因为这说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说的难听点就是做白日梦，异想天开。所以陆羽直接化身剑神，还照出了坐骑排行榜第1的月白龙驹。这会面室是封闭的，陆羽也不担心会被外面的人看到。天哪，这不是前段时间传的沸沸扬扬的 S 级坐骑月白龙驹？这是儿子的坐骑。此时陆山和韩云之哪怕再不信，也不得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何况这是他们的儿子，又岂会欺骗他们？快，儿子，快把坐骑召唤回去，别被人看到了。韩云之急切说道。等等，儿子，你刚才的天赋变身怎么那么像近日盛传的拯救10城的年轻剑神？陆山忽然反应过来，他现在工作时间少，闲暇之时也会关注频道实时信息，知道10城一事。神秘年轻剑神，这个消息早就流传整个 F 战区了，甚至有10城的退役老人将年轻剑神大发神威，剑斩 BOSS 的场景拍摄了下来，发到了战区频道上。他再次翻开视频，跟现在化身剑神的儿子对比了下，造型还真的是一模一样。老爸，没错，视频内的年轻剑神就是我。当时我和猎人小队总队长去参加月底活动，路经10城休息，就遇到了怪物袭击10城。好在那些怪物最高150级，我就化身剑神把他们全斩了。
陆羽说的云淡风轻，但韩云之却听得泪流满面，再次紧紧抱住儿子。他是知道怪物攻城是多么危险的事，那种情况下，儿子一人独占那么多怪物，身为母亲的他岂能不心疼？万一儿子出了什么事，自己都不敢想象了。儿子，下次可不能这么冒险了。老妈，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的。何况我还没给你们养老，还没看到大妹小妹嫁人，还没给你们娶个儿媳妇呢，我不会轻易冒险的。这时，陆山重重地拍了拍陆羽的肩膀：“儿子，好样的，你拯救了10城，是咱老陆家的骄傲，老爸为你自豪。”此时，陆山和韩云之依旧如在梦中，但却是被幸福紧紧包裹的美梦。太梦幻了，才半年时间，儿子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大英雄，还是年轻剑神。儿子，现在联盟总部都公开奖赏找你，你打算怎么办？继续独自发育，还是……震惊过后，陆山说到了重点：“老爸，我还想再积累一段时间。你也知道，这世上可不止一个人族联盟，还有许多神秘组织，更有虎视眈眈的怪物。而且我喜欢自由的感觉，不喜欢约束，剑侠自当逍遥自在。”陆羽说出心中的想法。这也好。不过羽儿啊，你切记，以后若是成为真正的剑神，一定要打败所有的怪物，重建我们曾经美好的家园。会的，爸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陆羽对此充满信心。老爸老妈，儿子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你们也就不必留在这了，辞职回家享福吧。大妹小妹可想你们了，做梦都想。这事我们得认真考虑一下。怎么，老爸老妈，你们还想留在这？儿啊，人族势弱，怪物凶残，爸妈虽然只是普通生活职业转职者，但也能为人族未来贡献一点微薄之力。这些天，陆山虽然任务量不多，但也是每日完成铁匠标准的量。儿子，你爸说的对，我们先辈一代接一代，从没停止过为了美好明天而奋斗。虽然这里苦，但有我们自己的使命，真让我们提前回家享福，我们估计会闲出病来。韩云之也是认真说道。儿子，你的心意我们懂，这样我们向上头申请休假，好好陪陪大妹小妹，直到他们开学，以后每月固定回家一趟，如何？陆山保证道。此刻陆羽有些明悟，在回龙城路上，总队长看向自己的目光为何有些失望了。使命是每个转职者必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人族抗衡怪物的意志和信仰传承。老爸老妈，我懂了，不过你们要为人族做贡献，等级可不能落下。这些金币你们收着，可以助你们快速提升等级，等级高了才能做更多的贡献。儿子，那你呢？老爸老妈，你们不用担心我暂时不愁没有金币花。对了，老爸老妈，你们可有认识的宝石师？我有大量宝石需要合成一下。有啊，我有一个老同学，就是你以前见过的胡叔，他就是转职宝石师，只是家里没啥钱，所以跟我一样，等级一直提不上去。那正好，我开了一点宝石宝箱，得到不少宝石合成符，就麻烦老爸去找胡叔帮我合成一下，也顺便可以提升胡叔的等级。那没问题，不多的话1、2天就可以搞定。咚咚咚，陆羽一下拿出10几个超级宝箱，笑道：“就这么点了？10几个超级宝箱装满，还全是宝石合成符。儿子，这就是你说的一点，你还能再夸张点不？”第31章，用1整箱百宝箱的宝石当报酬。会面时间即将结束，老爸老妈，这是2个 A 级飞行坐骑宠物蛋，给你们以后代步用。陆羽想起生活职业虽然无法契约战宠，但可以契约坐骑，刚好之前开宠物宝箱开了不少的坐骑。A 级飞行坐骑给我们，这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给大妹小妹吧。陆山和韩云之当即拒绝，太奢侈了，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职业，用这么高级的坐骑，感觉太浪费了。大妹小妹的坐骑不用担心，我将来会开个 S 级的给他们，到时也顺便给爸妈开个。爸妈，你们现在就先将就着契约 A 级的。听儿子这么说，二人还是有一些恍惚，这太梦幻了，想不到我陆山有一天能拥有跟龙血战神一个级别的坐骑。老伯，快捏一下我看疼不疼？风韵犹存的韩云之轻轻地打了一下陆山，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告别父母后，陆羽便直接前往迷雾战场。等级越高，升级越慢。迷雾战场的怪物多，可以快速积累金币和提升经验。还有2个月时间就是血色试炼开启，陆羽得在这段时间尽快升到90级。血色试炼，那是人族进入星辰幻界获取星元石资源唯一的途径，而星元石对人族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源，是必争的资源。转职神石、进阶神石的充能、传送阵、战区大型防御阵、魔阵炮等都需要用到星元石。之所以叫血色试炼，那是因为怪物也能进入星辰幻界，数量比人族多，还都是领主级强大怪物。他们也抢夺星元石，
那自然免不了一场血色厮杀。只不过星辰幻境有等级限制，只有等级不超过90级的人或怪物才能进入。往年参加血色试炼的新生代都是数千人，但能活着回来的顶多100来人，带回来的星元石也刚好勉强支撑联盟1年的使用。根据往年的试炼奖励，带回星元石最多的5人都可以额外获得一张珍贵的秘境门票。秘境内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爆率也比其他地方的怪物高。最关键的是会爆稀有的货币，可以兑换更高级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域外商城可买不到。陆羽拥有爆币系统，只要踏入这些特殊区域，那就能对应解锁相关货币。所以，陆羽无论如何都要拿到一张门票。另一边，陆山夫妇找到老同学胡石，老胡又在喝茶呢。陆山大大咧咧地走进老胡的工作室，哟，弟妹也来了，快请坐。倒了2杯茶，胡石这才满脸苦涩诉苦道：“老陆啊，你也知道，宝石工作量不同于其他生活职业，而我一没人脉，二没金币，别说宝石镶嵌了，就是宝石合成的任务也很少轮到我。早知道我就该听老师的，别选这些高大上的生活职业，跟你一样，选个铁匠养家糊口，也不至于你孩子都3个了，我还是个光棍。对了，小雨毕业了吧？你们没请假回去吗？”陆山和韩云之相视一笑，道：“没回去，不过这孩子自己申请来找我们了，还让我们找人帮他合点宝石，这不我们就找你来了。”啊，小雨这孩子刷到宝石了？不是，他不是刚转职不久吗？据我所知，低级怪物可很难爆宝石的，不会是你们给了他金币开宝石宝箱吧？可你们……见老胡抓头挠耳的模样，陆山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老胡，你跟我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对于你以及你的为人，我非常放心。实不相瞒，小雨有些机遇，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现在我先给你1箱低级宝石和低级合成符，你先合着，顺便升级。说完，陆山就从背包拿出一个百宝箱。天哪，这是百宝箱吧？10万金币一个呀！老胡瞪大了眼睛。猛地，老胡反应过来，老陆，你不要告诉我，这一整箱里都是宝石和合成符。是啊，这只是其中1箱，等你喝完了，我再过来给你1箱。噗，还有1箱？尼玛，这宝石可是战斗职业必需品，同品质同等级的装备，打上宝石和没打上宝石可是完全2种装备。除了怪物有低概率爆出以外，只能从域外商城购买宝石宝箱开出，可宝石宝箱开出宝石的概率也不高。老胡迫不及待打开百宝箱，顿时呼吸紧促。卧槽，全是体力宝石！小雨他究竟得到了什么机遇？哪怕是1级的体力宝石，都是有价无市啊！老胡感觉自己的小心脏有点承受不住了，太尼玛离谱了！他来备战区几10年，合过的体力宝石次数屈指可数，可想而知，这体力宝石是多么稀缺。很多土豪花了几万金币，可能都没开出一颗体力宝石。你这整整一个百宝箱，要不要这么离谱？小雨究竟得到了什么逆天机遇，能有如此造化？老陆，谢谢谢谢，有这么1箱宝石，我的等级定能迅速提升，我免费帮小雨合成。哎，那怎么行？合成宝石也是体力活和精力活，给这1箱抗性宝石就当是给你的报酬。我勒个去！老胡此刻表情极度夸张，都严重变形了。用1整箱百宝箱的宝石当报酬？虽说抗性宝石价值不高，但最低级的1级抗性宝石市场价也值80金币，这么一大箱得多少钱啊？老胡，你先别忙着拒绝，以后小雨少不了找你打孔。镶嵌宝石还有我家大妹小妹，以后也需要麻烦你，这算是提前的定金了。可是，别可是了，赶紧收下，抓紧和宝石升级。我们夫妻俩也准备去采购材料，提升等级了。老胡也知道，如果自己不收，那老陆绝对会很不高兴。好，我收了，今后我老胡就是你们老陆家的专属宝石师。陆山和韩云之这才满意的回去。时间匆匆，很快2个月过去。迷雾战场，陆羽站在怪物尸体堆积的尸山之上，神情冷漠地盯着前方气喘吁吁的6阶 B 级领主。名称：毒蝎领主，级别 B 级，等级 LV169 6阶。这片区域属于迷雾战场的中围，是中高阶怪物出没之地。陆羽在外围升到90级后，就前来了这边积累金币，顺便提升战斗经验。而要想快速提升，只有跟这些强大的怪物 BOSS 单挑。好，该死的人族小鬼，我跟你拼了！血毒咒，毒蝎领主狂怒出击，剑影分身，咻咻咻！陆羽7道分身出现，毒蝎领主的技能全部落空，紧随而至的是陆羽不间断剑技打击，残血的毒蝎领主毫无悬念的被击杀。叮，你获得169乘以40乘以4等于27040金币。在不化身剑神的情况下，我现在的战力相当于6阶 B 级领主，
再高就很难击杀了。看看时间，已经2个月了。此时，龙城已经开启了新生代血色试炼报名，报名结束就会前往联盟总部开始试炼。大白，走，回去报名。第32章 S 战区在天上。龙城血色试炼报名处，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但聚集在这里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今年参加血色试炼的比往年都多。毕竟只要带回1颗星原石，都能获得对应等级的绿装奖励。而且今年有3大超新星，还有战神孙子带队。有大白赶路，陆羽倒是不着急，回到龙城地带，陆羽就召回了大白，改为御剑飞行。你好，我来报名血色试炼。拿出你的身份卡。陆羽将身份卡递上。好了，明天8点准时在这里集合，届时 F 战区所有参赛的新生代一起前往 S 战区的联盟总部。4日一早，近1000个新生代集中在了一起。这些新生代基本都达到了90级，都是有信心在此次竞技赛中获得1000名内的名次，得到联盟大奖励。相对于其他途径，这是大多平民孩子5阶前能获得极品装备的最佳途径。陆羽，你也敢报名？跟陆羽一个猎人小队的李卷看到了陆羽，不由得有些惊疑。就是你一个普通剑侠，哪怕等级到了90级，没有好装备，去了也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好好先去为进阶4阶做准备，起码下个月的月底活动，你可以凭借等级优势不会拖我们的后腿。另一个队员也是好心劝说，我猜他主要是去见一下世面，血色试炼可是我们唯一一次能直接前往联盟总部的机会。说的也是，不过为了见世面而浪费时间，有点不值当。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陆羽对此笑而不语。真正的强者从不争辩，只靠结果说话。好了，都安静，时间已到，全部参赛者随我出发。一个粗犷的狂战士带着众人来到 F 战区司令部。众人不解，不是要去 S 战区联盟总部吗？来这里干什么？突然，地面上亮起璀璨的魔法光芒，众人这才震惊地发现，他们身处在一个巨大的魔法阵之内，四周有高阶阵法师在启动法阵。这不是战区独有的传送法阵吗？有见多识广的富二代惊讶出声。这时，狂战士淡淡开口：“这是战区传送阵 ，S 战区与其他战区不同，无法通过坐骑抵达，只能通过传送阵。”啊！众人懵了。还有这事？在学校，老师并没有介绍过 S 战区，众人一直都以为 S 战区就跟其他战区一样，只不过是联盟总部所在的特殊战区。万万没想到 ，S 战区是需要传送阵才能抵达，可没听说过蓝星世界内有什么地方需要传送才能抵达的。哪怕是最凶险的深海战场，也可以通过谁属性坐骑抵达。一群菜鸟，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学校没学过吧？老子给你们普及一下知识。S 战区不在蓝星世界，而是在天上。狂战士指了指天空。什么？在天上？众人瞠目结舌。陆羽内心也是惊讶不已。联盟总部在天上？难道这世上真存在天空之城？其实天上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确切的说是在域外战场。狂战士补了一句：不是，前辈，域外战场不就是各个战区外的战场吗？有人发出了疑问。谁告诉你战区外的战场就是域外战场了？我们战区外的战场只不过是被怪物占领的蓝星家园罢了。真正的域外战场是连接蓝星世界和怪物世界的通道，那条巨大无边的通道才是真正的域外战场。狂战士此话直接震得众人头晕目眩。卧槽，还有这事？那为何学校没有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哼，那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接触不到域外战场，要不是你们参加新生代血色试炼，也不可能会接触到。狂战士咧嘴一笑：前辈，我有一个疑问，既然域外战场不在蓝星世界，那为何我们人族先辈不把蓝星世界的怪物先清理干净，再全力对付域外战场的怪物？陆羽问出心中的疑惑。狂战士赞许地看了眼陆羽，说道：其实不是我们先辈不清理蓝星世界内的怪物，而是没法清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杀之不绝。这……众人更加疑惑了。陆羽却若有所思道：前辈的意思是，入侵到蓝星世界的怪物其实也是由一个可怕的领主衍生的，而这个领主在域外战场，所以蓝星世界内的怪物是无法清理掉的。哈哈，聪明！好久没遇到这么聪明的后辈了，真是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回前辈，晚辈叫陆羽。小子，我看好你，希望你在血色试炼大放异彩。狂战士毫不掩饰地夸赞陆羽，这可让其他人一阵羡慕。随即，狂战士便给众人详细解释了下。众所周知，只要领主级怪物不死，那在该领主领域内衍生的怪物被杀后，隔一段时间就会刷新。就如陆羽刚才所说，入侵蓝星世界的怪物
确实是由一个更可怕的怪物领主衍生，而这个怪物领主绝对是超越十阶的存在，不然不会衍生出10阶 S 级的领主。哗，超10阶的存在，那不是比3大战神还可怕的存在？那人族岂不是永远也没希望战胜怪物？不过大家也不必绝望，也许是域外战场特殊禁制的原因，那神级怪物领主无法踏足域外战场，所以3大战神才能镇守在 S 战区，阻止更多的怪物入侵到蓝星世界。你们要坚信，人族只会一代更比一代强，总有一天会诞生一个超10阶的神级救世主，率领人族杀过域外战场那边，将怪物驱逐出去。狂战士的话语让众人重拾信心，坚定信念，人族会有恢复美好家园的一天。陆羽则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看了眼自己的神级天赋，还有暴毙系统。现在的自己还太弱了，他没想过要当什么救世主，他只想保护自己的家人，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毕竟谁也不知道，那超10阶的怪物领主是不是真的不能进入域外战场？万一可以呢？只是他不屑进入。至于所谓的救世主，人族的希望，想到这个，陆羽只是笑了笑，希望自己可以成长到拥有救世主的实力吧。待血色试炼一结束，自己就得加快速度升级，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总不会错的。这时，阵法师终于启动了传送阵，都闭上眼睛，要传送了。随着狂战士一声提醒，众人闭上了眼睛，传送光芒顿时亮起，一条通天魔法光柱出现。下一秒，众人集体消失在传送阵内，抵达 S 战区。第33章龙血战神孙女是战舞。映入众人眼前的是一座钢铁城堡，这城堡是以黑红色为主体，倒不是构造城堡的材料是黑红色的，而是被无数先辈的血液染成这样的。这城堡的防御是陆羽见过最强的，但四处却依旧出现无数裂痕和修补过的痕迹。单从这方面就可以想象到 S 战区一直以来经历着怎样的残酷战斗。这个战区只有正规军和怪物猎人，以及备战区的高级生活职业转职者，没有其他任何组织的成员。因为这里是人族联盟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的防线，在这里的只能是人族联盟军团的精英。抬头一望，天空之上除了往来巡逻的飞行骑队，还有大量飞行怪物在云端之上对着 S 战区虎视眈眈，但他们却丝毫不敢靠近，只因天空之上还有一座悬浮着的巨大堡垒，号称人族希望的天空之城联盟总部。这时，几条好友信息弹了出来，是百里通发来的。好家伙，这胖子原来不在 F 战区，是在域外战场这边的 S 战区，难怪之前发信息给他一直没回复。宇哥啊，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参加血色试炼。之前我被爷爷带回 S 战区了，这里不是蓝星世界，所以一直无法给你回复。现在好了，你来了，我能回复你了，我想死你了。宇哥，你可一定要帮我啊，我爷爷可是答应我了，只要我拿下此次试炼第1名，他就不再管我，到时我们就又可以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陆羽有些无语，不过这百里通怎么说也帮衬了自己父母，帮帮他也无妨。陆羽给百里通回了句没问题，反正我的目标只是一张门票。嘿嘿嘿，我就知道宇哥对我最好了，有宇哥和我强强联手，绝对稳。其他各区参加试炼者有序排队，准备前往天空之城。这时，有一支飞行骑队飞来，载着众人陆续升空，仿佛升降机一般。当抵达联盟总部，陆羽也是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到。这里非常大，大到堪比安全区一座小城。整个联盟总部的构造是以4个小五角星大楼守护着大五角星大楼构成，而大五角星便是人族联盟最高权力中枢，人族3大战神坐镇之地。一众新生代被带到一个小五角星大楼广场里，别以为这里很小，足以容纳数万人。S 战区的新生代早就在这里集合，看到其他战区的试炼者抵达，他们无不露出傲气姿态。虽然这让其他战区的新生代很不爽，但人家有自傲的资本，因为他们都是新生代里的精英新星，其中还有联盟总部认证过的3个超新星天骄，当然更有超级大佬的新生代后辈也会来参加。据说天神的孙子已经公开确认参加此次试炼。参加试炼者全部集合，人数足足有1万人，可进入试炼之地的名额占满，这是有史以来人族联盟第一次满名额。这也难怪，毕竟这一届出现了3个超新星，还不算超级大佬的后辈，还有其他史诗级天才也比往年多，今年可谓是人族有史以来最黄金的一代。自然，除了特别胆小的、不自信的、害怕的，其他基本都来了。只见一个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精神抖擞地走上了高台，她一头短发，穿着5星军装，是大吓人。她叫释战舞，今年25岁，是龙血战神释天行的孙女，负责这一届血色试炼。大家快看，那好像是电视上出现过的龙血战神的孙女，我们见到真人了。有人激动的忍不住出声。
作为新生代的血色试炼，联盟自然不会安排老一辈的来主持，一般会安排30岁以下往届的冠军来主持。这一届便是试战5被安排当负责人。联盟语，我叫试战5，我只说3点。第一点，星原石，待会试炼之地星辰幻界便会开启，你们都会得到一个进入提示，那里面有我们必争的战略资源星原石，这种资源也只有在星辰幻界才能获取。星辰幻界每年这个时间开启后会维持1个月时间，我们会根据你们带回来的星原石数量进行排名，哪怕只是带回1颗，也能获得1件3阶绿装奖励。第二点，星原石，值得提醒的是，除了我们联盟，在域外战场的其他势力之人以及怪物都会进去抢夺星原石。另外，里面还有特殊怪物星兽，虽然等级也不会超过90级，但极难单杀。第三点，还是星原石，你们一定要在保障活着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收集星原石，因为活着才有资格带回来。我话讲完，你们有一次提问时间。试战5说完，不少人低声议论纷纷。那请问怎么获取星原石？这是最多人想要问的。星兽有概率爆出，山间河流也可能捡到。当然，你运气好的话，找到传说中的星原石脉，那么恭喜你，你将成为人族英雄。总部大楼顶端，呵呵，老师啊，你孙女的办事风格跟你如出一辙呀，雷厉风行。天神霍德曼抚摸着白须，呵呵一笑。那是自然，我老师家的种，当如此。龙血战神是天行刚毅说道。唉，你们的后辈都是人中龙凤，就我家那混孙子，没遗传我剑道之心就算了，还选了个刺客，整天偷鸡摸狗，家门不幸啊。开天剑神百里藏风表示头疼，很头疼。百里兄，百里通这孩子可精得很，未来成就不会输凯恩和试战5两个孩子。没错，绝对不输的，刺客很适合他。霍德曼和释天行难得找到机会调侃一下老战友百里藏风，当然不会放过。你们是不是想找练？百里藏风双目喷火，不想，谁敢跟你对练？不过话说回来，这一届新生代号称黄金一代，我怕那些家伙会针对我们，暗中搞鬼。霍德曼担忧道。老伙计，我们大夏有一句话叫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况且如果有谁敢对我们新生代出手，那就别怪我们不念及旧情了。百里藏风平淡的语气中带着肃然的杀气。不多久，当星辰幻界浮现在域外战场上空，所有在域外战场势力都收到一个提示：丁，星辰幻界开启，进入后1个月后才能传送出来。每个域外战场势力都有进入星辰幻界的名额限制，势力地盘越大，获得的名额越多。怪物势力名额是最多的，拥有最高10万个名额，而人族联盟则是人族势力中最多名额的，有1万个，其他势力则相对少点，几百到几千人。下一刻，陆羽等联盟新生代集体被传送进入星辰幻界。第34章，可怕的黑暗怪物。星辰幻界，陆羽惊讶地看着周围环境，这里倒跟现实世界没什么太大区别，山川河流，花草树木，应有尽有。唯一的区别就是天空一片星河，流光四溢，梦幻又迷人。但往往越美丽的东西就越蕴藏着杀机。这时，唯一入口处，有联盟外的势力新生代传了进来，有全身黑袍包裹的半怪协会组织，有戴着刺客面罩的魂影组织，还有其他神秘组织。他们统一服饰，等级全是3阶90级，一看就是各个势力新生代里的精英转职者。他们各自站在己方势力的旗帜之下，毕竟星原石用途太大了，随便构建一个超级法阵，那可比千军万马管用多了。当然，还有大量的怪物，他们形态各异，但无一例外是领主级的3阶怪物，最弱的都是 A 级领主。其中还有一个神秘的黑暗怪物，人形态，有一对恶魔之角，皮肤布满黑暗鳞片，有点像龙鳞。他与人族转职者一般，穿满了装备，并且毫不隐藏地显露出来，竟是骇人的一整套史诗级装备，武器更是散发着金色传奇光芒的传奇武器。可以说，单从装备上而言，他已然碾压了所有人。难怪往年每次血色试炼开启，人族新生代会死伤惨重，原来进来的怪物这么可怕。就这么一个黑暗怪物，估计全部超新星联手都对付不了。怪物们一个个嗜血地看着所有人，尤其盯着人族联盟这批新生代。看来情报不假，联盟这一届新生代是属于黄金一代，但进来这么多人，黄金一代能活着走出去的也没几个。半怪协会里，领头者发出沉闷的声音，只是这群人都穿着黑袍，只露出一双诡异的双眼，让人看不清他们的模样。是，看来我能契约不少强大的奴仆。黑暗怪物舔着獠牙，盯着各方人族势力天骄。妈呀！市战5大人怎么没说进来星辰幻界都是在同一起跑线？全身史诗级装备，还有一件传奇武器，这谁能打得过他啊？这是必死之局，我不参加了，我要回家。有人都快吓尿了。
他还以为进来后是随机出现在星辰幻界某处，没想到是一起的。万一这些怪物跟着他们，岂不是死定了？可他们进来后就无法主动出去，只能等1个月后星辰幻界关闭才能出去。宇哥，我们哥俩组队就好。百里通用屁股顶开人群，来到陆羽身边，发出了组队申请。丁，你的好友百里通已加入队伍。你可知道星辰幻界的情况？陆羽刚看到大量怪物出现，正想出手解决他们，却发现无法攻击。知道啊，所有传送进来的都会出现在这统一入口处，这里有保护机制，就是入口这边无法攻击他人，他人也无法攻击我们。这星辰幻界非常大，堪比一个蓝星世界了，划分5个区域：东星域、南星域、西星域、北星域和中星域。这5大星域被星海隔开，其中中星域最大，星原石自然也更丰富。传说那里有星原石脉，所以各方势力都会努力朝着中星域奔去。宇哥，看到上方的光幕没？10分钟后就会笼罩我们，到时我们就会随机出现在5大星域，组队的会一起出现在同个位置。往年我们联盟参加试炼者都是各自6人组队，分散开来，这样才能保证更多人存活。不过今年估计会不一样。宇哥，你看那个闷骚的金毛仔，他是天神霍德曼的孙子凯恩，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他的实力绝对比3个超新星强，所以我猜测大部分人会以凯恩和3个超新星为中心，形成4个大团队。果然如百里通所言，众人分成4股，以凯恩4人为中心，组成4支大队。只有陆羽和百里通没有行动。百里通的身份是没公开的，自然除了凯恩，这里没人知道百里通就是联盟第1战力开天剑神的孙子。凯恩嘚瑟地看了一眼百里通，仿佛在说，不暴露身份，你拿什么来跟我抢夺第1名？陆羽，你还跟那胖子待在一起干嘛？你来见世面也得加个好队，才能保证更大的生存希望，还不过来超新星戴丽丝的队伍。李卷等人虽然看不起陆羽，但也是好心提醒。这时超新星戴丽丝也注意到了百里通和陆羽2人，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对2人发出邀请。2位，我们又一次见面了，这次我们一起组队如何？啊！陆羽认识罗斯家族的千金戴丽丝。李卷等人震惊了，他们若有所思，陆羽是不是因为认识戴丽丝，所以在迷雾战场有罗斯家族的大佬戴妃？越想越有可能。只是陆羽这家伙凭什么认识超级白富美戴丽丝啊？其他等人见戴丽丝对敦级刺客和普通剑侠2人组如此好，心中也不由得猜测2人的身份。谢岩倒是又吃味了，妈的，陆羽，你最好识相点，别来泡我看上的马子。抱歉，我不打算加入任何大团队。陆羽直接拒绝，自己有 S 级坐骑大白，可快速横穿5大星域，对于找星原石极其方便。再者，大团队会有诸多限制，比如发现星原石，那必然大部分会归队长所有，这对于陆羽想要获取一张秘境门票的想法冲突了。我去！陆羽拒绝了戴丽丝小姐的邀请，他脑子被门夹了吗？李卷等人一脸呆滞。如果戴丽丝主动邀请他们，那他们绝逼可以吹上一辈子。嘿嘿嘿，我也拒绝。要不你加入我们的队伍？百里通肉嘟嘟一笑，跟着宇哥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宇哥的大腿抱着，充实。戴丽丝有些心动了，但一想到就他们3个人的话，太冒险了。一旦被怪物找到踪迹，那很可能被追杀到死。还是大团队保守点。另外，有大团队，他也能保障自己性命安全，以及获得一张门票。所以，戴丽丝也是委婉拒绝了。哪来的逗逼？一个敦级刺客，一个平民剑侠，还好意思邀请戴丽丝小姐？就是不加入大团队，他们估计活不过1天时间。1天？你太高估他们了，顶多半天。对此，陆羽和百里通也不理会。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10分钟一到，丁，星辰幻界正式开放。特殊规则：当人或者怪物被杀后，背包里的星原石都会100%全部爆出来。陆羽目光一凝，看来这神秘的星辰幻界也是一个遵循黑暗法则的世界。杀戮与掠夺才是这里的主题曲，不愧是联盟命名的血色试炼。下一刻，绚丽光幕笼罩众人和怪物，所有人和怪物同时消失，被随机传送到5大星域各处。陆羽和百里通一起出现在北星域某个位置。宇哥，我们怎么搞？以后跟我说话别用搞这个字。好，那我们怎么干？先找星原石为主，遇上怪物就直接灭了。得猎。第35章，星兽被吓跑了。中星域，一紫衣女子出现在一处山谷河流边缘，她蒙着一个黑纱，只露出一双清澈明媚的大眼睛。她站在河流上的一块岩石上，身材曼妙而修长。河流中有神秘星光在闪烁，如果仔细查看，便会发现有一颗星光点点的星原石在河里。可紫衣女子却无视了这颗星原石，
在这星辰幻界，凶险无处不在。这紫衣女子竟然敢独自一个人寻找资源，可见这女子的实力非凡。我一定要找到星元石脉。紫衣女子的声音清冷，看了一眼河中的星元石，便直接跃起，消失在了这山涧中。另一边，南星域都留意到了联盟势力那边的年轻剑神吧？半怪协会新生代最强转职者雷克顿释放着狂野的气息，果然如大长老猜测的那样，那年轻剑神真的出现在这星辰幻界。年轻剑神应该就是三大战神秘密培养的超级妖孽，保持3阶等级，为的就是在此次星辰幻界内获取足够多的星元石。不然以年轻剑神的战力，他完全可以短时间达到极高的等级。队里唯一的女性舔着性感嘴唇，妖艳十足，魅惑力极大。年轻剑神只跟一个胖子组队，估计是想暗中积累星元石，顺便找机会坑杀怪物势力。没错，年轻剑神在石城大发神威，联盟那边却没任何关于年轻剑神的消息，绝对是三大战神刻意为之。此刻年轻剑神还不知道，他的绝世神威被我们大长老全程录制了下来，被我们一眼认出。其他主要战力队员也纷纷开口：你们切记，我们此次进入星辰幻界的任务，获取星元石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得到年轻剑神的基因。现在我们先找到那年轻剑神的具体位置，但切记不可被他发现，更不可取他性命。他既然进入了星辰幻界，那估计后续会前往那个秘境练级，我们得留着他。毕竟会长已经答应跟黑暗大领主合作，一旦确认了年轻剑神的踪迹，就可以跟黑暗大领主换取半瓶 S 级怪物因子。还是将年轻剑神留给黑暗大领主对付。如果年轻剑神被怪物重重包围，我们也要全力出手救他。为了他的基因，为了 S 级怪物因子，他还不能死。紫玫瑰，到时能不能获取到年轻剑神的基因，就看你的了。说完，雷克顿威严看向一旁的紫玫瑰：放心吧，我定会让他神魂颠倒，欲仙欲死。一想到年轻剑神将被我索取，我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了。吸溜。紫玫瑰舔着手指，妖艳的容颜风情万种，只是双眼却不是人类的眼睛，散发着魅惑的妖异紫芒。北星域，陆羽和百里通一起骑着大白，以大白的本事，在这山川之间如履平地，速度惊人。二人也是一路发现了几十块星元石，收获颇丰。只是一路上，二人并没有撞见其他人，甚至星兽也暂时没遇到。可见这星辰幻界地图有多大。5大星域，我们都要去一遍，1个月时间应该足够了。陆羽再次将半山腰发现的一颗星元石捡起。可是宇哥，以大白现在的速度，单单逛完这北星域也要花1周时间吧？谁告诉你大白速度只有这么点？只不过现在无需赶往下一个星域，先在这北星域寻找星元石罢了。啊，不是吧？大白还能提速？再提速那不就是 S 级了？ S 级的白马？卧槽！宇哥，大白不会就是坐骑排行榜第1的月白龙驹吧？百里通的嘴巴顿时张得大大的，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羽。这事你也得保密。陆羽淡淡笑道：我去。他承认了，他竟然承认了。宇哥，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又穿过一座大山，二人来到一处幽谷，迷雾弥漫，极其幽静，有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韵味。这时陆羽和百里通都留意到前方幽谷有神秘大身影出现，身形高大，身上似乎还会绽放光芒，因为这身影身上时不时的闪动星光，一双明亮如宝石般的眼睛透过迷雾散发着神秘的光彩。紧随而来的是古怪的兽鸣，叫声低沉而悠扬，仿佛是从宇宙深处传来的。他的叫声中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宇哥，是星兽！百里通一眼认出来，在爷爷那里可是有星兽的资料，他偷看过，跟资料上介绍的一样。宇哥，星兽出现代表附近有不少星元石，这星兽攻击力虽然一般，但擅长音控技能，血量和防御也极其惊人，同阶很难击杀。所以以往进来的人都是想办法只夺取星元石，不与星兽纠缠。百里通介绍道：走，去见识一下。难得碰上星兽，陆羽马上就来了兴趣。很快陆羽二人就和星兽首次碰面。他的皮肤像夜空一样深邃，上面镶嵌着无数的星星斑点，一闪一闪的，体型也很巨大，仿佛星空巨兽，足足有数十米之巨，眼睛像蓝宝石一般散发着蓝光，整体的形态像一只大河马一样，却有着一双奇异的翅膀，闪烁着5颜6色的光芒。名称：星兽，等级3阶 LV90， 血量300W。 介绍：喜欢收集星元石，领地意识很强，一般独居。看到有人闯入他的地盘，这头星兽顿时露出警惕和敌意，张开嘴巴发出低沉的咆哮，整个幽谷都仿佛为之震颤。那声音如同雷霆般响彻云霄，又如同狂风般席卷而过，
让人不禁为之颤抖。就这声咆哮，足可以把胆子小的人吓跑了，真不愧是擅长音控技能的星兽。但陆羽有剑神之心，丝毫不受影响。喵呜！可当这只星兽看到陆羽肩膀上趴着的小红睁开眼时，顿时就定在了原地，之前那种强大的气场和威势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然后他忽地转身就跑，不带一丝犹豫的。他怎么跑了？胖子，这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星兽会不这儿跑的呀。百里通小眼睛也是布满疑惑，先把星原石找出来。可当陆羽二人找到这头星兽收藏星原石之地时，却发现有一队人捷足先登了。杰哈哈，本还想着怎么引开那头星兽，没想到他自己跑开了。这堆星原石是我们的了。宇哥，好像是黑教廷组织的扑街。百里通目光忽的一凝，露出强烈杀意。第36章，秒杀黑暗堕落者井上切坤。黑教廷，那是属于联盟不愿提起的黑色机密，很少人知道它的起源。但联盟的人从小就被教导，遇到黑教廷的人杀无赦。那是在人族最黑暗时代诞生的组织，陆羽自然是不清楚的。那是什么组织？是一群完全由黑暗堕落者组成的组织，那里面的人都是黑暗职业者。黑暗职业？陆羽惊讶，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职业。域外战场强大势力不少，但最知名和最强大的势力只有6个：一盟、二会、3组织。一盟就是指我们人族联盟，二会是指半怪协会和光明教会。半怪协会都是疯子，也是堕落者，这个宇哥你后续碰上他们就知道了。而光明教会是由3种光明职业组成的强大势力：光明法师、圣光牧师和圣骑士，就是指学习光明系技能的法师、牧师和骑士，他们坚信光明克制一切黑暗。3组织就是刺客组成的魂影，全战士组成的战盟，以及黑暗堕落者创建的黑教廷。说着，百里通问道：宇哥，在学校老师应该讲过人族最黑暗时代的历史吧？陆羽点点头，那是怪物开始入侵人族世界，无数人死亡的绝望时代。不是3大战神横空出世，估计蓝星人族早就沦为怪物圈养的口粮了，就跟养的家畜没什么区别。那个时代有很多贪生怕死之辈，向黑暗怪物摇尾乞怜，不惜出卖自身灵魂，成为黑暗怪物玩物、奴仆，只为苟活于世。黑暗怪物是在入口处见到的那个穿着一身史诗级装备的那个特殊怪物。对于这些密室，陆羽一个平民可没法了解到，难得百里通知道，陆羽自然要好好了解一下。没错，入侵我们世界的怪物，除了绝大部分的衍生怪物，还有就是怪物世界的土著，也就是黑暗怪物，他们才是最可怕的。他们不同于衍生怪物，他们都是独立个体，自由行动，跟我们一样，也可以佩戴12件装备，还拥有血脉天赋。他们自称怪物王族，战力非常可怕。可以这么说，同级别的黑暗怪物完全吊打衍生怪物。3大战神够强吧？号称天花板战力，但如果面对同级别的 S 级黑暗怪物，那顶多46开，黑暗怪物6成胜算。只不过百里通没说的是，这4成胜算还是因为有他爷爷开天剑神在的原因，不然37开都难。这也是为何3大战神只能坐镇 S 战区，却不敢轻易反攻怪物，因为确实打不过，能自保就很不错了。陆羽想想也是，单从进入星辰幻界的一个黑暗怪物就可以知道，一个3阶的黑暗怪物就一身史诗级装备，外加1件传奇级武器，那300级的黑暗怪物的装备简直不敢想象。在黑暗怪物装备领先下，3大战神还能跟对方46开，足以说明他们的强大了。百里通继续说道，那些被黑暗怪物选中的堕落者，转职后就会成为黑暗职业，虽然表面跟我们没什么区别，但他们所学技能都附带黑暗之力效果。也因为这群堕落者的背叛，原本我们联盟9大战区直接被覆灭了2个，成了如今的7大战区。后来3大战神彻底崛起，肃清一切堕落者，这些堕落者便在域外战场组建了黑教廷，服务于黑暗怪物，跟我们联盟对抗。所以我们人族联盟跟黑教廷是死仇。我怀疑10成怪物入侵一事就是他们联合怪物干的。百里通越说越激动，小眼睛已经充满大杀意。得知了黑教廷的由来，陆羽也是满腔怒火。多少人族就是因为这些堕落者而惨遭怪物虐杀，只因贪生怕死，靠着背叛人族而苟且偷生的堕落者，这种人就不配留在世界上。宇哥，看来他们把所有星原石都找出来了，他们要撤了。百里通紧握匕首，对方是一支7人小队，百里通自信有他和宇哥出手，这群堕落扑街逃不了。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们到下面赎罪。话落，陆羽命令大白全速追上他们。绿，大白前腿高高抬起，然后猛地向前一踏，化作流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转眼间就出现在黑教廷小队面前。什么人？小队队长猛地抽出黑色长剑，名称：黑暗堕落者井上切坤，职业剑侠。
等级 LV90 3阶。樱花国人的名字，陆羽转念一想便了然。虽然樱花国被怪物第一个灭国，但那时还是有一部分樱花国人在世界各地的。难怪联盟内没见到樱花国人，原来背叛人族了。果然这个狗日民族的人，活着都是祸害。一个堕落者也配用剑？陆羽直接飞身跃起，手中 LV90 橙色品质的紫雷剑直接施展青莲剑舞。八嘎，是联盟的人。他话还没说完，陆羽就将其一剑秒杀。青莲剑舞4段也才施展了1段。队长，其他6个黑暗堕落者惊呼一声。他们队长虽然是转职剑侠职业，但有黑暗之力，血量比普通剑侠多得多，怎么会被同为剑侠的眼前之人秒了？陆羽也懒得废话，反手又是一招飞剑术，将这6个狗日的全秒。噗嗤，负12130，这些蝼蚁也就1万多点血量，根本扛不住陆羽的一击。这时，百里通才在这群堕落者身后显露出身形。全秒了！他还想着隐身偷袭，让这群扑街遭受被刺的感觉，没想到宇哥这么猛，一剑一个，他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不过百里通知道，不是这群堕落者太菜，而是宇哥太强，强到就连堕落者都挡不住宇哥一击。什么叫同级无敌？宇哥这就是简直强的一匹！哇塞，好多星原石，足足有300多块。百里通笑得合不拢嘴，陆羽也是露出一抹帅气笑容。他好像找到如何快速收集星原石的方法了。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寻找，那收集零散星原石太慢了，得找星兽。找到一头星兽，那就相当于找到一堆星原石。胖子，收好星原石，我们该去寻找其他星兽了。好咧！就在2人走后，一个黑暗刺客在不远处浮现了出来。他是这支堕落小队的探路者，也是望风者，所以侥幸躲过了一劫。骑兵总队长，有个叫百里通和陆羽的联盟2人组秒杀了井上切坤队长。切坤军被秒杀了吗？看来联盟这一届新生代的实力比我们想象的强。去给北星域的怪物传递消息，让他们去围杀那2个家伙，我们继续寻找星原石脉为主。嗨，很快，在北星域的怪物们都知道了陆羽2人组的大概位置，然后有大量怪物疯狂地朝幽谷方向袭来。不多久，队长，大事不好了，有好多怪物朝我们方向而来，我们踪迹被怪物发现了吗？战盟的一支大队在这边激战一头星兽，大队长龙破云收到望风探子的汇报，脸色十分难看。尼玛的！突然冒出一头星兽，跟他们撞了个正着，还疯狂地攻击他们，仿佛找他们发泄什么似的，不依不饶那种。现在又有大量怪物涌来，要不要这么倒霉？分出一支小队缠住星兽，其他人跟我组成防御阵型，准备抵御怪物。龙破云迅速做出部署。第37章救人。百里通强大实力的展现。妈的，后有发疯的星兽，前有怪物来袭，这下可难办了。作为战盟新生代的2把手，龙破云此刻那是满脸忧愁。这才刚进入星辰幻界第1天，就遇到这种糟糕境地，若是死伤惨重，那今年的星原石任务估计就很难完成了。这些可不是普通怪物，最弱的都是90级 A 级领主，数量还那么多。我们是来获取星原石资源的，不是来死拼的，非万不得已不可死战，4级寻找机会突围出去。为了大局着想，龙破云不得不改变战友们死战到底的作战思路。不死战吗？那真是无趣啊！我还想着浴血奋战，杀个痛快，这才是真男人干的事。一个体型壮硕的盾战士撇着嘴说道：身为战盟的战士，有哪个是怕死的？他们的宗旨就是不畏惧，不怕死，勇猛冲。如果是普通队员，那龙破云也会死战到底，但他现在是统帅，一切以战盟的利益为出发点。不出半个小时，大量的怪物就释放着嗜血气息出现，吓得附近的其他势力小队那是拼了命的跑路。保持防御阵型，冲锋！龙破云率先发动攻击。要想突围，那就必须掌握主动权，绝不能被怪物用怪海战术将他们拖死。一场血战瞬间在这幽谷展开。龙破云杀怪的同时，时刻留意整个战场，发现并没有见到那黑暗怪物，这对他们大队来说是个好消息。只要那强大的黑暗怪物不在这里，那他们就有突围的希望。这边如此巨大动静，在寻找星兽的陆羽和百里通自然是第一时间感知到了。宇哥，有人跟怪物厮杀起来了，频道没有求救信息，那应该是其他势力的人碰上了怪物。百里通看了眼频道页面说道：如此大的动静，看来怪物数量还不少，去看看。不管是灭杀怪物还是抢夺星原石，这都是陆羽不容错过的机会。于是2人快速来到战场这边。咦，宇哥，是战盟的那群肌肉男，他们没有刺客探路，被怪物发现也正常，只能说职业所限。百里通眯着眼，
有模有样的分析起来。不过战盟能只靠战士职业，在域外战场有一席之地，也自有它的优势。你看，凭借盾战士的抗伤，其他战士的冲锋输出就给怪物造成了大量的伤害，而怪物却无法第一时间给这群战士致命伤。看似战士没有特别突出的优点，但综合性却是最高的。陆羽对于战士职业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要不是剑侠最帅气，物理输出最猛，不然陆羽也会选择战士职业，这可是真男人职业。就在这时，远处又出现一大波怪物，看样子怪物们是铁了心要把战盟这支大队吃了。如果没有人出手相救，这支战盟大队必灭无疑。此时龙破云也是看到了第二波怪物来袭，这一下要彻底玩完了。哈哈，干他娘的，大队长，看来我们突围不了了，下令吧，让我们最后爽一回。战盟成员全都双目露出狂热战意，没有一个露出惬意。他们在进星辰换界的时候就已经做好战死的准备。娘西皮的，算老子倒霉！兄弟们，既然如此，那就干吧，早死早超生，下辈子咱们再转至战士并肩作战。说完，龙破云就高举战刀，怒吼一声：兄弟们，释放你们的战魂，死战到底！好，死战到底！众战士彻底疯狂，眼中只有杀戮，比怪物还要疯狂起来。此刻陆羽已然知晓战盟强大的优势在哪了，连新生代都如此悍不畏死，真是令人可敬可佩啊！宇哥，我们出手帮一下他们吧，我看他们挺顺眼的。而且战盟的盟主跟我们龙血战神前辈可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战盟也曾帮过我们联盟不少。百里通开口道，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辛。有传闻战盟盟主是龙血战神的亲生儿子，也有传闻战盟盟主是龙血战神同父异母的兄弟。总之，因为某些原因，战盟盟主脱离了联盟，创建了战盟。其实我也看他们挺顺眼的。闻言，百里通和陆羽相视一笑，随即兵分两路。我去灭了赶来的第二波怪物，你先去缓解战盟兄弟的压力。好嘞，羽哥。陆羽骑着大白火速出击，百里通则小眼一眯，拿出了2把匕首，全都散发着橙光，身上其他紫色装备也全都换上了打满3级宝石的橙装，其中黑色刺客服还挂着2枚道具护符，名称身轻如燕服橙，道具效果减轻身体 80% 重量，名称幸运护符橙，道具效果增加自身一定幸运值。哗啦，一双天使般的翅膀在百里通背后舒展开来，名称雪羽橙，道具效果可飞行，移速正 80%。 下一秒，百里通腾空而起，在空中隐身，以极快速度飞向战盟大队。大队长，我先走一步了。一个手持盾牌的战士高喊一声，因为他的护盾耐久没了，直接被怪物击碎，被怪物包围的他已然没了活命的机会。眼看这名战士即将死于怪物口中，突然怪物后颈全部出现一个巨大伤口，头顶爆出一个巨大伤害值-82190。这些怪物全部进入中毒僵直状态，一个圆球般的身影随之显现了出来。嘿，兄弟，我是联盟的，来支援你们了，一起干死他们。说完，百里通一个闪动，身形再次消失。当再次出现，又是10几头强大怪物被重伤。如此，百里通的身法神出鬼没，仿佛可以无限隐身，不断缓解龙破云大队的压力。胖兄弟，你能来支援，我龙破云感激不尽，但怪物支援来了，我们已无突围可能，你还是走吧，免得也被留下。龙破云高声喊道。噗嗤，百里通全力出手，瞬秒一个半血 A 级领主怪物，嘿嘿一笑道，放心吧哥们，第二波怪物到不了这里，因为我的兄弟正在屠戮他们。什么？龙破云惊愕，随之一个跳跃斩击飞一头领主怪物，顺便看向远处，只见那里出现漫天飞剑，密如繁星，形成震撼无比的飞剑天堑，将袭来的第二波怪物全部阻挡。咕噜，尼玛，这都是什么猛人啊！一个技能不断，输出爆炸的会飞刺客，一个独断万怪的剑侠，这真是联盟的新生代，他们怎么这么猛啊？第38章，本王要亲自征服他们。为了快速覆灭这些怪物，陆羽化身剑神，反正这附近也没其他势力的新生代敢靠近。神剑风暴，可怕的剑刃龙卷直卷苍穹，将众多怪物卷起搅碎。撤，快撤！那家伙是个年轻剑神。领主怪物们惊恐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人族联盟这2个奇葩组合原来才是最牛逼的。一个胖子无限隐身，伤害爆炸也就算了，这个少年竟是剑神，随便一个技能就有如此逆天伤害，还是大范围剑技，这不是剑神是什么？他们都是新生领主中的佼佼者，
可依旧被砍瓜切菜般斩杀。如此可怕的少年，估计也就王族才能对付。一时间，围攻龙破云大队的怪物们纷纷逃离，还是全部分散逃离那种。他们这就撤了。战盟新生代们都惊呆了，原本的必死之局就因为2个援军的到来而瓦解了。当众人回过神，目光瞬间被震撼填满。他们看到了什么？第2波怪物在被一个帅气剑侠屠戮，他们速度是很快，但那少年的坐骑更快，轻松追上逃窜的他们，将他们一个个秒杀。他们没看错，就是秒杀。这些可都是领主级 BOSS 啊，被一个3阶剑侠一剑一个。要不是亲眼所见，他们绝逼认为这是电影才能出现的情节。不多时，陆羽骑着大白从天而降，飘逸绝尘，如剑仙临世，让一众战盟天之骄子们心潮澎湃，几乎就要膜拜下去。此刻，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剑侠，而是一个超凡入圣的盖世剑神。唯有剑神方能一人一剑一马，斩落万千领主级怪物，如切瓜。宇哥，跑了一些怪物，要追吗？百里通早已把道具装备收了起来，恢复人畜无害的可爱胖子，与刚才如鬼魅般灵活多变、细杀怪物的顶级刺客截然不同。龙破云等人一阵恍惚，这还是刚才那个猛的一匹的胖子，怎么现在像个乖小弟？想想也是，眼前的少年剑侠可是年轻剑神级天才，确实能让一个顶级刺客自愿成为小弟。他们已经逃远，估计都躲藏起来了，现在追也杀不了几个，找新原石要紧。陆羽轻笑说道，反正时间还有的是，大把机会来全灭他们。再者，这些领主级怪物爆的金币太多了，陆羽自然是不会轻易放过这群怪物的。那宇哥，这还有个星兽。百里通指了指不远处被战盟一支小队缠住的星兽。这头星兽一眼看到了陆羽以及陆羽肩膀上趴着的小红，顿时再次头冒瀑布汗。艾玛，怎么又是他们？宝宝好慌，在线求救，10万火急那种。急个屁啊，快跑！这头星兽掉头就跑，比上次更快了。宇哥，他又跑了，不会是刚才那头吧？应该是，不管他。陆羽和百里通风轻云淡的交流，龙破云等人却听得天旋地转。我尼玛，刚那头星兽是被眼前2位少年大佬吓跑到这边来的。我就说嘛，怎么会有星兽离开自己领地瞎几把跑的？原来是被吓的，难怪碰上自己等人那么狂暴，感情是拿他们发泄心中的不爽。在下龙破云，是战盟新生代，在此非常感谢2位的救援。说着，龙破云拿出收集到的全部星原石，感激道：如果不是2位相救，我们必死无疑，我们别无感谢，还请2位收下星原石，我龙破云永生不忘2位救命之恩。哎，龙兄，你这是什么话？联盟和战盟向来互相帮助，我们帮你们也是应该，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这星原石我们就收下了。百里通倒是麻溜的一把将100来块星原石收入囊中。陆羽摇摇头一笑，但也是认可百里通的行为。对方既然主动拿出星原石感谢，而自己2人主要也是为了星原石，那自然要收。见状，龙破云等人也是哭笑不得，这胖子这么有个性的吗？不过如此爽快之人，他们最是喜欢，他们最讨厌的就是扭扭捏捏、说话不清不楚的了。2位，能否给在下一个好友位？日后有什么需要效劳的，也好方便报答2位今日之恩。能加到如此强大的2位超级妖孽，龙破云自认为这是天大的机缘，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加上，估计很难吧。毕竟自己只是个超新星级的转职者，对方看不上自己吧。定，陆羽向你发出好友申请。定，百里通向你发出好友申请。当龙破云回过神来，陆羽和百里通已经一起骑着会飞的白马腾空远去。大队长，加上那2位少年大佬了吗？加了，迅速收拾一下战场，然后先离开这。撤离间，龙破云给总队长世宇汇报了详细情况。此时远在中星域的世宇独自一人鏖战一头星兽，其他队员在四处搜索星原石。你是说，一个无限隐身的飞天胖次，一个横扫万千 BOSS 的剑侠，不费吹灰之力就拯救了你们？是的，我已把收集到的星原石作为感谢送给了他们，并加了他们好友。你做得很对，难怪那2个人特立独行，没有加入凯恩等超新星的大团队里，原来他们才是联盟的超级王牌。既然他们在北星域，那你们在那里也很难收集更多星原石，况且你们也被怪物盯上了，先赶来中星域。好，独秒万千 BOSS 真是超乎想象的强大，真想见识一下。说完，是与目露烈焰般的狂热战意，手中史诗级暗金龙纹棒猛地一挑，将巨大星兽直接挑了起来。另一边，已经抵达中星域的黑暗怪物在啃食一个不知名新生代的尸体。在得知手下在北星域去幽谷围杀联盟2人组的时候，巧遇战盟大队，本以为会有意外大收获，就准备先团灭了战盟这支大队，再继续围杀2人组。
没想到二人组主动杀出，还爆发无比可怕的战力，将他们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死伤惨重。吃！黑暗怪物嘴里冒出一缕红色气息，吓得周边的领主怪物瑟瑟发抖，大气不敢喘。但随即，黑暗怪物咧嘴一笑，给怪物手下下达命令，叫上黑教廷的狗奴，先捕捉人族联盟其他人，逼那2人来本王这里，本王要亲自征服他们。第39章突变。联盟大团队全部遭怪物袭击，怪物的目标转移。黑教廷这群贪生怕死的黑暗堕落者，得知陆羽和百里通的无敌风采后，那更是不敢去触及眉头。何况他们的主上黑暗怪物都发话了，他要亲自征服陆羽和百里通，自然就不敢私自对陆羽和百里通出手。所以陆羽和百里通2人顿时变得轻松无比。怪物见到他们如老鼠见了猫，只敢远远躲着。星兽也是出奇的跟怪物一样，一看到陆羽，那是4条腿转的直冒烟，就差用第5条腿跑路了。这让陆羽和百里通2个轻松收获了大量的星原石。可以说，就单单他们现在星原石的收获，足以比得上往年任何一届的收获了。宇哥，有这么多星原石，保底可以进入前10名了。前10有个屁用，我们要的是第1、第2，这样才稳。这北星域即将扫遍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去下一个星域。这几天，陆羽骑着大白，仿佛来星辰换界的游客，所过之处一片祥和。其他势力的人遇到2人也没有出手，不为别的，就单单看到星兽碰见这奇葩2人组转头就跑，就知道这2人组很不简单。他们的领队都没这么可怕的威慑力，他们自然知道这2人组100%是人族联盟的秘密王牌。在这星辰换界，2人组的名号已然在各个势力之间流传，也就联盟本身的4个大团队还不知晓。而此刻，这4个大团队都被怪物盯上了。谢言，你的火法伤害越来越高了，而且非常克制星兽，这对我们获取星原石非常方便，到时分配星原石我会给你多点。戴丽丝身穿金丝木袍，手持黄金魔杖，配上一头金发，仿佛西方童话里的公主，美艳动人。谢言内心狂喜，只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火力输出，让戴丽丝时刻关注到自己，那获得美人心、迎娶超级白富美的心愿很快就能达成。可当谢言准备说些装逼的话，提升自己的逼格时，突然周边冒出大量的怪物，以及不少黑教廷的堕落者。不好，是黑教廷和怪物联手偷袭。众人脸色大变，这么多怪物无声无息靠近，竟然没任何人发现。那些望风的刺客呢？他们干什么吃的？此刻，那些望风刺客已经满脸绝望的被怪物扛在肩膀上。戴丽丝吓得花容失色，赶紧在联盟频道求救，我们遭遇大量怪物袭击，请求救援。可雷法凯恩，我们也被怪物拦截了。超新星弓箭手司徒翼，我们也紧急需要求援。怪物太多太强，我们顶不住了。超新星冰霜骑士轩辕起，你们都遭遇怪物了。看来我们联盟首先被那黑暗怪物盯上了。得知大家全都遭遇了怪物，没法支援，戴丽丝瞬间绝望。面对数量远超大团队的怪物，还有不少 S 级领主，戴丽丝率领的大团队毫无还手之力的被横推。众人都以为要惨死当场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除了实力太弱的被瞬秒之外，这群怪物只是打得他们不能动弹，然后抓起他们就撤。谢言此刻鼻青脸肿的被一个狼人般的怪物提着，两眼翻白，如死鱼一般，再无刚才的意气风发。其他2个超新星也没抵挡多久，就被怪物和黑教廷的强大新生代吞没。也就凯恩凭借层出不穷的手段以及高级战宠和坐骑的护主，这才独自一人突围而去，其他队友就全都被怪物抓走。谢特！凯恩愤怒咒骂了一声，同时也懊恼不已。他太自信了，本以为联盟这一代是最强黄金一代，那些怪物不会轻易对付他们，而是先去对付其他势力的新生代。万万没想到，怪物竟然会全力以赴针对他们。而且这次的怪物实力也是往年最强的一次， S 级领主比以往多太多了。凯恩之所以懊恼，就是严重低估了怪物的实力。除了黑暗怪物那个家伙，还有不少战力丝毫不弱于超新星的 S 级领主，这可不是什么好预兆。新生代的怪物突然变强了这么多，不久将来，只怕域外战场要变天。还有那群不择手段的黑教廷怪物走狗们，也是变强了许多。这很不寻常，似乎有某种力量影响蓝星世界了，导致天骄辈出，怪物也大大增强了。虽然不清楚那些怪物为何没有对他们下死手，只是抓捕他们，但凯恩知道，凭借他自己一人是绝对没有办法去救人的。根据超新星汇报的情况，怪物撤离的方向好像都是我所在的中星域这边。难道黑暗怪物在中星域？他们是抓捕我们，是去献祭给那个黑暗怪物？不行，我得尽快联系上百里通那胖子，只有强强联手，才有一丝救人的机会。于是凯恩立即给百里通发去私信，胖子死了没？
没死看一下频道信息。此时，陆羽和百里通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大家遇袭一事，正全速赶往最近的东星域救戴丽丝他们。甚至为了争取时间，陆羽第一次让大白化身白龙形态，畅游大海，速度达到了极致。这一次，百里通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满脸严肃和认真，也非常的着急。身为联盟的一员，得知4大团队全都遭遇怪物袭击，百里通可谓心急如焚。一旦这群人都惨死怪物口中，那对于整个联盟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断层一代了，这想想都可怕。金毛仔，你也被抓了吗？百里通迅速回复，没有，但也就我一个人逃了出来，其他人被抓了。那群怪物好像抓着他们前往中星域，目的暂时不清楚。现在我需要和你一起联手，你速来中星域跟我去救人。得知情况后，百里通赶紧开口，宇哥，停一下，现在我们赶往东星域好像来不及了。陆羽拍了拍大白的头，大白在海中停了下来，浑身散发着滚滚龙威，在海里的星兽纷纷不敢靠近。宇哥，除了金毛仔凯恩，其他人都被抓了，抓往中星域。百里通说道。陆羽看了看频道信息，已经有很多人在绝望发言，也有在给凯恩汇报最新情报的。可以确认的是，除了少部分人死于反抗当中，大部分人都暂时性命无忧。又是黑教廷，这群狗日的！百里通怒斥一声，走，先去中星域救人。陆羽决定先解决了这2颗毒瘤，再好好收集星元石，时间还多，不着急。只要先拿下那黑暗怪物，到时不怕黑教廷的狗杂种逃跑，也不怕怪物逃离。百里通给凯恩发了条信息，让其报告在中星域的坐标。凯恩，胖子，我们要从长计议，最好联系上战盟、光明教会，顺便花钱请魂影那群人，才有救人的希望。百里通，不用，他们死期到了。凯恩，第40章，星辰之殿，中星域，中部大峡谷。这是非常奇特的大峡谷，所有进入的人或怪物都能感受到这大峡谷的奇异，但至今没人发现其中的奥妙。每年黑暗怪物都会将这里作为大本营。主上，人族联盟天神霍德曼的孙子逃了，其他人都抓不成。咻！啪！黑教廷新生代领队野田一话没说完，就被黑暗怪物的恶魔尾巴扇飞了出去。那无与伦比的狂暴力量，直接震裂开了峡谷一道小裂缝。废物！你不是保证一个漏网之鱼都不会有吗？野田一赶紧如狗一般跪爬到黑暗怪物脚下，不断舔着黑暗怪物的魔靴。主上，还请给我一个机会，我亲自去把他抓回来。此刻，这黑教廷高高在上的新一代骄子，为了活命，只能像狗一样跪趴着。其实不仅仅是他，所有黑教廷的人身份再高贵，见到黑暗怪物也只能跪下当狗。这就是奉献灵魂给黑暗怪物的代价。黑暗怪物想要继续出手，好好教训这办事不力的狗奴才，却被裂缝中溢出的一抹奇异力量波动吸引。这股神秘力量跟天空的星河很类似，难道传说中的星元石脉就在这大峡谷之下？黑暗怪物命令怪物手下全力轰开裂缝口，在大量的怪物不间断的轰击下，很快一个深不见底的裂缝出现。黑暗怪物跳了下去，一路来到谷底，惊讶发现这里竟然藏着一个地下星宫。野田一几人和黑暗怪物强大 S 级护卫们纷纷也跳了下来。不是星元石脉，但这里的星元之力好浓郁。黑暗怪物咧嘴一笑，越要进入宫殿查看一番，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获。定，你已触发星辰之殿，需要缴纳1000万金币，方能进入第1层。需要金币才能进入。黑暗怪物目光一凝，他乃怪物王族，本身并没有携带多少金币，因为用不上，将你们身上的金币全部拿来。如此，黑暗怪物才凑了上亿金币，然后交代道：刚才一击，我是想秒了你，你却扛了下来，实力不错。本王先进入宫殿寻宝，外面就先交由你把控局面。人族联盟那2人组若来了，先将他们困住，一切待本王归来再说。之所以不杀联盟众人，这位年轻的黑暗怪物王者其实是想契约一些强大的奴仆，尤其是那2人组，一旦契约上，这对他来说会是非常巨大的收获，未来必然可以争取一下身世。这是每个黑暗怪物都会做的事，顺从的收下当狗奴，拒绝的斩碎当粮食。嗨，主上！随即，黑暗怪物缴纳1000万金币，进入了星辰之殿。待野田一等回到大峡谷上面，便将裂缝覆盖，以免其他人发现，从而潜入打扰到主上寻宝。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一个黑暗倩影早已在高地留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看到黑暗怪物进入峡谷裂缝里，还以为是怪物找到了星元石脉。于是，这个黑暗倩影另辟蹊径，抵达峡谷下方，也是顺利发现了神秘宫殿。定，你已触发星辰之殿，需要缴纳1000万金币，方能进入第1层。倩影眯着眼，他最不缺的就是金币了。缴纳金币后，
倩影隐身进入了星辰之殿第1层。另一边，凯恩以为百里通失心疯了，不然怎会想着靠他们2个就从怪物手中救出众人？不行，这死胖子靠不住，得找盟友。于是，凯恩第一时间联系上战盟和光明教会的最强新生代。身为天神霍德曼的孙子，凯恩的人脉情报也是非常广，在没进入星辰幻界的时候，就已经知晓各个势力的新生代顶级天骄。自然，跟联盟有缔结合作关系的战盟和光明教会的顶级天骄，也是加了好友位置，以便在星辰幻界若遇到怪物针对，也好互相帮助一下。毕竟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单独对抗怪物 BOSS 大军的本事，哪怕是号称黄金一代的人族联盟。于是，凯恩主动联系了战盟和光明教会的总队长。你们被怪物和黑教廷偷袭了，看来这次的黑暗怪物不简单呐。世宇眉头一皱，往年进来的唯一黑暗怪物是不屑让黑教廷出手的，因为在黑暗怪物看来，黑教廷只是一只哈巴狗宠物，除了拿来溜达取乐，毫无用处。没想到今年的黑暗怪物却不按常理出牌，竟然会联合黑教廷这条狗奴一起行动。不是黑教廷的黑暗堕落者悄悄先把联盟望风之人拿下，凭借怪物的特性是不可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偷袭到联盟众人的。因为同级的怪物再强大，隐身靠近也会被察觉，但同为人族的黑教廷刺客就很难察觉。好，我战盟无条件前来助你。世宇随即命令大部队赶往凯恩那边。另一边，光明教会的总队长圣彼得也收到凯恩的求援信息，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但是成之后我们要1万颗星原石作为报酬。看到圣彼得的回信，凯恩脸色顿时不悦，这光明教会真会趁火打劫啊！果然如爷爷所说，光明教会是个看重利益的势力。光明教会虽然跟联盟缔结了合作关系，那仅仅只是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最有利。因为黑教廷跟光明教会离得很近，2大势力一直处于交战抗衡状态，所以光明教会需要强大的盟友来分担压力。1万颗星原石，这相当于去年星原石的总收获，他们还真敢狮子大开口。5000颗，这是我的极限。好一会，对方才回信成交。这是看在凯恩兄你的面子上。凯恩强压心中怒火，然后又联系上魂影的人。这魂影每年都会提前主动联系各方势力，如果在星辰幻界需要帮助，可以出钱请他们。他们可谓是将赚钱渠道发挥到了极致。在确认好交易金额后，魂影领队也是命令在中星域的人员前来与凯恩会合。不久后，当陆羽和百里通赶到凯恩所报位置，凯恩已经集合了大部分人马，世宇、圣彼得以及魂影领队北刃全都在场。我去，不是让这金毛仔不用找援军吗？他娘的，这下让宇哥怎么发挥？百里通顿时气炸，毫不顾忌的开口：有这群人在，宇哥就不好化身剑神，除非宇哥不怕暴露了。没关系，他也是救人心切。陆羽倒是不在意，暴露就暴露了，反正现在积累的金币足够多了。除了战盟的人，其他人顿时有意见了。什么叫找我们影响他剑侠的发挥？呵呵，阁下好大的口气。第41章，胖子的爸爸是开天剑神儿子。说话的是光明教会的新生代圣子圣彼得，西方人血脉，跟凯恩一样，身材高挑。只不过他的头发是银白色的，穿着光明法袍，握着金玉包装过的光明法杖。他抽到了完全匹配光法职业的金色传奇天赋，自然他有高傲的资本，自认为凌驾普通超新星之上，也就只有凯恩、世宇这样的天骄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你丫的谁啊？百里通认出了对方，但对方语气这么冲，他自然不会给面子。用百里通的话说，这掉毛我看不顺眼。凯恩，我是给你面子才来支援你的，但如果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挑衅我，那就别怪我不领情了。在众人面前，圣彼得身为光明教会的圣子，他自然要保持优雅风度，但不代表他没脾气。圣彼得的意思很明显了，马上让这胖子消失，不然他就率队撤了。此时凯恩心里那是非常鄙视这不要脸的家伙，明明是要了好处才答应来支援的，跟给不给我面子有毛关系？不过客套话还是要说的，当务之急还是联合众人，先把队友们救出来。彼得兄，莫急莫急，其实这位是……凯恩话没说完，战盟的世宇就大咧咧地来到陆羽和百里通面前，一把握住二人的手，身姿放低说道：我是战盟领队世宇，非常感谢2位出手相救龙破云大队，不是你们，我战盟必将损失惨重，待星辰幻界关闭，战盟必有重礼后显。啊，这可把凯恩、圣彼得看懵了，啥情况？就连沉默不语的魂影领队北刃死鱼眼也是来了活气，上下打量着陆羽和百里通。可不管怎么看，这2个人都是坑货的样子。一个明明胖得跟球一样的胖子，尼玛选择刺客，选择盾战什么的，他不香吗？一个平民装扮的剑侠，
身上也毫无超级值2代的气质，还契约了一头一看就很弱的猫咪战宠。就这样的2个奇葩，怎么可能就战盟一支大队？他都没这个本事。龙兄弟已经感谢过了，这重礼就没必要了，有这个心就好了。怎么说，对方都是联盟老铁兄弟，陆羽当然得友好相待。正当众人还没回过神来时，世宇又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陆羽兄，你能剑斩万千 BOSS 级怪物，可否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无敌风采？我家99个槽！真的假的？一个剑侠斩杀万千同阶 BOSS， 你确定不是为了维护联盟之人而吹的牛逼？以他们对战盟的认知，战盟都是悍不畏死的勇猛战士，是不屑于撒谎的。何况说这种话的还是战盟最强新生代世宇，那就真的有可能，这除了帅气毫不起眼的剑侠，真的有剑神般同阶无敌的战力。看凯恩的神情，他也是懵逼状态中，那就是凯恩并不清楚这件事。如果眼前年轻剑侠是联盟秘密培养的王牌，按理说身为天神之孙的凯恩是不会有这种呆瓜般的表情。可这怎么可能啊？这世上怎么可能存在这种 bug 般的剑侠？好矛盾啊！世宇兄，现在救人要紧，待会杀怪你不就可以见识到了？陆羽淡然一笑，并没在意。像世宇这种天生的战士，最崇拜的就是比他还厉害的同辈强者，遇上了难免会想着切磋一番。对，是我唐突了，当下还是救人要紧。世宇倍感歉意。这个时候，凯恩听到救人，也算是回过了神来。不管世宇所言是真是假，待会自会分晓。当下得尽快部署好救人计划，然后赶紧行动。彼得兄、世宇兄，诸位，给大家重新介绍下，这位百里通兄弟，其实就是我们联盟开天剑神唯一的。百里通赶紧打断凯恩，忙说道：没错，我就是开天剑神唯一儿子以前收养的孤儿，对，也就是我是开天剑神的干孙子。百里通内心暗呼好险，差点被宇哥知道身份了，不然万一宇哥认为我是有目的靠近他，那就有一只船就得翻了。不行，得找个合适时机再告诉宇哥我的身份。于是百里通给凯恩发去私信，威胁他不得泄露他的身份，不然没完。哗！众人再次一惊，开天剑神的干孙子，没听说过呀？估计是开天剑神儿子生前的个人行为，开天剑神估计不会承认这么个胖次孙子。只是这贼眉鼠眼的大胖子，怎会被开天剑神唯一的儿子收养？他凭什么？得知百里通是开天剑神的干孙子，圣彼得心里对百里通再有意见，此刻也不得不打消了，随之换上了亲切笑容，以示友好。胖子，你干爸爸是开天剑神的儿子？陆羽猜到百里通身世不简单，没想到这么不简单。他以为百里通是 F 战区哪个大佬的后辈，万万没想到是开天剑神儿子收养的。难怪 F 战区的长官会这么关照自己的父母，难怪百里通有那么多战场地图，还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售卖，也没人阻止。有这么一个牛逼哄哄的干爸爸，换作是其他人，估计早就全世界宣扬，卖起民歌步伐，露出黄猿表情，然后对所有人说：做我儿子吧。是啊，本想星辰幻界关闭后告诉宇哥，没想到金毛仔这大嘴巴提前说出来了。说着，百里通瞪了一眼凯恩。一直当吃瓜群众的北刃得知百里通是开天剑神干孙子，竟主动凑了过来。尊敬的百里通阁下，可否加个好友？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一起合作。别，我没钱。百里通当即拒绝。开玩笑，我赚的金币估计都没跟你合作一次多。不加，打死都不加魂影的人。再者，我有宇哥这条大腿抱，还需要跟别人合作？北刃也只好讪讪一笑，也就退了回去。好了，既然大家互相认识了，我们就说说救人计划。还说个屁啊，直接出发干了。凯恩还没开始说计划，陆羽和百里通就率先出发了，留下众人一阵凌乱。这尼玛的倒有几分开天剑神的脾性，就是干。哈哈，那就各自为战了，兄弟们，出发！世宇爽朗一笑，扛着大铁棒就带头跟上。咻！北刃也只好带领魂影人员隐身紧随其后。凯恩兄，那我光明教会就负责远程支援和治疗了。说完，圣彼得则暗藏心思的带队出发。凯恩愣了愣神，低头看了眼自己准备的详细作战计划，然后直接把它揉成一团丢掉。谢特，就知道跟百里通这胖子一起没好事，难怪爷爷总说跟谁组队都别跟百里家的疯子组队，那就是一群莽夫。凯恩召唤出坐骑，迅速跟上，希望这次救人行动不会失败。第42章，二人组率先抵达，站起。中心域中心地带，奇异大峡谷。噗嗤，游戏，向警军，我已砍了105个头颅，你呢？野田君，我刚好多了一个106个，看来这群羔羊总算安静了。嘻，黑教廷两个魔鬼野田毅和向井敏明竟然拿抓来的联盟新生代来进行砍头游戏，只要单挑被击败，
就会被他们残忍地砍下头颅。本就有伤在身的联盟成员，又岂是这两个魔鬼的对手？当然，他们只挑下破胆又普通的联盟新生代下手。至于像戴丽丝等天骄，他们是不敢轻易杀的，因为主上捉拿这些人，一是为了吸引联盟二人组前来，二是想要征服联盟天骄，契约这些天骄为主上所用。往年进入星辰幻界的唯一黑暗怪物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很少人会苟且偷生罢了。所以，两个魔鬼拿其他人来取乐的同时，好震慑这些个天骄。果然，在砍头比赛开始后，原本宁死不屈的轩辕启、戴丽丝、司徒毅也不得不渐渐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们继续反抗的话，砍头比赛就会继续，死的都是那些信任他们的队友。这些被魔鬼挑选出来的可杀的寻常转职者，全都露出了众生相，有吓得尿裤子，有在哀嚎的，也有祈祷的，更有后悔进来星辰幻界的。但面对死亡的时候，却能勇猛一搏。陆羽所在的猎人小队，李卷等人也是吓得脸色苍白，嘴唇不自觉打颤，因为即将轮到他们。好在三个超新星停止反抗后，两个魔鬼停下了比赛，他们暂时躲过了一劫。此时三个超新星内心还存有一丝希望，那就是凯恩没被抓，那他就一定会寻找盟友前来救援。所以现在不是反抗的时候，保留体力慢慢恢复，等机会来了再全力反抗。啧，听闻你是罗斯家族的掌上明珠，真是强大的天赋，姿色也是上等。等主上归来，你若不臣服，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你玩到气绝身亡。解。野田毅一手托起了戴丽丝下巴，众人只能愤怒地看着这个魔鬼。呸！戴丽丝呸了他一脸口水，但野田毅却变态地把戴丽丝口水舔个干净，真香呢！这让戴丽丝羞愤不已。突然，一声响亮的马叫声在峡谷上方响起，众人抬头看去，只见一匹白色骏马在星光照耀下绽放着酷炫光彩，如神光折射。联盟的兄弟姐妹们，再撑一会，我们救你们来了。百里通站在马背上，双手抱胸，一副大佬姿态。但众人不管怎么看，都觉得这是一个逗逼。试想一下，一个敦级刺客穿着黑色刺客装，那形象要多滑稽有多滑稽。倒是驾驭着骏马，背着长剑，朴素白衣装扮的陆羽，有那么一丝剑侠大佬的韵味。那是陆羽和百里通。众人一眼认出来人，可他们没有一丝喜悦，反而一阵无语。这两个奇葩没有跟着大团队，侥幸没被怪物抓捕，不好好在一个地方躲着收集星原石，跑来就什么远啊？他们这不是来送死吗？还嫌被抓的人不够多吗？非要来送团灭吗？数万领主级怪物，加上黑教廷一众黑暗职业者，就算是三大战神年轻时也绝不是对手。唯有戴丽丝闭眼中看到一丝希望，他可不认为陆羽和百里通是两个莽撞之人，他们也许有把握，只是他暂时想不通二人的把握在哪，因为敌我双方战力差距太大了。此时凯恩等人还在拼命赶路，见鬼了，那白马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坐骑？速度竟然这么恐怖，我这可是 B 级坐骑啊！ B 级竟然连他的尾巴都看不到。野田毅看到陆羽和百里通出现，一眼就认出他们就是主上交代要抓捕的超级天骄，没想到他们还真敢来，真以为他们强无敌。这也好，只要顺利拿下二人，那就是超额完成主上交代的任务，到时少不了主上的赏赐。封锁所有出路，全力拿下他们，切记只可打残不可打死，他们是主上看中的奴仆。野田毅叽里呱啦鬼叫般的下达命令，黑教廷的堕落鬼子们迅速行动起来。由于樱花国残存倭种保留武士道精神，所以他们基本是近战职业，黑暗刀战、黑暗刺客、黑暗忍者最多。好，黑暗怪物亲卫也是咆哮着给怪物领主们下达指令，全力抓捕联盟二人组。宇哥，我先去拿下黑教廷那两个狗日的。百里通在高空一眼就看到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身边堆积的人头，不用说，肯定是这两个狗日的在拿联盟新生代取乐。如此残忍无情的行为，不虐得他们体无完肤，怎对得起死去的同胞？你行不行呢？陆羽对百里通的战力深表怀疑。那两个鬼子虽然可恨，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战力不弱，起码有超新星级别。放心吧，宇哥，我战力全开，不说别的，对付这两个狗日的还是没问题的，你就好好欣赏我的刺杀艺术吧。话落，百里通也不藏着掖着，橙色装备换上，雪羽道具一开，直接飞了起来，在空中隐身消失。咦，看来这胖子之前藏拙了，以这一手飞空隐身本事，就很少人做到，真不愧是开天剑神儿子收养的干儿子，看来继承了不少干爸爸的遗产。想罢，陆羽也是毫不保留地释放七星剑阵，漫天飞剑凝聚而成，以万剑归宗之势卷动峡谷风云。我勒个去，这不可能！联盟众人集体头脑短路了。
他们不看好的奇葩二人组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尤其是李卷等人，此刻头皮发麻，想破脑袋都没想明白陆羽怎么会这么强大。先不说那胖子一身成装还能飞空隐身，到现在都无迹可寻，就说陆羽这一手七星剑阵漫天飞剑，足以惊呆他们。他们大部分人自然认出陆羽释放的是剑侠技能七星剑阵和飞剑术，算是比较常见的剑技。可陆羽的七星剑阵范围太大了点吧，尤其是那飞剑术，尼玛的，真有三阶剑侠能召唤这么多把飞剑，还能这般操控自如？除非是10成出现过的年轻剑神，但这陆羽明显不是那剑神，因为形象和气质都不一样。这怎么可能？陆羽释放的一定是 S 级七星剑阵和 S 级飞剑术，还都是升级到了3阶 LV90 才有这个效果。我哥司徒羽就是剑侠职业，还是6阶剑侠，我见识过我哥的七星剑阵和飞剑术，所以我清楚这两个技能的情况。司徒毅震惊出声，死！众人倒吸一口冷气，2个 S 级技能，这陆羽竟恐怖如斯。戴丽丝看得美目异彩连连，太强大了，太帅气了，这样的男人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杀！陆羽斥喝一声，漫天飞剑如脱缰野马，疯狂朝怪物和黑教廷鬼子杀去。大战一触即发。第43章无敌风采。一瞬间，天地间被红绿相间的血液浸染，怪物的血，黑教廷鬼子的血，在飞剑穿梭中不断喷洒而出。顷刻间，风景优美的大峡谷成了死亡炼狱。八嘎！魔法怪物，快远程攻击他！野田一惊惧的同时，不忘下达新的命令。他猜到对方估计会很强，但没想到这么强，面对近100万 BOSS 如入无怪之境。这里可是现实世界，不是虚拟的游戏，只要超过技能施法范围，哪怕是锁定技也无法攻击到目标。有 S 级坐骑的陆羽，魔法怪物的集体魔法技能已然对陆羽造不成多大威胁，只要时刻留意怪物们的限制性技能或者锁定技能，就能做到无伤刷怪。八嘎雅露，他的坐骑好快，得先控制他，我们上。向井敏明倒也精明，知道不控制住陆羽只会被陆羽风正死，2个最强鬼子又要亲自出手。就在这时，一个胖乎乎的身影在他们身后出现。狗日的，你们的对手是我胖爷！背刺！噗嗤！负10200！啊！我的1厘米巨坤被切了！黑暗剑侠职业的向井敏明发出鬼哭狼嚎的惨叫声。要不是百里通要好好让这2个狗日的感受绝望，不然刚才一击就能秒了一个。S 级鬼灵步 ，A 级隐匿，一击得手。百里通快速遁去，再次隐匿踪迹，不见踪影。八嘎嘎！先抓住这胖子！黑暗刺客职业的野田毅也开启了隐身。1 vs 2，百里通再次与2个鬼子展开了厮杀。天空战场，陆羽凭借大白优势在戏耍一众怪物，让他们只能怒吼连天，却毫无办法。黑暗怪物的8个亲卫，剑王交代把控局面的狗奴野田毅被一个胖刺牵制，也只好各自行动。他们联合出击，目标直指陆羽而去。在他们看来，这陆羽的威胁最大。我的乖乖，我跪了！只凭2个人，却牵制了一整支怪物大军，还有黑暗教廷全部新生代。这陆羽和百里通怎么如此妖孽啊？这一刻，他们无不低下羞愧的头。回想几天前刚进来的时候，他们还纷纷嘲笑2人不自量力，活不过半天。现在，他们的脸都被自己打肿了。都别只顾着震惊了，趁着怪物对我们看守松懈，赶紧恢复伤势，待会找机会一举冲破牢笼，配合陆羽和百里通击杀怪物和鬼子。轩辕启赶紧说道。众人闻言纷纷点头，立马利用药剂或者牧师治疗，迅速恢复。战局很快陷入僵局。陆羽知道自己再强大，在不化身剑神的前提下，面对成百上千个 S 级领主，还有大量其他 BOSS， 正面一战那是绝对打不过的。现在只能先靠着大白牵制住他们，利用飞剑术尽可能多秒杀级别低的怪物 BOSS。等凯恩等人抵达了，到时就好打许多了。空荡之余，陆羽还瞄了一眼百里通那边，发现他一个人真的可以对付2个超新星级的堕落鬼子，稳稳占据了上风。说实话，就这份实力和战绩，是陆羽见过同代中最牛逼的一个。这胖子能被开天剑神儿子看上，看来也是有原因的。不多时，凯恩等人总算赶到了战场。当看到陆羽一人血战近100万怪物和一众黑教廷鬼子，而百里通独占2个黑教廷领队占据上风，无不瞠目结舌。哈哈，强，好强，强的开挂一般，无敌风采，这才是真正的同级无敌风采。陆羽，我见识到了，你是我世域第一个自认为远远不如的同辈，今后我将只以你为目标。兄弟们，开战了！话落，世羽狂笑着杀入怪物群里，释放狂猛的战技。
魂影一众刺客的目标也非常清晰，那就是魔法怪物。至于光明教会，圣彼得此刻双目尽是不可思议以及深深的嫉妒。一个剑侠只凭借一个坐骑玩弄数万领主及怪物于手掌之间，这种恐怖的战场掌控力，恐怕连许多老一辈都远远不如，更别说对方只是个跟他一样的3阶新生代。此子若成长起来，那以后联盟将出现一位超越战神的无敌者，那域外战场的人族势力将彻底以他为尊。这不是光明教会希望看到的，只有光明教会的教皇才能成为人族的领袖，只提供远程治疗支援。圣彼得在教会频道给众人下令，而凯恩虽然也震惊陆羽的逆天表现，但现在不是多想的时候，等把众人救了再去想。他已经杀入战局，朝着被囚禁的队友杀去。是凯恩，他果然带着盟友来救我们了。太好了，有无敌剑侠，有强大胖次，还有这么多盟友，我们定能得救，说不定还能创造一个历史，首次覆灭怪物 BOSS 大军。被抓众人雀跃，兄弟姐妹们，是时候了，给这群王八蛋鬼子还有怪物好好体验一下被围殴的滋味。轩辕启率先发动攻击，轰击特殊怪物囚牢，其他人也纷纷起身，用最强技能攻击。看守的怪物们怒吼出手，但数量不多的他们已然对众人构不成太大威胁。此时野田毅已经彻底慌了神，有凯恩等人参战，那必然会分散大量怪物的注意力，如此一来，那可怕剑侠就能更肆无忌惮地屠戮他们。该死，快别去追击那剑侠了，快回来控制被抓的人，用他们威胁那剑侠。野田毅迅速在频道下令，黑教廷还活着的数千鬼子立马朝囚牢奔去。百里通再次现身，狠狠给了野田毅一匕首，给他来了个剖腹产，肠子都掉出来了。狗日的，跟胖爷我对战还敢走神，虐不死你！天空上，陆羽注意到了黑教廷鬼子的动作，想拿人质要挟我们。见魔法怪物被魂影的刺客盯上，他们乱了阵脚，陆羽也就再无顾忌。大白化身白龙，护住被困的那群人。绿大白脱离陆羽而去，化作惊天巨龙，从天而降，护住众人。好，一声龙威，看守众人的怪物们顿时吓得不敢动弹。一时间，敌我双方全都石化了。我的天，陆羽的坐骑是巨龙。好一会，众人才缓过来，继续跟怪物开战，同时战意前所未有的高涨。野田毅见此状况就知道，用人质威胁陆羽的计划失败了。这么一来，别说抓住二人组，就是能不能保住命都难说了。另一边，半怪协会的人也闻声赶来，看到陆羽如此神威，雷克顿彻底疯狂。结，一定要得到他的基因，快！趁他还没灭杀所有怪物，速度助他一臂之力。雷克顿之所以这么做，有2个目的：一是为了接近陆羽而留下好印象，二是收集领主怪物尸体，回去用特殊秘法提取不完全的怪物因子。那是半怪协会的人，他们这群疯子怎么也来了？凯恩眉头一皱，但当看到这群疯子在攻打怪物，凯恩也就稍稍放下心来，估计这群疯子是为了趁此机会收集怪物尸体。也只有他们会这么疯狂，因为他们已经不算正常的人类，而是半怪人。第44章，怪物败走，鬼子团灭。本就乱作一团的怪物和黑教廷，在半怪协会这群疯子的参战下，还是站在联盟一方，他们彻底乱了手脚。轰隆，囚牢被打破，轩辕启、戴丽丝、司徒毅等人脱困，他们带领众人奋起反击，要狠狠将绝望翻倍送回给这群狗日的鬼子。数千鬼子顿时被杀得哇哇叫，他们本就完美遗传了倭族先祖的贪生怕死基因，此刻面对生死绝境，他们的本性暴露出来了。出卖队友，跪地求饶，各自逃窜，小鬼子的劣根性展露无遗。对于这群狗日的，众人那是绝不留情，这些祸种留在世上就只能衍生更多的祸害，早就该灭绝了。杀！老子不接受他们的投降！轩辕启手中寒冰长枪直接洞穿一个鬼子，将其高高挑起，宛若杀神。啊！八嘎呀！不是这二人组，你们这群废物又岂会是我们的对手？野田毅披头散发，狰狞如恶鬼。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结局。若主上不归来，怪物领主不救他脱险，他必死无疑。快来把我撤退！野田毅对着主上的亲卫大吼一声，但这群黑暗怪物的亲卫鸟都没鸟他，而是给王汇报了情况。另一边，星辰之殿内，黑暗怪物已收获到星辰之殿第1层的神秘宝物，并缴纳3000万金币来到了第2层。在这里，黑暗怪物也是顺利通过第2层星辰之殿守卫，来到一处神秘星光传送阵这边。传送阵提示需要1000万金币激活，而且是每年仅激活一次，传送的目的地暂时不知。自怪物世界入侵蓝星世界，
仅有100年历史，而这星辰幻界还是在人族诞生第一个转职者后才出现的。短短数十年时间，星辰之殿还是第一次被发现，自然黑暗怪物也不清楚这传送阵的目的地。黑暗怪物看了眼第3层入口需要缴纳的金币，竟然需要5000万金币。此刻他身上也才剩下1000多万金币，根本进不了第3层。于是黑暗怪物瞬间做出决定，将金币用于激活星光传送阵。下一秒，黑暗怪物就被传送走，出现在天空星河之上。这是星元石脉，一条无比庞大的星元石脉出现在黑暗怪物面前。黑暗怪物瞬间明悟过来，原来星辰幻界传说中的星元石脉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下和海底，难怪这么多年从来没人找到过。看着眼前庞大无比的星元石脉，黑暗怪物发出桀桀的狂笑。星元石，那可是可以使他们怪物进阶升级的特殊资源，哪怕在怪物世界，想要获得这类特殊资源也极其不容易。虽然他无法将整座星元石脉挖光，但至少也能挖到100万颗星元石。这时黑暗怪物收到了亲卫的信息，得知外面情况后，黑暗怪物瞬间震怒，一群废物，果然狗奴才就是狗奴才，一点用都没有。黑暗怪物当即让亲卫带着剩下手下先撤，等他采完星元石回去，再好好领教那剑侠的本事。得到王的指令，这8个亲卫直接率领剩余怪物，各自朝着一个方向突围而去。想跑？陆羽见战局已定，直接御剑杀向逃跑的强大怪物。说实话，那几个带头的 S 级怪物战力真的强大，能硬扛自己大量伤害。他们要跑，自己不化身剑神，还真的很难全部击杀他们。最终，陆羽也才斩杀4头亲卫，这还是凯恩帮忙留住了1头，半怪协会的雷克顿留住了1头，其他人根本留不住，因为其他领主怪物也不弱。当然，光明教会的圣彼得是没有出手的，他全程在看戏。至于黑暗教廷的鬼子们，已经被众人重重包围，一个个鬼哭狼嚎，祈求给个活命的机会。甚至一些女鬼子当众搔首卖姿，表示可以做大家的女游，在星辰幻界关闭之前供大家玩乐。噗嗤！联盟众人直接将这群狗日的斩杀，如此狗日的，杀了都嫌脏了手。另一边，百里通已经将野田义和向井敏明彻底打残。宇哥，怎么处置这2个鳖？百里通虽然也受了不轻的伤，但性命无忧，戴蒂斯2个治疗术下去就恢复七七八八了。这时，半怪协会的雷克顿主动开口道：“这位兄弟，不如把他们交给我们吧，我们有特殊刑罚，可以让他们享受极致痛苦而死。”众人无不愕然，这半怪协会今天吃错药了。宇哥，这些半怪协会的变态也算是堕落者，但他们跟黑暗堕落者有所不同，处于亦正亦邪之间。我曾听大佬说过，他们的理念是曲线救世，借助怪物的力量强大自身，最后超越怪物，但好像失败了。只有少部分人能抑制控制怪物因子带来的副作用，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等级很难控制，一旦失控，那就是变异类怪物，是很强大，但也毫无理智，只知道杀戮和破坏。百里通在好友频道给陆羽介绍道。陆羽细细打量了一番这些半人半怪的半怪人，心里也是感叹蓝星人族那段最黑暗岁月的残酷。为了救世，竟有先辈走了这么一条不归路，这倒让陆羽对半怪协会的先辈有些敬佩。虽然失败了，但出发点是好的，也难怪人族联盟会放任这股势力存在，并发展成域外战场6大势力之一。估计看在旧情分上，只要他们不做出太过分的事，人族联盟还是不会打压他们的。陆羽示意胖子把2个鬼子交给他们，然后对众人开口道：“诸位，先别忙着庆祝，我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那黑暗怪物从始至终都没出现。”众人一听，顿时收起大胜利的喜悦，转而警惕起来。是啊，那黑暗怪物呢？按理说他应该在这里才对，不然他专门抓捕联盟众人，又把所有手下集中在这边干嘛？四处寻找一下，也许他遇到突发情况，暂时离开了也说不定。陆羽沉思道，如果没有见识到陆羽的恐怖战力，众人是绝对不会鸟陆羽的。可现在，陆羽的话就如同战神的话，是那么的具有分量。不是陆羽一个人拖住了大部分的领主怪物，哪怕他们几大势力联手，也绝对不是怪物的对手。何况还有黑暗教廷的一群堕落鬼子。所以众人迅速分散寻找黑暗怪物的踪迹。啊！半怪协会的人开始对2个鬼子施以令人头皮发麻的酷刑，看起来很残酷，但听起这2个鬼子的惨叫却很舒服，很爽。看来也就这些半怪协会的怪人，才能好好让鬼子感受到什么叫做他妈的真正的痛楚。他们的惨叫声，直到有人发现了被怪物填充的峡谷裂缝才停止。半怪协会的人将他们头颅斩下，并一分2半，真正体无完肤，死得很痛苦。众人快速清理裂缝，来到大峡谷地底深处，看到了一座星光灿烂的神秘星辰之殿。
还别说，不是星辰之殿刚好绽放了一股能量波动，刚好黑暗怪物裂开了地底一道裂缝，促使能量溢出一丝，还真的无法被发现。那黑暗怪物一定进入了里面。众人无不欣喜若狂，纷纷猜测里面绝对有无法想象的机缘。第45章，星神 BOSS 定，你已触发星辰之殿，需要缴纳1000万金币，方能进入第1层。这是需要金币才能进入的宫殿。众人惊愕，1000万金币可不是小数目。好在各大势力大佬都给他们准备了点，就是预防在星辰幻界遇到需要花金币的地方。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稀有副本还是神秘秘境，货币永远是必需品。可这星辰之殿里面有什么，也是未知数。万一金币花了，里面毛都没有，岂不是后悔终生？众人还在考虑值不值得的时候，陆羽已经直接缴纳1000万金币进入了里面。这点钱，陆羽还是丝毫不在意的。用他的话说，这只是他金币的零头。卧槽！陆羽进去了，他有那么多金币。李卷等人再次懵逼。哈哈，富贵险中求啊！各位，百里通没有选择进入星辰之殿，因为有宇哥进去了。如果真有好东西，宇哥也会跟他说一声，到时再进去也不迟。所以百里通在不断刺激众人想要寻宝的神经线。凯恩沉思了一下，还是选择进去一探究竟。身为天神孙子，1000万金币还是有的。圣彼得则咬咬牙，也是选择进入。半怪协会的雷克顿则是命令所有人将金币全部交易给紫玫瑰。这是一个绝佳机会，在里面定要得到年轻剑神基因。放心吧，我会让他欲仙欲死的。紫玫瑰随即进入星辰之殿。倒是魂影的北刃和战盟的誓语不为所动，他们一个不做赔本买卖，一个深知自己几斤几两。有陆羽这个超级剑侠进去了，那即使里面真有什么好东西，也轮不到他们。至于其他域外势力，那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了，因为他们真没带那么多金币。此时陆羽已经轻松穿过第1层守卫，来到第2层入口，发现这里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夺了这里的宝物，看来十有八九就是那黑暗怪物了。陆羽眼睛不眨一下就花了3000万金币，直接进入了第2层。凯恩等进来的几个人全都懵逼了。这第1层空荡荡的，除了入口处的守卫，什么宝物都没有。不，应该说是有宝物，只是被人夺了。所以他们花了1000万金币，那是全都打了水漂。紫玫瑰可不在意这里的宝物不宝物的，夺取陆羽基因才是最重要的。还好总队长他们给的金币不少，倒也能进入第2层。于是紫玫瑰毫不犹豫选择继续花金币闯入第2层。凯恩犹豫了一下，还是算了。法克，都怪那死胖子，富贵险中求，嫌你大爷的，害我白白花了1000万金币。圣彼得脸色则憋成了猪肝色，他也成了冤大头，花1000万金币来了个星辰之殿第1层，到此一游。第2层内，陆羽闯过守卫，快速来到最深处，看到了已经被激活过的星光传送阵。1年之内只能激活1次，这是传送到哪里的传送阵？但这传送阵只有一个激活提示，再无其他提示，陆羽也就不得而知。既然这个传送阵被激活了，那应该是黑暗怪物激活的，他应该是金币不够去往第3层，不知道这第3层会有什么宝物。进入第3层需要6000万金币，这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过对现在的陆羽来说，依旧是小菜一碟。那边紫玫瑰没有过多跟守卫纠缠，快速来到里面，看到陆羽在那站着，不知道在想什么。好机会！紫玫瑰迅速褪去衣裳，脱了裤子，手里攥着催情粉。哪怕是意志力如金刚杵的男人，中了这粉，再加上他的狐媚之眼，都会化作只靠下体身思考的野兽，只会疯狂发泄欲望。可正当紫玫瑰要将催情粉撒向陆羽的时候，陆羽却突然消失了，他进入了第3层。紫玫瑰瞬间石化在当场，老娘裤子都脱了，你给老娘玩这个！忽的一声极度不甘心的骚狐狸笑声响遍了第2层。整整4000万金币啊！陆羽，老娘这辈子不加你1次，誓不为人。对于紫玫瑰的情况，陆羽那是丝毫不知的。进入第3层后，陆羽感受到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无形威压，这股威压超越了他的认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神明才有的威压都不为过。对此，陆羽瞬间警惕起来，打起了12分精神。本想召唤出大白，却得到提示，在这第3层无法召唤任何宠物。这第3层没有守卫，但陆羽不敢大意，缓缓前行。如果说第1层和第2层是寻常的封闭地宫，那第3层就是开放式的真正星宫。这里的地板是星石打造，加上星光点缀，让人仿佛置身于宇宙星空之上。不久后，陆羽来到创世之柱一般的区域，这里应该就是第3层的最深处。突然，
陆羽惊讶地发现，有一个神秘人在跟一个奇异 BOSS 战斗。有人进来了。陆羽迷糊了，怎么会有人有那么多金币？要进入第3层，那可是要足足花1个亿的金币，足以上财富排行榜了。咦，看这曼妙的身段，还是个妹子，不是黑暗怪物。陆羽躲到一根就近星柱之后，眯着眼观战的同时陷入了思考。等等，一个妹子，孤身一人，也不知道这妹子是什么身份，看不出她属于哪方势力，能拥有这么多金币，实力还这般强大。刚进星辰幻界的时候，没留意到这么一号人，而且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道具，连名字、职业、等级都隐藏了，无法查看。陆羽惊疑的同时，只好看向那奇异的 BOSS， 名称星神投影，级别 S 级，等级3阶 LV90， 血量3000W， 天赋技能未知，技能星之手、繁星之光、星之咒印、永恒星光、星神技。介绍：古老星神死后留下的一道投影，拥有星神本体的作战技巧和技能，击败他能得到星神留下的传承秘宝。卧槽！星神投影，这第3层的宝物是星神的传承秘宝，神的传承！绕世陆羽也不得不内心澎湃，激动起来。这时，戴着面纱的女子实在扛不住 BOSS 的攻击，不得不逃到一边。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妹子的实力只在陆羽之下，可论单打独斗的话，她还不是这个毫无破绽的星神 BOSS 对手。可这第3层一旦进来就没法出去，只有2个结果，要么杀了 BOSS 得到星神传承出去，要么被 BOSS 杀了在这沉眠，不然哪怕星辰幻界关闭也无法离开。本以为要死在 BOSS 手上的妹子一脸的绝望，她确实不应该这么任性，偷偷闯进这星辰幻界，还胆大包天，花了那么多金币闯进这个鬼地方来，孤立无援，身陷绝境。神之传承虽然很是诱惑人，但也得有命拿才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危急一刻竟然进来了一个人，就这人蹩脚的躲藏手段，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也没想到还有其他人带了这么多金币也能进入这第3层来。你再不出来，谁也别想活着出去，与我联手才有一线生机。阿烈被发现了。第46章剑神 vs 星神。陆羽闻言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走了出去。黑纱美女见到陆羽，秀眉一皱，媚眼一眯，上下打量了一下陆羽，然后警惕地望着陆羽。陆羽自然也打量了一番对方，虽然离得不近，可陆羽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传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黑纱美女身上散发出来的体香。这身段如此诱人，声音如此灵动，为何要蒙着面纱呢？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下一刻，两人竟然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呼！这时，这只星神 BOSS 竟然发出了一声重重的喘息声，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突然出现的陆羽。黑纱美女一咬银牙，急道：“这星神 BOSS 极其强大，足以号称3阶最强 BOSS， 血量、防御远超普通星兽10倍，只能用破甲技能或者真伤技能打伤害。但要注意他的回血技能，我的一个技能重伤效果对他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最好能打断他，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听罢，陆羽望向这只星神 BOSS， 不知为何心中升起了浓浓的战意。这种战意不像石城那会的愤怒战意，而是遇到真正同级对手的那种热血战意。星神 BOSS 的举动变得诡异起来，竟然没有马上对二人发起攻击，而是站在那里，星空般的双眼紧紧地盯着陆羽。他能感受到一股不弱于他的力量出现了。古老神语，这小鬼体内有跟我一样的神之力量。感受到诡异的气氛，黑纱美女有些惊疑地看了眼不动的陆羽，又看了眼不动的 BOSS。神马情况？惺惺相惜？还是他们认识？不可能啊！这星辰之殿必然是首次被发现，而且这人也一定是第一次进来星辰幻界，绝不可能跟星神认识。古老神语，不对，怪物世界之力才同化蓝星世界100年，人族不可能那么快有人获得神级天赋，那不是有金币就能抽到的。陆羽眉头一皱，这星神 BOSS 在自言自语，说的好像是神语，不过陆羽倒听得真真切切，也神奇的听懂了。我能听懂神语？陆羽内心骇然，心中惊异的同时，也猜测应该是剑神之星天赋的原因。人族不可能那么快有人获得神级天赋，那自己抽到剑神之星是怎么回事？难道暴毙系统还有隐藏功能，可以让自己提前抽到神级天赋？是了，转职时代都这么多年了，如果靠金币就能抽到神级天赋，那各大势力早就集中金币给一个人抽，怎么也能抽到一个神级天赋者。可至今为止，除了自己，没有一个人抽到，甚至传奇天赋都很少人抽到，那10有8九是自己自带系统，无视怪物世界规则的原因。古老神语，你一定是黑暗魔神融合人族之躯的家伙，体内才会有神之力，
魔神为了夺取我的神之传承，竟然想到如此卑劣之法，当诛！随即，星神 BOSS 彻底爆发，恐怖的星芒从他身上绽放。原本正常人大小的星神 BOSS 化作通天巨兽，那模样倒跟星兽差别不大，但体型和力量就是天壤之别。这星神 BOSS 把我当魔神了？陆羽看着发狂并彻底释放杀意的星神 BOSS， 也是认真起来。好大，这下难搞了。黑纱美女也是被突然狂暴的星神 BOSS 整懵了，体型变大，那攻击技能范围可是会随之变大，这也是怪物世界怪物强大的原因之一。何况这星神 BOSS 好像还动用了神之力，永恒星光、星神技、辅助技能，可深裹星神之力凝聚的星光，所有技能附带星神之力，增加威力。星之手，布满星辰的遮天蔽日巨手朝陆羽和黑纱美女拍来。毫无疑问，若是被蕴含星神之力的星之手击中，以二人血量必被秒杀。但好在这里的空间足够大，二人各自施展身法躲避开来。轰隆，整个大地震荡，爆发强劲冲击气流。噗！只是被技能余波震到，陆羽的血量就掉了过半，黑纱美女的血条更是直接空了。太恐怖了，这简直是无敌 BOSS。虽说这 BOSS 不可能一直动用星神之力，但在使用期间足以秒了他们二人。黑纱美女又陷入了绝望，她才刚刚看到希望，这么快又被死亡笼罩，这人坑姐啊！还以为这年轻剑侠有多强，没想到是来和自己一起送死的。还有，这 BOSS 为何看到这剑侠会这么狂暴啊？就在这时，陆羽浑身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剑光，原本平平无奇的气质瞬间发生巨大变化，如剑仙降世，只是站在那里，就如一把可斩天裂地屠神的神剑，锋芒盖世。他，黑纱美女美眸瞪大，仿佛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一个剑侠突然化作了剑神，身上还拥有与星神 BOSS 一样的力量。死！他是剑神转世吗？黑纱美女的脑海里顿时变得空白一片。杀！星神 BOSS 已经彻底的暴走，失去了理智，不杀掉他眼中认为的这个魔神，誓不罢休。而陆羽帅气出击，一个诸怪神剑阵重重压制着星神 BOSS， 有剑光穿透怪物，压制和重伤双重效果下，足以让这星神 BOSS 行动力受阻。咻！星神 BOSS 速度变慢了，陆羽的速度却达到3阶极致。如此一来，陆羽可以轻松躲过星神 BOSS 的非锁定技能。神剑风暴，负33000，拥有斩杀效果的神剑风暴，100%能打出高额伤害。所有神剑自带穿透效果，将星神 BOSS 覆盖，不断斩出伤害。加9900，天赋的30%吸血效果，顷刻间就让陆羽的血量回满。但星神 BOSS 也不是吃素的，他3000万血量足以可以让他硬抗神剑风暴的伤害，进行反击。星之咒印，漫天星光咒印落下。这种咒印拥有压制回血、每秒掉血的效果，还有限制目标移动的效果，可令目标如背着一座山，行动极其缓慢，是非常强大的辅助技能。更别说这个技能此刻附带星神之力，效果更加猛。黑纱美女看着这双神大战，只能躲到一边嗑药回血，不敢靠近一丝一毫。见这位少年剑神行动受阻，黑纱美女心里再次一紧，她能否战胜星神 BOSS 也决定了她的生死。星矛，一把巨大的星矛开始在星神 BOSS 面前凝聚。完了，黑纱美女在之前战斗中吃过星神 BOSS 这一招，差点被秒了。现在陆羽行动受阻，以他不断起伏的血量，很难挡住啊。这是锁定技，黑纱美女急忙提醒一声。陆羽从这星矛之中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好在他一直留着斩魔拔剑术，就是为了预防星神 BOSS 的杀招。斩魔拔剑术，咻！噗嗤！虽然陆羽被星之咒印限制，但不影响释放剑神技，一剑拔出，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打断了星神 BOSS 这个杀招。这黑纱美女惊呼出声，这极尽帅气的一剑已然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了。很快，星神 BOSS 的星神技永恒星光持续时间结束，重新变回正常人大小的类人形态。陆羽也是剑神形态消散。不过大家都没了神之形态，陆羽更加不惧星神 BOSS， 战斗继续展开。这时黑纱美女也回满了状态，加入了战局。一旦星神 BOSS 再次化身巨大星神，他就撤出战局，让重新化身剑神的陆羽抵挡。如此消磨之下，星神 BOSS 也是慢慢的血条被磨光。好，魔神，别想得到我的传承！死亡一刻，星神 BOSS 最后一次爆发了。原本不会释放的天赋技能，此刻被他动用了。只见星神 BOSS 身体急速膨胀，星光极致涌动。不好，星神 BOSS 要自爆！第47章绝境，强大的黑暗怪物横推超新星。轰隆！
仿佛恒星爆炸的声音响彻星辰之殿第3层，星柱被炸得4分5裂。嘎噗！陆羽和黑纱美女同时被爆炸威力震得眩晕过去，身上装备和衣物更是直接化作粉末。按理说，如此恐怖的爆炸威力，二人是绝无可能存活，可二人只是光溜溜的晕倒在地上，姿势羞人的贴在了一起，并没有被炸死。在陆羽的宠物空间里，小红吃着美味猫粮，额头的太阳印记不知什么时候燃烧了起来。真是好险呐，主因差点被炸死了。呢喃一句，小红眯着眼继续吃着美味。另一边，黑暗怪物将背包已经装满星原石。3阶的背包不是很大，但只装星原石足以装下数百万块。往年怪物阵营收获到的星原石也顶多10多万块，到时自己上缴15万块即可，剩下的就都是自己的了。看着星原石脉，这个黑暗怪物内心有了个疯狂的想法，他要独占这个巨大资源。至于如何获取这里的资源，这不着急，等晋升到10阶，成了黑暗王城的新王，到时自己就可以安排死士级别的亲卫，每年来开采一次。有了这种资源供养，成为神士指日可待，以后就有机会成为永生的魔神，开创属于自己的神国。想到这，黑暗怪物张开手臂，发出极致邪恶的狂笑。属于我赤葵的时代来了，结。随即，赤葵踏入回到地面的传送阵。下一秒，赤葵就出现在大峡谷上方。轰！赤葵一脚踏碎一座山谷，引起巨大动静。所有人同一时间感受到一股极其邪恶的气息，是那黑暗怪物出现了。在大峡谷地底的众天骄无不心头一震，随即立即回到地面，准备迎战黑暗怪物。轰隆隆！残余的怪物领主在得到王的召集后，纷纷杀了回来。虽然数量不多，但战斗力还是十足的。你们去挡住那群怪物，别让他们过来支援黑暗怪物。凯恩给非超新星的新生代下达指令。你们也去。是与几个领队也是下达同样的指令。身为新生代金字塔顶端的天骄，他们都有各自的傲气，都想试试黑暗怪物的战力。当然，他们也知道，单挑的话，绝对不是黑暗怪物的对手。毕竟他可是全身史诗级装备，还有一件传奇魔刀。于是，凯恩、雷法、圣彼得、光法、誓语、狂战、北刃、刺客、戴利斯、牧师、轩辕起、冰霜骑士、司徒翼、弓箭手、雷克顿、全战8个超新星暂时联合组队，打算挑战黑暗怪物。组队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技能伤到盟友。那死胖子呢？凯恩这时发现百里通不见了。突然，黑暗怪物上空出现一道胖影。狗日的黑毛怪，吃胖爷一击！百里通竟然率先独自一人对黑暗怪物发动了攻击，一出手就是致命技能——致命毒刺。原本绽放橙色光芒的匕首，仿佛被涂抹了绿色剧毒，释放出浓郁的碧绿毒芒。但不知道黑暗怪物释放了什么技能，一股强劲的反弹之力顿时命中了百里通。砰！负5050，百里通直接被弹飞，口吐鲜血。咻！在被击飞的一瞬间，百里通左手匕首换上了刺客可用的手弩武器，射出了一支夺命剑。怒剑穿心，3阶主动技能，需要佩戴武器弩才能释放，单体杀伤力很强，具备穿透效果。赤葵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奇葩胖子竟然还学了个手弩技能。猝不及防下，赤葵被击中后背，伤害虽高，但无关痛痒，只因他的防御和血量都很高。不过这胖子竟然能伤到他，足以说明这胖子的天赋很强。结，不错呢，留你一命，以你天赋，可以留在我身边做狗卫。赤葵转身指着被击飞的百里通，嚣张地说道：“做你大爷！就你个黑毛怪，给胖爷我当厕纸我都嫌扎屁股。”百里通定住身形，擦了擦嘴角的血，毫不客气地对道：“之所以百里通如此愤怒，全因他的父母就是惨死在一头强大的黑暗怪物手中。所以，见到黑暗怪物，百里通自然杀疯了。这死胖子又乱来！”凯恩深表头疼，只好速度飞了过去。面对9个超新星的围殴，赤葵丝毫不惧，反而将9个超新星当做了自己未来的狗卫。也只有这种级别的人族新生代，才配做他的狗护卫。人族这一代竟然诞生了这么多传奇天骄，看来一切气运皆在我赤葵身上。击败你们，契约你们，你们就好好当我的狗，看我如何君临天下，开创属于我的神国。赤葵拔刀，只是一个简单的挥舞，就释放出了黑龙刀芒，无差别攻击的斩向众人，攻击范围极大。噗嗤！啊！如此大范围的攻击，伤害竟然还这么高！戴丽丝，快给我们回血！百里通大喊一声。难怪爷爷面对同级别的 S 级黑暗怪物也会额头冒汗，这种强大的怪物加上一身极品装备，同级别简直堪称无敌。估计只有宇哥才能力压他。可现在宇哥还在星辰之殿，
给他发信息也没回应，估计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暂时没法出来。不行，这黑暗怪物的伤害具备重伤效果，他的装备领先我们太多了，我奶不过来。戴丽丝手中法杖都施法师冒烟了，但众人的血条依旧在半血以下。这还是黑暗怪物手下留情了，没想杀他们，不然估计没交手几个回合，众人都得化作尸体。一旦他们战败，那其他人一定会很快溃败，到时会死很多人。那就趁他还不想杀我们，放弃防御，全力斩他。百里通也不隐身了，直接化作莽夫，以命搏命。其他人觉得有理，也是直接拼死释放技能。戴丽丝也不奶了，对着黑暗怪物释放伤害技能。剑九人竟敢利用他的仁慈来搏杀他，赤魁怒了，卑微的蝼蚁，当真本王仁慈？王不可冒犯，匍匐你们的身子，这才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说完，赤魁原地消失了。众人一惊，忽的，赤魁出现在北刃面前，魔刀劈落，刀芒化作一头死亡黑龙。嗷！魔龙闪，死之龙吟。噗嗤，负14200，1万多血量的北刃直接当场被秒杀，身体化作两半，死不瞑目。百里通等人无不头冒冷汗，这黑暗怪物真的会斩杀他们？深渊般的绝境将众人笼罩，他们从未想过，死亡在这一刻是如此的近。第48章，星神传承，神之证明。给你们3分钟的考虑时间，3分钟一到，不管你们臣不臣服，全部诛杀。赤魁端坐在雷霆凝聚的王座上，俯视着8大超新星，语气平淡，但却令人心头发寒。可恨啊！如果给我一套史诗级装备，我定能跟他五五开。凯恩捏紧法杖，眼神里尽是不甘心。金毛仔，你这是打算放弃了吗？我们爷爷他们当年面对强大的黑暗怪物，又何曾以装备落后为借口而退缩？百里通眼神坚定地说道。胖子，那你打算怎么做？凯恩点点头，非常认可胖子的话。为今之计，只有用那个办法了。众人闻言纷纷期待地看向百里通，心里猜测这胖子应该有开天剑神死去儿子留下的保命手段。这下好了，有救了。可谁知百里通却不要脸的大声求救：宇哥，救命啊！我需要你。噗！众人心里吐血。尼玛，还以为你个胖子有什么牛逼手段，原来是求救。陆羽是很强大，战力比他们都强，但对方可是黑暗怪物，还有传奇魔刀。陆羽再牛逼，在装备差距下，恐怕也不是黑暗怪物对手吧。况且陆羽还在星辰之殿，他能听到你的求救声就有鬼了。这一边，星辰之殿第3层内，陆羽悠悠醒来，只觉得嘴巴湿润香甜滑腻，忍不住吸了一口。哼！黑纱美女也有了反应，秀眉微微一皱，也是缓缓醒来。当二人同时睁开眼，顿时呆住了。只见二人全身光不溜秋，男下女上，紧密的贴在一起，嘴巴更是完美贴合。二人的脑子只是短暂的空白一片，然后马上清醒过来。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那种肌肤之亲的奇妙感觉，也感受到了各自的砰砰心跳。唰！黑纱美女的脸色顿时绯红一片，陆羽也是有了龙抬头的自然反应。呀！黑纱美女只觉花海被蹭了一下，惊叫一声，瞬间蹦起，想要从背包里掏出新的装备换上，可她发现她的背包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装备。糟糕！黑纱美女暗叫一声不好，马上又打开了域外商城，想要随便购买一套装备穿上。叮！星辰幻界中无法购买装备。什么？黑纱美女当场崩溃了。她是没料到装备会有被爆碎的一天，所以没准备寻常的衣服。她下意识地回头看向陆羽，发现陆羽也在看着她。在这种对视下，黑纱美女本能地往下看去，这下轮到陆羽惊地叫了一声，马上伸手捂住了重要的部位。呀！黑纱美女尖叫了一声，捂住了脸，猛地扭过头去。此刻的她耳根都红透了，羞得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而此时此刻，黑纱美女的完美身材和绝美的面容全被陆羽看得清清楚楚。你快转过身去，不许看，否则我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黑纱美女背对着陆羽，伸出玉指指着陆羽怒道：嗨嗨，那个我不是故意的，刚才 boss 自爆我被炸晕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们应该什么也没做。陆羽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转过身去。我知道。黑纱美女咬着银牙说道，然后又马上说道：你的背包里也没有备用的装备吗？是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还无法购买装备。陆羽无奈地摊了摊手，他多余的装备早就拿去联盟商城寄售了，预备的衣物也刚好用完了。黑纱美女闻言羞愤难当，这个人怎么和自己一样，也不知道在背包里放点备用的装备。现在好了，他现在一丝不挂的怎么离开这里？还有，
便宜全让这突然冒出来的臭小子给占尽了。之前他们虽然都昏了过去，可谁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点什么？想到这，黑纱美女不自觉地往下面看去。哎呀，自己在想什么呀？黑纱美女气得一跺脚。此时的陆羽一边欣赏着黑纱美女诱人的背影，一边巡视着四周。不管怎么样，总得找点什么东西来遮挡一下才好。可这里毕竟是星空之地，毛都没一根。等等，陆羽突然发现地上有许许多多的碎材料，看样子毛不像毛，皮不像皮的，应该是刚出那只 BOSS 自爆后留下的材料。不管了，陆羽当即将这些材料收集起来，用他巧夺天工的手艺直接编织了一条裙子，穿在胯上有一股原始人的味道。这个场面，你在做什么？不敢转身的黑纱美女忍不住问了一句。我在找东西遮挡身体，我已经好了，我给你也弄了2个，你先将就着穿上吧。说着，陆羽就已经走到了黑纱美女的身后。感受到陆羽就站在自己身后，黑纱美女的小心脏再次砰砰直跳，她不敢回头，朝后面伸了伸手，道：什么东西？当她将这2件东西拿过来一看后，秀眉微蹙，脸色难看，这也太难为情了。犹豫了一下后，黑纱美女只能穿上。这下好了，2个野人。穿好后，黑纱美女这才刚转过身去，顿时和陆羽对视在了一起。最怕空气突然的安静。嗨嗨，那个……咦，那是什么？本想打破尴尬的陆羽，突然看到了星神 BOSS 爆出的2件物品，名称：隐藏职业书。介绍：可将任何职业直接转化为隐藏职业。隐藏职业书，陆羽心中一惊，顿时大喜。这可是极其罕见的强大职业。之所以罕见，那是因为这个职业没法通过转职获得，只有在完成 S 级进阶任务的时候，有极低概率触发隐藏任务，完成后就能获得神秘宝箱奖励。这个神秘宝箱奖励就有可能开出隐藏职业书。但人族联盟迄今为止只有1个隐藏职业，那就是开天剑神。至于其他势力有没有隐藏职业，那应该没有，不然不会一直是人族联盟独大。陆羽看向第2件物品，名称：神之证明。介绍：神级道具，进阶10阶后方可触发神之试炼秘境，完成试炼可凝聚神格，晋升神阶，获得永生。主动效果：放在背包即可触发，可刷新1次任何技能效果，包括天赋技能，冷却30分钟。提示：神之证明数量固定，唯有旧神陨落才会凝聚新的神之证明。作为该神的传承，拥有者死亡后，神之证明100%掉落。死！陆羽狂吸一口冷气，这尼玛还真是星神传承！只要升级到10阶，完成神之试炼，那就是妥妥的人族真神了啊！黑纱美女也看见了物品，绝美容颜露出无限的渴望，但陆羽直接拾取了神之证明。黑纱美女只能眼巴巴看着隐藏职业书，欲言又止。陆羽还想将隐藏职业书收入囊中，却得到提示，每人只能获得星神1件传承宝物。陆羽暗叫可惜，不然自己就能变成隐藏职业了。这隐藏职业书你拿去吧，毕竟你也出了点力。陆羽做了个顺水人情。谢谢。黑纱美女大感意外，没想到如此帅气强大的剑侠还如此大方。隐藏职业啊，那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他不会是因为蹭到了想负责吧？想到这，黑纱女子脸色再次一红，然后给陆羽发了个好友申请，逃也似的离开。丁，洛清仙向你发出好友申请，是否同意？洛清仙，名字倒是跟身材一样美如仙。陆羽不由得回味了下之前的滑腻、白嫩和处子之香。同意。第49章，接下来换我做你的对手。退出第3层后，陆羽发现进入第3层的入口消失了，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星辰之殿只有2层。滴滴滴，这时陆羽突然收到大量信息提示，打开一看，全是胖子百里通的求救信。羽哥，救命啊！我要被狗日的黑暗怪物杀了！顾不上其他，陆羽召唤出大白，火速赶往支援。就在陆羽离开后，第2层的星光传送阵这边刷新了一个星兽之王 BOSS， 显示无敌沉眠状态，上面有个苏醒倒计时365天，预示下一次星辰换界开启，他将是这里的守护者。3分钟已到，黑暗怪物赤葵从王座起身，面前的8个超新星竟无一人选择臣服，这让黑暗怪物彻底没了耐心。反正知晓了星源石脉这种巨大资源宝藏，强大奴仆倒不是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赤葵不再仁慈，魔刀绽放杀戮气息。他要斩杀这些人族天骄，血肉作为美食，尸骨作为珍藏。完了，众人心头一惊，他们不是没想过逃跑，但在黑暗怪物的领地内根本没机会逃跑。为了防止众人逃跑，赤葵可是开启了赤魔龙领域，方圆100里暂时领地化，有大量强大怪物衍生。当然，
赤葵的领域不单单只有衍生怪物的效果，还拥有压制目标、增幅己身的效果。可以说，在领域内，赤葵拥有绝对的主宰权。除非有人能无视他的领域，或者有更强大的法阵、领域等抵消他的领域力量。赤葵已经举刀开始吟唱技能，众人顿时感受到一个地狱之门正在他们的面前缓缓打开，一起全力抵挡，哪怕是死，也要啃下他一块肉。凯恩狂吼一声，生死攸关之际，必须全力以赴。魔龙斩，死亡之舞，咻！赤葵手持魔刀，仿佛死神降临一般，冷血无情，对众人宣判死亡。刹那间，赤葵就杀到了众人眼前，刀光闪烁间，众人拼尽手段抵挡，甚至各自压箱底的手段都拿了出来，只为抵挡住赤葵的死亡之舞。当当当，快到幻影重重，无法招架！扑哧扑哧扑哧！纵使有强大防御道具、特殊护盾等，众人也顶多抵挡几下，但赤葵的死亡之舞还在继续。没了防护手段，众人顷刻间被斩得七零八落，无一人能抗住赤葵的恐怖伤害。强如百里通，在速度被压制下，也是很快被一刀斩飞，屁股更是被砍出大大的血痕，皮开肉绽。只是几个呼吸间，一众超新星全都残血，再无一战之力。本就不弱于众人天赋的赤葵，加上装备的一大档次领先，让赤葵所向披靡，无人能敌。黑暗怪物王族，强大如斯！大赤葵将手中魔刀抵在百里通的鼻尖处，神情冷漠：“你个胖子，对本王杀意最浓，本王要将你大卸八块！”我大卸你大爷！百里通哪怕是死，也要选择硬气的死去，绝不当软蛋。还嘴硬！赤葵愠怒，准备当众给这胖子做物理切割手术。其他人咳血绝望，无能为力。见黑暗怪物一刀斩来，百里通嘴上硬气，内心已是慌的一匹，吓得眼睛都闭上了。就在即将被斩中的胖子身体的一瞬间，一道流光滑从峡谷底窜出，快速来到百里通这边。当，刀剑碰撞的声音瞬间响彻开来，众人定眼望去，无不惊愕。只见一个光着膀子、满脸污垢、头发蓬乱、穿着不知名围裙的野人出现，他用手中剑抵挡住了黑暗怪物的魔刀。在陆羽身后不远处，黑纱美女也是堪堪赶到战场，得知黑暗怪物横推所有天骄，所以她也是赶来支援，只是比陆羽慢了一步。此刻她虽换上了新的装备，但也是满脸脏污，头发散乱，跟陆羽一个造型。百里通听到动静，睁开了小眼睛。当看到陆羽野人般的伟岸身姿，百里通愣了一下，随即喜极而泣：“羽哥，你可算回来了！你再晚来一步，就见不到我了。这扑街黑毛怪太欺负人了，把我屁股都砍裂了。”“咦，羽哥牛逼啊！进个星辰之殿就带回个身材这么哇塞的嫂子。”百里通瞄了一眼黑纱美女，小眼睛灵性的眨了眨：“大白，把他叼走。”陆羽没时间去理会百里通，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强敌黑暗怪物。这是陆羽见过最强大的同级劲敌，远比10成遇到的 S 级怪物领主强多了。名称：魔龙人赤葵，身份：黑暗怪物王族，级别 S 级，等级 LV90 3阶，血量40万，传奇天赋赤魔龙领域，技能魔龙斩，死亡之舞，魔龙化，暗黑邪龙破。介绍：来自黑暗怪物世界7大王族之一魔龙人族，天生拥有王族血脉的传奇领域天赋，只要不提前陨落，未来注定成为黑暗王城的新王。大白得令，一把叼起百里通的屁股离开。呀呼，我的屁股有伤啊！大白兄弟，你轻点叼。见刀下猎物被带走，赤葵并没有阻止，在他看来，只要解决了眼前给他莫名威胁的剑侠，其他人随便蹂躏。二人组最后一人拥有剑神潜力的剑侠，你总算出现了。赤葵打量着陆羽，但此刻的陆羽造型真的太狂野了，毫无剑神气质，说是一个捡到剑的野人也不为过。嗡！陆羽直接重新购买了一套90级橙色剑侠装备，并显化出来，这才有了那么一丝超凡脱俗的大佬韵味。接下来换我做你的对手。陆羽荡开赤葵，摆摆手，示意其他人速速远离去疗伤。凯恩等人赶紧撤离，这种级别的对战，他们没有任何插手的可能。这已经算是人族和黑暗怪物年轻一代的巅峰对决。黑纱美女见识过陆羽的神威，自然知道有陆羽出手，这黑暗怪物死定了，也就退到一边。紫玫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一旦陆羽跟黑暗怪物两败俱伤，你就迅速夺取陆羽的基因，最好把黑暗怪物的基因也夺了。雷克顿还不忘夺取陆羽基因这件首要之事。在一旁的紫玫瑰心领神会，找了个安全之地躲藏起来，静待机会降临。陆羽，
你是唯一一个能给本王压力的人族，本王给你个机会，如果你败了，做本王的亲卫，区别于狗奴。没问题。如果你能在我剑下活下来。闻言，赤葵呆了一下，随即发出疯狂的邪笑声，引得远处疗伤的超新星们皱眉。姐，嚣张，好嚣张的少年人族，本王认可你了，希望你能让本王尽兴。赤葵全力释放赤魔龙领域，他要以绝对无敌的姿态，让眼前的人族少年彻底折服。可怕的赤魔龙领域形成灰色地带，不断有赤色魔龙浮影出现。这黑暗怪物的领域好强，陆羽怕是危险了。是羽惊骇出声：怕个毛线，我羽哥天下无敌！哎呦呦，大白兄弟，我安全了，你可以把我放下了，别再叼着我了。百里通屁股都快痛得眼泪狂飙了。大白，主人只是说把你叼走，没说什么时候放下。陆羽知道，不化身剑神的前提下，很难击败眼前的黑暗怪物，装备差距确实太大了。天赋释放，剑神形态。这个时候，陆羽已经做好暴露剑神身份的准备了，反正金币也积累足够了。卧槽，那不是拯救10城的英雄，神秘的年轻剑神吗？他就是陆羽。人族联盟所有人震惊了，谢妍也是被惊得石化当场，戴丽丝更是美眸泛起了异样的春光。陆羽真是那年轻剑神？李卷等人懵了。当时在10城，陆羽承认他就是年轻剑神，可被他们嘲笑了好久，没想到他真的是联盟总部发布大赏寻找的神秘年轻剑神。这一刻，他们低下了羞愧又悔恨的头颅。大佬一直在他们身边，他们却没有好好把握机会。如果上天可以给他们重来的机会，他们一定会紧紧抱住陆羽的腿，打死不放手那种。剑起，陆羽挥剑，诸怪神剑阵顷刻释放，灰色地带被剑光覆盖，赤葵强大的领域瞬间被压制下去。这怎么可能？赤葵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恐怖技能？第50章，把黑暗王族史都要打出来了。那是他的天赋效果吗？不对，他的天赋效果是变身，不可能还有其他主动效果，应该是他变身后附带的特殊技能。赤葵身为黑暗怪物的王族，见多识广，但饶是如此，他依旧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变身附带的技能，按理说怎么也不可能压制他的传奇领域效果才对，除非对方的技能超过了10阶。可这更不合理了，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天赋才会附带这种恐怖的技能？神话级！赤葵脑海蹦出这3个字，唯有神话级天赋才有如此超越常理的可能。这家伙抽到了神话级天赋，这开什么玩笑啊？神话级天赋，那不该是神明才具备的天赋吗？蓝星世界才进入转职时代多久？怎么想也不可能会有人抽到神话级天赋才对啊！等等，他不会是怪物世界古老时代那个剑神的转世身吧？黑暗王族一直有一个古老传说，曾有绝世剑神一剑光寒黑暗世界亿万里，要不是黑暗大魔神苏醒将其镇杀，恐怕这世上早已没有黑暗怪物一族。黑暗大魔神曾留有一言：剑神虽身死，但其灵魂遁走。而眼前的人族少年在不可能抽到神级天赋的时代，却抽到了神级天赋，还是剑神相关天赋，所以赤葵不得不怀疑对方会不会就是古老剑神的转世。那对方变身后释放的剑阵应该是剑神技，不然绝不可能全面压制他的领域。杀！此子不能留！赤葵心惊也心慌，若给这个家伙成长到10阶，以他的神级天赋，那100%横扫黑暗王城啊！于是赤葵全力出手，领域虽被压制，但不影响他的输出。他自认为有一套史诗级装备和一件传奇魔刀，应该能力压制少年剑神。魔龙化，滋啦！好！赤葵化身一条巨大丑陋的数10米之巨的黑暗魔龙，浑身冒着黑色烟云，黑色龙鳞在星光折射出死亡幽光，与西方蜥蜴龙有点像，但比蜥蜴龙猛多了。在传奇魔刀的效果下，它的利爪更加锋利，且附带魔刀特殊流血效果，一爪撕裂而来，黑灰色的爪芒肉眼可见，天空都仿佛被撕裂了。这黑暗怪物好强！众超新星全都暗自心惊，对方哪怕跟自己等人一样的装备，估计也难以击败他。黑暗怪物号称人族的梦魇，这真不是开玩笑。唯有黑纱美女美眸里虽然也惊讶黑暗怪物的强大，但也仅仅只是惊讶一下。因为使用了星神传承隐藏职业书后，他已晋升为更高级的隐藏职业，天赋也发生转化，完美契合职业。可以说他自信能跟黑暗怪物一较高下，但顶多46开，装备终归是硬伤。斩魔拔剑术，只一剑，陆羽就斩断魔龙羽翼。此剑神技附带的封魔效果，直接让赤葵的魔龙化提前结束。不可能，如此强大的剑神技，他竟然有2个。赤葵背部流出紫黑色的血，跟衍生的怪物绿色血液完全不同。他的血量虽然掉了一大块，但他还有一战之力。可下一秒，漫天的飞剑出现在他的头顶，
而陆羽已经吟唱完毕，抬手释放第3个剑神技神剑风暴。陆羽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往死里干。只因陆羽知道，对付这么强大的黑暗怪物，绝不能给他一丝一毫的喘息时间，不然难说他有快速回满血的特殊手段。恐怖的神剑出现，此刻在赤魁眼中，除了剑还是剑，这些利剑都具备穿透效果，将他重重包围，退无可退。该死啊！这么下去，本王必死在他的剑下。有诸怪神剑阵的重伤效果在，赤魁的回血速度跟不上陆羽的消耗速度，没办法了，只能动用黑暗秘技了。赤魁当即做出决定，燃烧自己体内的魔龙血，形成一股奇特的血盾。这是黑暗魔龙人一族独有的龙血秘技，虽然使用后会虚弱很长一段时间，但关键时刻可以保命。叮叮叮！原本可以伤到赤魁的神剑，此刻却只能造成强制一点伤害。陆羽目光微凝，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么一个保命之法。这黑毛怪还真强呢，看来宇哥无法直接秒了那黑暗怪物。百里通依旧被大白叼着，但被其他牧师奶了几口后，屁股也是暂时没流血了。很快，陆羽3大剑神技效果过去，结，变身效果过去了吧？嗨，没能杀死本王，那接下来就是你死了。赤魁半跪在地，极度虚弱，血条也是仅剩1%，但脸上布满胜利的笑容。没了剑神形态，一样也能秒你。陆羽御剑而立，虽然造型不咋地，但依旧给人凌厉无比的霸气感觉。拥有神之证明的特殊效果，陆羽完全可以再次化身剑神。这黑暗怪物再有底牌，也只有死路一条。那就来秒本王试试。话落，赤魁从背包里取出一件神秘道具，邪笑道：“这是本王在星辰之殿第1层所得宝物，星空号角，可召唤星兽。”什么？众人脸色一变。召唤星兽？不好，得阻止他。可赤魁已经吹响星空号角，神秘的星之符文在天空形成巨大星阵。嗡嗡嗡！下一秒，星辰幻界成千上万的星兽被召唤而来，形成庞大的星兽大军团，将所有人包围住。那庞大的巨兽体型令人望而生畏。吼！众星兽仰天长啸一声，那雷霆般的咆哮宛如万雷倾泻而下，所有人痛苦地捂着耳朵，脑袋嗡鸣。天哪，这么多星兽，这怎么对付啊？有人害怕的颤抖。这星兽可比领主怪物难对付多了，血多防厚，控制十足。一旦他们发动不间断控制，再结合怪物领主的攻击，后果不敢想象。黑纱美女也是变了脸色。这么多星兽聚在一起，还听从黑暗怪物号令，那单单控制效果就足以横扫所有人。陆羽甚是凝重起来，他猜到星辰之殿第1层的宝物是被黑暗怪物所得，没想到是召唤星兽的一次性道具，这下难搞了。哪怕再次化身剑神，有70%减控效果，估计也会被控到死。这可不是几百头星兽，而是上万头，秒不掉。所有星兽听令，控制住那剑匣，控制所有人。赤魁下令，然后看向怪物手下，斥喝：“你们这群废物，配合星兽灭了他们！”是。一众怪物领主喋血领命。就在这时，小红在宠物空间站了起来，扭了扭脖子，捏了捏猫爪，一股奇异的波动从小红额头散发，所有准备释放控制音波的星兽集体浑身一颤，骇然地看向陆羽方向。砰！赤魁手上的星空号角猛然炸裂。这一惊变，怪物们懵了，众人也懵了，陆羽也是满头问号。下一秒，这群星兽瞬间反骨，对着怪物释放控制音波，众人惊呆，什么情况？不，赤魁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没了星空号角，他已然没了取胜的希望。陆羽回过神，赶紧趁机将黑暗怪物彻底斩杀。很快，在星兽的诡异反骨下，领主怪物们一个都逃不掉，被众人轻松轰杀。卧槽，宇哥，你太牛逼了，你怎么做到的？百里通不顾形象地飞到陆羽身边。我什么都没做，你信不信？陆羽认真说道。我懂。你懂个屁！陆羽环视了四周，没有任何发现，只能归功于星神传承了。可能是星空号角遇到星神传承之人会出现反噬效果，算是星神庇佑了。宇哥，快看看黑暗怪物有没有爆出什么装备。百里通忙笑道。陆羽来到黑暗怪物尸体旁，一件散发红色光芒的物品在尸体旁闪闪发光。史诗级第51章隐藏职业新武者。陆羽还以为是史诗级装备，拾起一看，却是一个袋子类的物品。名称：空间带道具，品级：史诗，效果：可打开一个巨大空间，收藏非生命类物品。原来是史诗级道具，看来怪物不报橙色品质以上的装备是真的。此时，黑暗怪物赤魁身上的史诗级装备和90级传奇魔刀都自动消失了，应该是怪物世界的神秘力量所为。
难说这不是超十阶怪物的力量，目的是让人族无法通过杀怪获得橙色以上的装备。宇哥，快看看里面有什么，也许有史诗级装备也说不定。百里通小眼睛释放金光，史诗级装备啊，一件都足以令无数人疯狂。陆羽打开，顿时有璀璨星光溢出，这是好多星原石，满满一袋子的星原石，这数量足有100万。陆羽和百里通看得眼睛都直了。刚才陆羽还纳闷，怎么杀了黑暗怪物，他没爆出一颗星原石，原来都在这空间带了。宇哥，稳了，彻底稳了，随便拿出一点，我们都可以包揽前2名。百里通笑如菊灿。陆羽点点头，同时陆羽更加确定，那星辰之殿第2层的星光传送阵就是传送往星原石脉之地的，不然这黑暗怪物不可能短短几天时间就获得如此多的星原石。就凭借这一个情报，足以让联盟对自己大大嘉奖了。用视障武的话说，那就是可以当人族英雄了。将空间袋收入背包后，陆羽这才来到众人这边，怪物已灭，大家可以放心去寻找星原石了。多谢大佬救命之恩，世宇等人真心感谢，一一告辞而去。圣彼得虽然不太情愿，但也还是感谢了一番，随即带队离去寻找星原石。如今没了怪物威胁，他们可以放心的去寻找。唯有黑纱美女没有离去，而是来到陆羽身边，表示要加入陆羽的小队。陆羽也没拒绝，直接将他拉入了小队。他还得想办法让对方不要透露自己获得神之证明一事。百里通在那嘿嘿嘿傻笑，时不时看看黑纱美女，看看宇哥，露出我懂的样子。嫂子怎么称呼？刷！百里通一句话，黑纱美女瞬间脸蛋大红，好在用面纱遮挡住了，这才没被看出来。莫要乱称呼。黑纱美女娇嗔了一句，然后将自己的隐藏道具面罩摘下，这才显露出了姓名、职业、等级。姓名：洛清仙，隐藏职业：星武者，等级 LV90 3阶。卧槽！隐藏职业，百里通小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宇哥带回来的神秘美女是个跟爷爷一样的隐藏职业，我勒个去，这是哪家势力秘密培养的超级天骄啊？没听说过呀。隐藏职业啊，迄今为止除了他爷爷，这是他见过的第2个隐藏职业。星武者。陆羽沉思了一下，那洛清仙的原职业是武斗家，这是一门特殊的职业，连击是该职业的特色。装备限制很少，不像法师只能用法杖，剑侠只能用剑，这个职业的武器五花八门，不管是拳套、刀剑还是棍棒都可以，看你主学什么技能。而且不需要很牛逼的装备，也能打出巨大的伤害，属于平民热门职业之一。但前提是你必须有极高的武斗天赋，就像这洛清仙一样，能打出3阶等级最高的完美12连击，不然那就无法发挥武斗家的真正爆发力。这洛清仙如今变成隐藏职业，技能也会晋升为隐藏技能，那综合战力绝对仅次于他，比胖子还强上几分。没什么，在星辰之殿第3层，我们联手击败守护 BOSS， 各自获得星神传承，他得到隐藏职业书。陆羽随口解释了一下。啥？百里通表情夸张。宇哥，有这种好事，你怎么不叫上我啊？早知道我就一路跟着宇哥了。百里通后悔了，悔的肠子都青了。如果他跟着进去，难说也能获得什么星神传承，得到一个隐藏职业书。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不行，以后闯什么秘境、特殊之地，必须紧紧跟着宇哥，我要做宇哥专属狗皮药膏。宇哥，那你得到什么？你的职业也没变成隐藏职业啊。我得到的是暂时没用的东西，得10阶后才能用。哦，没用啊，那是什么东西？一个证明罢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洛清仙翻了翻美丽白眼，神之证明还没用，信不信放出消息去，直接会引发人族大内战，所有10阶大佬都会拼死抢夺。如此，众人各自前去寻找星原石，陆羽3人组则骑着大白潜入星海寻找星原石。毕竟海底的星原石没什么人敢来寻找，因为海底星兽最多，所以海底的星原石数量还是不少的。戴丽丝欲言又止，他也非常后悔，之前百里通邀请他加入小队，他却拒绝了。这一拒绝，就算彻底错过了暴露与大腿的机会了。另一边，紫玫瑰回到雷克顿身边，无奈摇了摇头。本以为会是势均力敌的死战，没想到我们还是低估了陆羽的战斗力，黑暗怪物也被他吊打，我没有找到机会。雷克顿没有责怪紫玫瑰，刚才的一战他也是全程看在眼里，看来只能先收集星原石，等回去后请示会长大人了。说着，雷克顿把黑暗怪物赤葵的尸体丢给紫玫瑰，虽然拿不到陆羽的基因，但得到黑暗怪物的尸体也算是大有收获。紫玫瑰，趁热，也许我们有机会得到黑暗怪物的基因。这好。于是紫玫瑰带着赤葵尸体找了个隐蔽之地，展开疯狂血战。陆羽兄，
你这坐骑就是坐骑排行榜第1的 S 坐骑月白龙驹吧？好漂亮啊！洛清仙美目异彩连连。没错，陆羽也没否认。嘿嘿嘿，羽哥，要不你就送给嫂子，当做定情信物呗。啪！陆羽气不打一处来，狠狠给了这胖子后脑勺一巴掌。就你话多！哎呦，嫂子救我！百里通委屈巴巴。洛清仙抿嘴一笑，这一笑美若天仙。陆羽都忍不住偷看了几次，只不过洛清仙的眼神里有些许失落，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气氛顿时有点尴尬。好在这时海底前方出现了一头星兽，陆羽三人开始战星兽，获取星原石。时光匆匆，转眼1个月过去，今天星辰幻界便会关闭。此时联盟总部3大战神已经齐聚广场，他们威严的神情带着些许紧张。虽然这一带号称黄金一带，可怪物也不是吃素的，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有1半人活着回来。不多久，天空之上的星辰幻界爆发无限星光，入口开始关闭。紧接着，原本空荡荡的广场上也出现了一个个星光传送阵。他们回来了。第52章，我虽有我当年的风范，往年存活率不到10%，带回来的星原石也只有1万左右，星原石早就紧缺了，希望这一次能打破记录。天神霍德曼期许道。是啊，随着时间推移，怪物也越来越强大，一旦黑暗王城再诞生一个新王，那我们人族就将再次进入至暗时代。希望这次他们能带回来4万颗星原石，这样我们才能额外拿出1万颗来打造魔阵炮，再次去攻打那个地方。龙血战神释天行神情也是有些紧张，这可是关系到整个人族联盟战略的时刻。4万颗？老师啊，你也太高看他们了，虽说他们是黄金一代，但能带回来2万颗就顶天了。开天剑神百里藏锋深知怪物的愈发强大，他们的新生代也绝对比往年的强。谈话间，众人归来了，一看数量，足足有6000多人。啥情况？回来了60%以上的人，存活率60%以上，这怎么可能？3大战神集体呆滞，总部其他大佬们也是目瞪口呆。整个广场瞬间寂静无比，只有新生代们在低声交谈，脸上洋溢着劫后重生的笑容。有在讨论获得的星原石数量的，有在讨论陆羽的，有在讨论试炼结束后给家人报喜的。都安静，现在排好队，一个个将所获星原石摆在地上，以方便登记确认试炼排名。好一会，试战武这才站了出来进行主持，众人这才将背包里的星原石一一取了出来。一瞬间，偌大广场星光闪闪。我的天，这么多！众大佬再次懵逼，他们只是扫了一眼，发现最少的都有10来颗星原石，那岂不是说这次保底都有近10万颗星原石？我了个去，这批新生代这么猛的吗？难道他们都完美避开了怪物袭击吗？还是黑暗怪物这次没去星辰幻界？有专门负责登记的人员正在快速登记着，不多时就全部登记完毕。凯恩、轩辕启、司徒毅、戴丽丝、陆羽、百里通，你们6个的呢？怎么不拿出来？试战武走了过来，陆羽和百里通相视一笑，他们倒是不急，他们得最后拿出来，只要到时比其他4人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凯恩几个这才走上前，一个个拿出了此次收获。他们知道第1名和第2名绝对是陆羽和百里通的，他们4个只能争后3名，也就是会有一个超新星会被淘汰掉，无法获得秘境门票。死，这么多！戴丽丝第一个拿出星原石，试战武也不得不瞪大美眸。5269颗，这已经比他当年获得的星原石还多了1000多颗。可看到其他3人的星原石数量后，试战武那是备受打击，全都比他当年多。司徒毅5370颗，轩辕启5400颗，凯恩6125颗。戴丽丝见到其他3人的星原石数量，顿时神情落寞起来。他输了，只得到了第6名。不过很快，戴丽丝就重新面带笑容。在他看来，这一次能活着回来，就是最好的收获了。好，好啊，真不愧是我的乖孙，我孙有我当年的风范。见孙子凯恩获得如此多的星原石，天神霍德曼少见的嘚瑟狂笑起来。3大战神随即也顾不上身份，第一次亲自走下高台，来到新生代们面前。大丰收，天大的丰收啊！如此多的星原石，可以支撑联盟各个战区法阵很长一段时间的运转了，甚至可以给下面的战区多打造几门魔阵炮。百里藏锋眼里尽是对霍德曼的羡慕。瞧瞧人家的孙子，再看看自己的孙子，这孙与孙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逆孙，你的呢？众人这才齐刷刷看向百里通和陆羽。新生代们都想知道最强2人组究竟获得了多少星原石，而其他不知情的大佬们只认为开天剑神唯一的孙子没什么收获，
不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献丑。至于陆羽，他们也默认跟百里通一样，没什么收获。但当陆羽率先拿出来后，众大佬全都惊呆。这10000颗？试战武数了几遍，没有错，确实是10000颗。不是，这普通少年剑侠怎么就获得比凯恩还多近1倍的星元石？他怎么做到的？别说是他，就是3大战神都满头问号。嘿嘿嘿，爷爷，你可得说话算话哦。百里通本想拿出2万颗，但想了想，还是拿出10001颗，剩余的就以后找机会跟爷爷换好东西，完美。看到孙子拿出了10001颗星元石，百里藏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怀疑出现幻觉了。好一会，哈哈哈，真不愧是我百里藏风的孙子，我孙有我当年的风范。霍德曼翻了翻白眼，好你个开天剑神，你这是拿我台词来埋汰我是吧？如此，百里通获得了此次血色试炼的第1名，名字被刻在血色试炼碑上以作纪念，并且每年可享受联盟一份奖励福利。陆羽也是顺利获得迷雾秘境的门票，只是这迷雾秘境还有半年的时间才开启。至于联盟的其他奖励，陆羽倒是看不上眼，无非就是宠物或者装备奖励，这些他都有了。很快，众人都各自得到联盟的大力奖赏，就连李卷等人也都各自得到一套至少绿色品质的3阶装备，实力大幅度提升。本来没有获得门票资格的戴丽丝也被3大战神破例奖励了1张门票，这让戴丽丝甚是欢喜。获得秘境门票的新生代留下，其他人返回各自战区。3大战神随即将陆羽6人带到总部最高会议室，试战武和一众联盟大佬也是跟了过来。他们无不好奇，众人究竟在星辰幻界发生了什么事，才会有如此巨大的收获和存活率。这一次血色试炼可是足足带回来了10多万颗星元石，比往年多了10倍不止，这很不合理。黄金一代不该这妖牛逼才对。凯恩，你身为这次血色试炼的总队，说一下里面发生了，这才让你们有如此巨大的收获。霍德曼看向孙子，可凯恩却起身摇头说道：“爷爷，我没资格说，还是让百里通或者陆羽大佬来说吧。”众大佬懵逼，什么情况？凯恩说自己没资格。还有，这陆羽大佬是什么鬼？百里通嘿嘿憨笑着，第一次感受到被金毛仔吹捧是那么的舒爽。好乖孙，你别笑了，说说怎么回事。百里藏风也是十分好奇。得到宇哥示意，百里通这才缓缓起身，咳嗽了2声，喝了杯82年可乐，这才蹦出一句：“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就是我大哥，也就是这位英勇无敌、拉风帅气的少年至尊陆羽，斩了黑暗怪物，团灭了领主怪物。大佬们，哦，对了，忘了介绍一下，我宇哥就是拯救10城的年轻剑神，同时也是坐骑排行榜第1名月白龙驹的主人。”我话讲完，百里通爽歪歪的坐下，众大佬直接石化当场。第53章，惊喜太多了，一时间老心脏有点遭不住。陆羽斩了黑暗怪物，团灭了其他领主怪物 ，S 级黑暗怪物啊！怪物离地王族，这种怪物有多难杀，3大战神深有体会。可以说，单打独斗，哪怕群攻都很难击杀一头 S 级的黑暗怪物，能自保就不错了。人族联盟转职史上，至今都没成功斩杀一头 S 级黑暗怪物的伟大战绩。万万没想到，这个空白战绩在今日总算可以添加一笔了。试战武更是眼神狂热地看向陆羽，如此逆天少年，怎能不让身为战士的他热血沸腾？他此刻的表情跟世羽初见陆羽时一模一样，都想见识一番陆羽的强大。不过这里是最高会议室，他还是克制住了。百里通说的可是真的？龙血战神释天行看向其他超新星，众超新星全都点头，这是事实。3大战神直接起身，脸上依旧挂满不可思议和巨大惊喜。知晓了星辰幻界发生的事，3大战神当即让其他人先退出会议室。百里通、凯恩、试战武3个战神后辈倒留了下来。小兄弟，可否化身剑神给老夫看看？百里藏风万分期待的开口。剑神前辈请看。既然都人尽皆知了，陆羽也就坦荡展示，自己潜力越强，也就越能让大佬们重视。嗡！剑神形态一出，陆羽全身剑气纵横，站在那里就给人莫大的剑威。尤其是百里藏风，他身为隐藏剑侠职业，更是能清晰地感受到陆羽身上的剑势是多么的纯净，比他纯净何止10倍，这才是真正的剑神潜力，远比他这个自封的剑神强多了。还真是10城出现过的少年剑神。天神霍德曼惊叹，他们发动人族联盟能量去寻找的 S 坐骑月白龙驹的主人，颁布大悬赏寻找的10城剑神，没想到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生代。对于这个新生代，百里藏风是有过了解的。上次去 F 战区找孙子，了解到孙子跟一个叫陆羽的平民剑侠走得很近，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平民剑侠拥有真剑神的潜力。如此天赋，
定然是神级天赋！人族诞生史无前例的神级天赋转职者，这下人族驱逐怪物、恢复家园的愿望有望实现了。猛地，百里藏风看向孙子百里通，吹胡子瞪眼道：“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是啊，可当时我跟爷爷说，我在 F 战区拜了一个超级牛逼的大哥，爷爷你直接把我吊打了一顿。我记得当时爷爷说过，进强者强，进弱者弱，让我多跟凯恩、战无姐他们学习。”百里通诚挚的小眼神看得百里藏风一阵老脸挂不住。可嗨，胡说！爷爷什么时候说过进强者强，进弱者弱了？何况爷爷也不知道你拜的大哥就是这位少年剑神陆羽。百里藏风瞪了一眼自己这个头疼的孙子，然后笑呵呵地看向陆羽，确认了陆羽的少年剑神身份，知晓了 S 级坐骑月白龙驹的下落，那人族联盟的一些重大战略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了。只要把这陆羽等级提起来，人族何愁不能恢复家园？也许有朝一日，人族还可以反攻怪物世界，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必须全力培养陆羽。陆羽，我们3个老家伙也就不拐弯抹角了。你有神级天赋，是我们人族的未来，我们打算全力培养你。等你晋升10阶，直接为我们人族联盟第4战神，不知你怎么想？有什么条件尽管提。3大战神当即表明心意，神态有些紧张，怕陆羽拒绝。是战武和凯恩哑然，他们还是第一次见3大战神如此紧张，还是为了一个新生代。但一想到陆羽可是货真价实的神级天赋，有剑神之姿，也就释然了。只要陆羽肯为人族而战，哪怕他不是人族联盟的人，3大战神恐怕也会破例让他成为第4战神。甚至毫不夸张地说，陆羽以后要一统联盟，凌驾战神之上，3大战神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因为在他们心中，人族未来胜过一切。3位前辈，在星辰幻界还未关闭前，我就已有决定。我追求的东西很简单，无非2个：家人平安幸福和成为蓝星世界第一个逍遥剑仙。所以让我当人族联盟第4战神可以，但前提是我得有绝对自由权，有重要战事我会参加，就如怪物猎人的职责一般。陆羽也是直言不讳：没问题，完全没问题，除非遇到事关人族生死大战，不然你没晋升10阶之前，我们绝不让你出手。另外，我们以个人名义给你开设特权，所有战区战场你无需申请都可以去，你的技能书、装备、战宠、宝石等，还有所用金币以及练级人手，我们都给你安排妥当。3大战神前所未有的开心，有这么一个未来剑神加入，人族未来光明无限，气运将会达到有史以来最旺盛。装备、战宠、宝石、金币，3位前辈就不必安排了，技能书倒可以。至于练级人手也不必安排了，有百里通就可以了。说着，陆羽取消装备隐藏，一身的90级橙装散发着迷人晨光。这3大战神全都傻眼了，一整套3阶剑侠橙装，你咋刷的？哪怕你能斩杀黑暗怪物，能秒杀其他3阶 BOSS， 但这爆率也太夸张了吧？这是在域外商城买的吧？可也不对啊，就这么一套3阶橙装，怎么也得几十万金币，陆羽没这么多钱吧？可以想到陆羽神级天赋都抽到了，还开出了 S 级坐骑月白龙驹，那应该是他的幸运值非常高，爆出一套剑侠橙装也有可能。练级人手可以不安排，但你升级必然很快，装备更新自然也快，以后你每晋升1阶，我们都会给你提前准备一套打好宝石的橙装，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了。见3大战神执意要给，陆羽也不好再拒绝。不过陆羽也不白要，当即拿出10万颗星原石作为回报。Oh my god， 你还有这么多星原石？霍德曼不顾形象地惊呼起来。实不相瞒，我在星辰幻界找到了星原石脉，在中星域大峡谷底下星辰之殿的第2层，那里面有个星光传送阵，应该就是传送到星原石脉的。陆羽再次给予3大战神重磅震惊。啥？你还找到了星原石脉？3大战神呼吸瞬间变了，非常非常急促，惊喜太多了，一时间老心脏有点遭不住。好啊，你当之无愧的是我们人族联盟的大英雄，陆羽，人族勇士铭记你的功绩。缓过劲来后，3大战神欣喜若狂。星原石脉啊，掌握星原石脉就等于掌握了绝对保障，稳了，这下人族彻底稳了。而这一切都是眼前的少年英雄带来的。待一切谈定后，龙血战神释天行忍不住厚着脸皮开口：陆小兄弟，有件事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就是能不能把你的坐骑卖给我？第54章，哪怕是要娶我孙女小舞也行啊。抱歉，战神前辈，大白已经不仅仅是我的坐骑，更是我的伙伴，我是不会出售他的。陆羽当即拒绝了。大白和小红虽然对怪物没什么攻击力，但陆羽是非常喜欢他们的，多天相处，早就把他们当作亲密伙伴，是我唐突了。闻听此言，刚毅的龙血战神释天行顿时深表歉意。确实，
宠物对于大部分转职者来说，只是可以给到自身帮助的可替代品，有更好的宠物就会立即更换。但对于一些转职者来说，宠物就是自己的伙伴，甚至战友和家人。就比如噬天行自己就把战宠和坐骑当战友。噬天行之所以这么渴望得到月白龙驹，也是为了能顺利攻打下那个地方。这是三大战神一直以来的心愿，但迟迟不能成功。如果有了月白龙驹配合龙血战神，那就能弥补龙血战神速度上的短板，有很大机会拿下那块险地。这时，开天剑神出来打了个圆场，说道：“陆小友，其实老师并不是想占有你的坐骑，他也是为了人族着想。在域外战场有块天然险地，距离我们不远。如果我们能拿下它，就能打造成第2联盟总部，就可以与 S 战区形成犄角之势，两面夹击两地之间的怪物，阻断其他怪物的支援。之后，那里就能形成第1道天然防线，而这里就成了第2道防线。如此一来，大大提升了 S 战区的安全保障，就有更多的余力去做更多的事。但要拿下那个险地很难，至少需要我们3个一起出手，而且有时间限制。因为一旦我们出击，时间 S 级黑暗怪物势必会攻打 S 战区，如果我们没法及时撤回来，那即使拿下那个险地也毫无意义。老霍的天使坐骑比较特殊，只给老霍骑。老夫御剑飞行速度还行，堪比 S 坐骑，但老是不行，他是战士职业，速度是短板。我们3个但凡有一个退回来晚了，就守不住 S 战区。之前我们各种办法尝试过，但依旧行不通，至少需要多一头 S 级坐骑才有把握。闻言，陆羽这才恍然大悟，我就说呢，好端端的龙血战神怎么想要买自己的大白？原来是这样。不过把大白卖给龙血战神那是不行的，只能看看能不能开出一头 S 级坐骑宠物蛋了。至于暂解，那还是算了，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大白回不来了呢，不就得氪点金，也就花点时间罢了。3位前辈，你们稍等。说着，陆羽到一旁疯狂购买宠物宝箱。众人还以为陆羽是在考虑要不要出售月白龙驹，毕竟这是 S 级坐骑，是要深思熟虑一下。丁，你花费10亿金币购买1000万个宠物宝箱，加99开启。丁，恭喜你开出地级坐骑宠物蛋。丁，恭喜你开出史诗级宠物装备笑月鳞甲碎片 X1。丁，恭喜你开出8星战斗宠物蛋。丁，恭喜你开出史诗级宠物装备流金火盔碎片 X1。半个小时后，丁，恭喜你开 S 级坐骑宠物蛋，这不就有了？陆羽露出笑容，花了10个亿金币才开出一个 S 级坐骑宠物蛋，这次的运气可没第一次好了。不过也难怪，开宝箱开出极品宠物的概率太低，不然各大势力的大佬早就开出来了，不至于到现在顶级宠物也就那么几头。龙血战神前辈，我突然想起来，我背包里还有一颗 S 级坐骑宠物蛋，这个可以卖给你。说完，陆羽就将这颗宠物蛋取了出来。啊！众人石化，卧槽！宇哥，你还有 S 级坐骑？百里通那表情可丰富了。陆羽他有2个 S 级坐骑，他还能再妖孽点？释战武和凯恩2人身为战神之孙，此刻也是如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般惊如呆瓜。3大战神眼睛何其毒辣，一眼就看出陆羽这哪是突然想起来，估计是刚刚购买宠物宝箱开出来的，但这也足够惊呆他们。半个小时，那得开多少个宠物宝箱？好家伙，这陆羽究竟有多少金币？看来除了神级天赋，陆羽还藏着更大的秘密。不过3大战神不会过问，也不会去探查，只要陆羽心系人族，那不管是什么秘密，对整个人族来说都是好事。陆羽不是很在意他的家人吗？那就从他家人入手，给足他家人足够的待遇和特权，这样陆羽也会看在这方面，彻底与联盟生死与共。一想到陆羽直接就开出一头 S 级坐骑，3大战神都有点酸了。他们身为战神，之前为了开一头 S 级坐骑，陆陆续续开了何止100亿金币，但一直没开到，这还是有整个联盟金币支撑，不然谁开得起啊？如此，龙血战神成功获得一颗 S 级坐骑。本来噬天行想要用金币购买，但陆羽最不缺金币，便说道：“前辈，金币我还有不少，可不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其他东西？陆小友尽管说，哪怕是要娶我孙女小五也行啊。她今年25，还没男朋友，我看你们就合适的很呐。噗！众人差点集体喷出一口老血来。我去，好你个老氏，老子一直以为你是个憨八龟，没想到你这么有心眼，嫁孙女都整得出来。百里藏风和霍德曼2老心里那是疯狂吐槽，只可惜他们都没孙女，不然怎么也得争取陆羽这个孙女婿。爷爷，您在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人了？此时有女战神气质的释战武脸色也是罕见的绯红了起来。这什么跟什么啊？我25，他18，中间差了7岁。如果结婚，
那就是姐弟夫妻。一想到自己一个大姐姐跟一个小弟弟睡在一张床，还得叫他老公，那场景想想都很让人难为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何况陆小友潜力无限，虽然年纪小了点，但也成年了，刚刚好。见爷爷越说越离谱，市战五都羞得没法待在这了，赶紧逃离现场，趴在门外偷听着。嗨嗨，是前辈，我还小，暂时没结婚的打算，我只是想麻烦前辈关照一下我以前的高中班主任金若洁，以及安排我2个妹妹进入最好的学校，别无他想。啊，是这样啊，那真是太可惜了，这没问题，老夫亲自给你安排妥当。那就多谢前辈了。陆羽哭笑不得，第一次发现威严的龙血战神还有老可爱的一面。门外偷听的市战五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有些不爽，自己也算是个 S 级大美女，可玉可甜，挺拔圆润，居然没被这小弟弟看上。此间事了，陆羽也准备回 F 战区升级。陆小友，这是战神令，有此令，你拥有各战区最大权限。百里藏锋递给陆羽一枚金令。嘻，爷爷，那我就跟宇哥走了，您老自己多多注意身体。百里通没心没肺的笑道。百里藏锋这次没有再阻拦了，决定放手，让这孙子自己去成长。跟着陆羽，他未来的成就起码不会太差。待陆羽和百里通走后，百里藏锋又恢复了严肃，召集了一众高层，开启新会议。这次主要说2件事：其一，怪物入侵10成调查已有最终结果；其二，全军备战，我们重启攻打天堑关战略计划。第55章暗涌。根据最终调查结果，在4号战线的百目魔窟深处发现了特殊传送痕迹，这痕迹跟在10城外发现的深坑一模一样。通过测试分析，这其中蕴含现代化科技技术，跟我们人族联盟掌握的空间节点投送技术类似。这技术是我们根据进阶任务投影 BOSS， 结合特殊法阵融合科技道具研究而来，可将生命体实现远处投送。被投送的生命体在一定时间内会随机受到怪物世界一种规则限制，所以那些攻城怪物只报物品不报经验，应该就是实体投送引起的效果。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怪物入侵10城事件，有人为因素参与。而纵观所有域外势力，除了我们人族联盟，就只有其他几个大势力有这个本事。天神获得慢一言，直接震惊在场所有人。有人族势力跟怪物联合，发动了入侵10城一事，这可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会不会是黑教廷？涂天为我开口道，他是一个无双杀神，开天剑神的剑道知己，他第一个怀疑是黑教廷那群狗日的堕落者所为，但被百里藏锋否决。如果黑教廷有这本事，他们早就联合怪物不断发动偷袭了，应该不是他们。众人想想也是，黑教廷就等于是黑暗怪物培养的走狗，他们若有空间节点投送技术， S 战区早就被黑暗怪物攻破了。不是他们，那就是半怪协会、光明教会、战盟、魂影4大势力之一了。此事不要声张，秘密安排潜伏小队前往4大势力地盘调查，一旦确认是哪个势力所为，绝不姑息，立即清除。在此期间，我们先着重部署好攻打天堑关计划，接下来我们制定作战计划。就在3大战神开始部署的时候，域外战场一处阴暗无边沼泽地带，在潮湿的地下深洞之内，半怪协会也召开了密会。雷克顿归来后，第一时间将星辰换界的事上报给了会长。思思，一个人手蛇身的妖异女子，浑身散发着剧毒瘴气，令人看不清模样，只有一双墨绿色环状眼睛，给人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感觉。失败了吗？会长，虽然没能完成任务，但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们得到了一具黑暗怪物王族的尸体，紫玫瑰也成功获取到了他的基因。闻言，女子这才露出一丝瘆人的笑容。做得好，下去准备。半年后，迷雾秘境开启，到时黑暗大领主猎杀陆羽之时，你们也可寻找机会获取他的基因。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失败了，你们知道会面临什么？是。雷克顿、紫玫瑰几人大气不敢喘。待新生代退下后，半怪协会的大长老缓缓开口：会长，我们冒险助怪物入侵10城，恐怕联盟那边很快就会查到蛛丝马迹，我们得做好被发现的准备。此事不急，哪怕他们要查，也没那么快查到我们身上。即使查到了，到时我们转移到新基地，他们短时间也找不到我们。大长老闻言也就恭敬告退，他得去找黑暗大领主一趟，告诉他关于陆羽的踪迹，以提前换取半瓶 S 级怪物因子。其他长老见无其他事，也是纷纷先行告退。偌大地下宫殿很快只剩下半怪协会会长一人，他的眼神充满疯狂和坚定，甚是诡异。峰哥，我选择的路不会错的，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能成功完美融合怪物因子，创造全新的人族，从而拥有真正抗衡怪物的力量。哪怕这个过程需要牺牲一些人，但一切都是为了延续人族的未来。另一边，域外战场一片黑色大海之内，有一头巨大黑色玄龟驮着一座黑金山峰，在海底永无休止地移动着。如果仔细看，
便会发现这玄龟并不是生命体，而是特殊道具融合神秘玄龟尸骨，以移动法阵运行的特殊移动宝物。如此巨大的移动宝物，要花费的钱财可想而知多么庞大。这便是魂影的总部，没有特殊之法，很难找到魂影总部的具体位置。此时，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倚坐在宝座上，她一身的黑纱长衫将丰满的诱人身段展露无遗，特别是那双白皙的大长腿，看得人直咽口水。而且在她的脸上能看到可爱和妩媚两种气质，可真是又纯又欲。她叫柳宁一，是魂影组织的幕后老大。仙儿，你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星辰幻界有多凶险，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竟敢偷偷混入队伍，进入星辰幻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和你爸交代？妈，我知道错了。洛清仙马上来到老妈身边，乖巧地给老妈揉着肩膀撒娇起来。作为魂影组织的大小姐，洛清仙平日里一直都是一副自傲、高冷的姿态，也只有在老妈面前才会露出这副小女孩的姿态。同时，洛清仙脑海里不断浮现跟陆羽当时坦诚相视的场景，那一幕幕让人羞涩的场景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你爸在天之灵庇佑你。不过这一次星辰幻界开启，我们魂影虽然收集到了大量星原石，但也亏大了。北刃那孩子可是除了你之外唯一的超新星级天骄，就这么死在星辰幻界了。说话间，柳宁一注意到爱女神态不太对劲，时而娇羞，时而傻笑，像极了被哪个臭小子迷住的神情。仙儿，你怎么了？柳宁一皱眉问了句。洛清仙回过神，赶忙回道：妈，没什么。对了，妈，我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哦，什么值得庆祝的事？老妈，我在星辰幻界虽然没有找到星原石，但找到了一座神秘的星辰之殿，需要大量金币才能进入。刚好我金币足够，我在里面得到了一个大机缘。老妈，你看看我现在的职业。洛清仙兴奋地说道。柳宁一这才留意到他的宝贝女儿的职业从武斗家变成了隐藏职业新武者。这是隐藏职业？仙儿，你怎么变成隐藏职业了？难道你在里面得到了隐藏职业书？柳宁一震惊之后脸上狂喜。隐藏职业啊，他都没有，全人族估计只有百里藏风那老东西才有。可现在他的宝贝女儿也成了隐藏职业，这真是祖宗冒青烟了。仙儿才有这等大机缘。快，仙儿，赶紧给你爸上炷香，把这好消息告诉他，然后我们一起庆祝一下。一个隐藏职业胜过10个超新星。柳宁一满心欢喜，当即下令10倍抚恤金给予北刃家人，其他新生代也一律大赏。只是洛清仙并没有把陆羽得到神之证明一事告诉老妈，毕竟这事一说出去，估计老妈也会经受不住成神的诱惑，到时免不了跟人族联盟一战，这不是他愿意看到的。况且在星辰幻界，他也答应陆羽不会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陆羽，半年后我们在迷雾秘境见。第56章金若杰，我没什么要求，就是有点晕。F 战区龙城，陆羽归来后并没有想象中的有战区大佬来迎接，也没有其他转职者来围观他，只有新生集中营的负责人赵烈阳在场。因为赵烈阳曾私下做主关照了陆羽的父母，所以得到总部的嘉奖，荣升为中将，专门负责陆羽在 F 战区的安全。待完成任务后，可前往总部直接报道。对于赵烈阳来说，这无疑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给他吃。陆羽少爷，百里少爷，非常感谢你们的关照，从今天起，你们在 F 战区的安全由我负责。当然，只有你们遇到无法解决的危机时，我才会出手，期间我不会干扰到你们平时的生活。赵烈阳以自身性命保证，就算是死也会完成这个使命。保镖吗？陆羽早就预料到3大战神会这么安排了，这就是暴露身份唯一不好的地方，终归没绝对的自由，不过倒也影响不大。反正做进阶任务，以后去各种秘境也能自我磨练。从赵烈阳口中得知，为了防止让他人骚扰到陆羽，3大战神下了密令，除了参加过血色试炼的新生代，也就只有各战区少将以上大佬才知道陆羽少年剑神身份，并且严格交代不得透露陆羽身份，这列为 SSS 级机密，违反者当背叛联盟处理。胖子，你爷爷他们还挺细心的。陆羽还担忧剑神身份暴露会成为超级明星，走到哪都会有一大堆女粉、铁粉包围什么的。为此，陆羽都特地买了一个龙纹面具，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胖子，我们先去做4阶任务，之后去海洋战场练级。迷雾秘境可是要5阶才能进去，半年时间，我们尽量升到5阶150级。好咧，宇哥，要不要我帮你查一下嫂子的来历？别瞎说，暂时不用。陆羽脑海不自觉又一次浮现那完美无瑕的玉体。另一边，安全区云城转职3中，陆羽的班主任金若杰正在学校备课，新学期即将开学。这时，一群转职局的教育大佬出现，无视3中校长等人径直来到金若杰面前。
金老师，很荣幸认识你，我是安全区转职局总部的大局手张雪峰，你叫我老张就好。啊，这……金若杰懵了，什么情况？怎么张局手来了？还找我？好像还很卑躬屈膝的样子。张局手可是负责 FA6大战区所有转职学校的超级大佬，也是他们这些普通老师一辈子瞻仰的大佬。可今天，这种级别的大佬却亲自来找他，这让金若杰受宠若惊，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别说金若杰了，就是三中的全体老师和校长都一脸懵逼，都不清楚怎么回事。我就开门见山了，鉴于金老师的优秀教学水平，我们一致决定邀请你到 A 战区安全区一线城景诚一中任职特一班的班主任，不知道金老师是否愿意？什么？让我去 A 战区的景诚一中当班主任？我何德何能？金若杰心中大惊，彻底懵了。景诚一中，那是全战区最牛逼的转职中学，尤其是景诚一中的特一班，那都是精英学生中的精英，不是有钱就能进去的。转职后，大部分都能成为史诗级新星天才，甚至超新星也能出现。比如今年的3个超新星，有2个就是出自景诚一中特一班，自然能教导他们的老师也都是最顶级的老师。让我去景诚一中的特一班当班主任，我这是在做梦吗？哎，金老师谦虚了，手续我们都备好了，有什么特别要求可以跟我提，我们都可以满足您，只要您愿意去那里教学就可以了。死，要求还随便提。众老师一阵的惊疑后，那是一阵阵的发酸。这可是景诚一中啊，能进去当老师不仅无限风光，还前途不可限量。如果给他们这个机会，别说提要求，倒贴都愿意啊。我没什么要求，就是有点晕，我想知道为什么。事关总部机密，我们不方便透露。那你收拾一下，我们即日出发。就这样，金若杰稀里糊涂的就前往景诚一中任职。他不知道的是，陆羽的2个妹妹此刻也被安排前往景诚一中上学。大妹陆雪今年16岁，可以上转职小班，后年就可以上转职大班进行转职。而小妹陆月今年14岁，只能继续学习文化科以及职业基础知识。大妹、小妹去了学校，好好学习，吃的用的你们不用担心，学校全包，将来转职喜欢的职业，跟哥哥一样，成为人族的英雄。这是陆羽对2个妹妹说的话。而陆山和韩云之一得到上头的指令，马上再次回家一趟，亲自带2个女儿去最好的学校报道。回想不久前，2人还沉浸在升级的喜悦中， F 战区总司令薛元虎就亲自登门，这可让他们2个平民老百姓受宠若惊。这可是战区总司令啊，他们竟然有幸能见到，当即就要行军礼。哎，两位不必行礼，我一个小小战区总司令可不敢受你们的大礼。这可把2人整糊涂了。小小战区总司令，要不要这么离谱？两位实不相瞒，你们的儿子陆羽在血色试炼中大放异彩，不仅团灭了怪物，还带回了星源时脉的具体情报，被3大战神授予联盟英雄称号。这不，我得到总部指示，亲自给英雄父母颁发英雄家人特权令。从今天起，战区内所有材料优先对2位开放，每月固定发放最高级数量材料福利，如果想要额外购买，一律按最低价出售。另外，你们以后没有任务量，做多做少，你们自行决定。龙城所有安全地带，你们免费通行。闻言，2人彻底幸福的泪如泉涌，他们的儿子成英雄了。他们猜到儿子会在血色试炼有所成绩，没想到成绩这么夸张，这真是祖宗庇佑，老陆家出真龙了。如此，2人也是完全不用再为采购材料而操心，只管努力升级，将来为人族多做贡献就是了。而这一切，多亏了他们的宝贝儿子。两位，鉴于陆羽给人族做出的贡献，你们的女儿也会得到特殊福利，我会安排小队去接送他们来龙城，然后乘坐传送阵前往 A 战区景诚一中上学，全部费用全免。为了不惊吓到他们，还请两位随小队一起回去一趟。薛元虎爽朗笑道：“景诚一中，这可是好学校啊！”之后，这才有了陆山夫妇带着2个女儿前往景诚一中的一幕。此时，得知是哥哥的原因，陆雪和陆月内心可别提多欢喜了，这漂亮小脸蛋上的笑容就没停过。对于这些事，陆羽虽然没有参与，但也能知道个大概。而此时的陆羽已经接取了 S 级4阶进阶任务。第57章 NPC 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4阶进阶任务：消灭腐烂巨魔。任务难度 S 级。任务内容：恐怖的腐烂巨魔在黑暗怪物的带领下，侵蚀了冰川山脉，屠戮了无数爱好和平的中立种族冰棺族生命。面对强大的腐烂巨魔和黑暗怪物，冰棺族举全族之力都不是对手，无奈逃到雪神庇佑的雪神峰避难，致使怪物不敢靠近。黑暗怪物只能命令腐烂巨魔每日不定时朝雪神峰投掷远距离毒石弹，甚至用腐烂剧毒污染唯一的水源。为了生存，
冰冠族哪怕明知喝毒水会腐烂身躯，但也不得不喝，起码活着还有希望。任务要求：帮助冰冠族消灭腐烂巨魔。温馨提示：检测到你是脆皮剑侠，独自一人很难对付 S 级腐烂巨魔领主，建议你放弃，重新接取最低难度任务，生命只有一次，且行且珍惜。呵呵，我真是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哦。陆羽无视，任务启动，随即被传送到雪神峰内。刺骨的冰寒让身穿单薄的陆羽禁不住打了个冷战。但映入陆羽眼前的不是雪白的雪峰环境，而是满目疮痍的绿色雪峰。难闻的绿色毒雾弥漫，将整座雪峰侵蚀成一片毒山，肉眼可见的大坑随处可见。丁，你花费1万金币购买了高级御寒道具 X1。这就不冷了，有钱就是好。不多时，一支冰冠族的特殊小队戴着特制冰口罩迅速出现。他们与之前的绿德尼村的麻瓜 NPC 类似，都是类人形态，只不过这冰冠族的皮肤白如冰晶，身上也是穿着冰衣，头顶的冰发盘成头冠状。勇敢的勇士，你总算来了，我们族长等你很久了。带头的冰冠族战士热情来接，可看到陆羽只是一个人族剑侠职业，顿时失望至极。一个人族剑侠才90级，来消灭4阶 S 级领主级 BOSS 腐烂巨魔，这不是厕所点灯找死吗？碍于族长命令，他们还是带领陆羽前去见族长。路上，陆羽抬头看了眼天空，3颗类似太阳的星体无规则运动，给这片世界带来光明。这让陆羽更加确定，这4阶任务跟3阶任务都是在同一个世界。陆羽记得班主任曾提及过，接取 S 级难度进阶任务，有大概率会到怪物世界完成任务。那这里应该就是所谓的怪物世界。打开地图，只有冰川山脉这片区域的显示，其他地方一片虚无，无法确认怪物世界具体样貌。看来只有任务之地才会显现地图，其他地方没触及到任务是不会显现的。而通过这2次进阶任务，陆羽也是可以确认，怪物世界并不仅仅只有凶残的黑暗怪物，还有其他怪物与之抗衡。确切的说，这些已经不算是怪物，而是类似 NPC 的存在。只是这些 NPC 是鲜活的生命体，也是会死亡的。至于为何在人族接取进阶任务能与这些 NPC 有联系，那陆羽就不得而知了。估计只有等以后反攻黑暗怪物，杀入怪物世界，才有可能解开其中的奥秘。10多分钟后，陆羽来到一处雪神峰山洞内，见到了冰冠族的族长，姓名艾雷斯，身份冰冠族族长，等级 LV90 3阶。原本满怀希望的艾雷斯看到陆羽后，顿时如之前的冰冠战士般失望、叹息，甚至露出绝望眼神。什么鬼？陆羽内心甚是无语，怎么感觉这群 NPC 跟之前的绿色麻瓜一个德性？苍天亡我冰冠族啊！我们一直向伟大的雪神祭祀祈祷，雪神曾降下神之预言，在今日会降临一位强大勇士，助我们消灭腐烂巨魔。可怎么等来了一个人族无用剑侠啊？就这血量，就这身板，给腐烂巨魔塞牙缝都不够啊！艾雷斯一阵呜呼哀哉后，对陆羽劝说道：“年轻的人族少年，你很勇敢，但勇敢有时会丢掉性命。你还年轻，回去吧。这个任务不是你能完成的，趁还有机会，赶紧放弃，走吧。”麻瓜，又是一群麻瓜 NPC， 他奶奶的，怎么总是遇到这种麻瓜？算了 ，NPC 靠得住，母猪都会上树。陆羽也懒得鸟他们了，转身就走。当然，陆羽不是放弃任务，而是自己去找腐烂巨魔，然后秒了他。对陆羽来说，区4阶 BOSS 跟普通怪没啥区别，如果可以，顺便帮他们把入侵冰川山脉的其他怪物全斩了都没问题。陆羽想要召唤大白赶路，丁，此任务无法召唤坐骑。好吧，陆羽只好遵循任务规则，御剑飞行赶路。见陆羽离开，冰冠族等 NPC 还以为陆羽听劝放弃了。唉，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勇士，没想到是个假勇士，看来我们冰冠族要亡族了。陆羽飞出了雪神峰，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起码上百米，皮肤湛蓝，但全身腐烂，右手装了一个毒钩。他开始不断在朝着雪神峰疯狂投掷巨大毒石。这毒石好像是他用毒钩从肚子勾出来的肾结石。好家伙，这腐烂巨魔是肾结石制造机吗？还有，他的肾结石也太大了点吧，足足有7、8米大小，而且砸到地面还会引发爆炸，毒气腐蚀大片区域，妥妥的毒气弹啊！名称：腐烂巨魔领主，级别 S 级，等级 LV90 4阶，血量60万。介绍：遭受黑暗力量侵蚀的怪物，如同行尸走肉，被黑暗怪物操控，智力单一，体内会不断产生剧毒结石，需要不断清除。提示：可别小看他，他智力不行，但战斗力和破坏力十分惊人。台词：
冰棺族的孩童最美味了，主上说了，杀光他们，我就有吃不完的美味。台词：在大大的肚子里面挖呀挖呀，挖大大的结石，丢呀丢呀丢。陆羽捂着鼻子，被这怪物领主身上腐臭的气味熏得极度受不了。这味道就好像无数尸体在下水道集中腐烂，那酸爽绝对一辈子难忘。咦，有人跑出来了！吃掉，吃掉，统统吃掉！陆羽忍住肚里的翻江倒海，化身剑神，3大剑神技齐放，直接将其秒杀。台词：不，我是无敌的，怎么会？丁，恭喜你获得43万2000金币。丁，恭喜你成功击杀腐烂巨魔，请迅速返回，找到冰棺族族长提交任务。听到任务提示，陆羽淡淡一笑，算了，好人做到底，就帮他们解决了其他邪恶怪物，看看会不会触发隐藏任务。于是，陆羽一人一剑，一路杀向邪恶怪物大本营。雪神峰另一边，负责攻打冰川山脉的黑暗怪物正在享受着先田冰棺族尸体做的美食。报！大王，大事不好了，有无敌人族剑神接了帮助冰棺族的任务，他一人一剑正在屠戮我们大军。好你个废物，竟敢谎报军情！你以为人族蝼蚁有那个本事吗？大王，千真万确啊！再不走，他就要杀过来了。黑暗怪物气得欲要斩了这个坏他性质的手下。突然，他的驻殿被无数飞剑破碎，一个绝世剑神出现在他面前。什么人？黑暗怪物大吃一惊，但回应他的是斩灭一切的神剑。不出几秒，这个 A 级4阶的黑暗怪物就身首异处，至死都没想明白怎么会突然冒出个人族剑神。他死不瞑目，只是一个 A 级黑暗怪物吗？还以为是 S 级黑暗怪物王族，战力也就堪比那腐烂巨魔，失望。看看时间，也才刚刚过去半个小时，陆羽御剑折返。第58章触发隐藏任务。此时，雪神峰山洞内，当腐烂巨魔又发动毒石弹的时候，艾雷斯就召集了所有的族人，与其慢慢被毒死，不如殊死一战，死也要死的有骨气点。可很快，他们发现腐烂巨魔的攻击停了，这很不正常。按理说，腐烂巨魔每次发起攻击，至少都是几个时辰的，怎么会这么快停下了？正当他们疑惑之际，陆羽刚刚折返回来，看到陆羽还没走，艾雷斯摇头叹气道：“这人族的年轻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明知道这是必死任务，还不借助任务规则力量退出去，还敢留在这里，简直是在等死。”咚咚，陆羽将腐烂巨魔的头颅和黑暗怪物的头颅丢到地上，淡淡说道：“麻烦把任务奖励结一下。”整个山洞顿时静悄悄的。再看这群冰棺族的 NPC， 他们已经集体冰雕化。良久，他们才惊骇出声：“哗！他把腐烂巨魔杀了，还顺带把入侵冰川山脉的罪魁祸首黑暗怪物也杀了。这才过去半个小时多点吧？他怎么做到的？”冰棺族族长艾雷斯急忙确认头颅身份，确认了足足上百次，他才狂喊一声：“探查队，火速去查探！”不多久，探查小队传来信息：“族长，确认无误，腐烂巨魔真的被击杀了，我们冰棺族的灭族危机解除了。雪神庇佑啊！”艾雷斯带领冰棺族全体族人朝着雪神冰雕像跪拜，嘴里高喊着神秘祭祀之语。祭祀结束后，艾雷斯这才起身，紧紧握住陆羽的双手：“哎呀呀，老夫就知道，人族多是英杰之辈，不愧是雪神预言会出现的拯救我族勇士。其实，老夫一眼就看出你定能击杀腐烂巨魔，拯救我们。刚才老夫只是按照任务程序，不得不走一圈流程。”闻言，陆羽嘴角微微翘起：“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还任务程序，分明就是瞧不起人。这些所谓的 NPC 都是看不上人族的。这也难怪，在他们看来，人族诞生转职者顶多100年时间，100年时间对于整个怪物世界来说，也就弹指一刹那而已，又能诞生多少个真正的强大转职者？所以，看到一个人族剑侠独自一人来做 S 级难度任务，自然是不看好的。曾经开天剑神传送到怪物世界做这些高难度任务，也是被这些 NPC 看不起。是，赶紧结算任务吧，我好完成进阶回去。陆羽赶紧打发道：“少侠，请等一等，你额外击杀了黑暗怪物，替我们冰棺族彻底解了围，已经证明你的强大，可否再帮我们冰棺族一个忙？少侠，我们的家园已经彻底被腐烂巨魔的腐烂之毒侵蚀了，已经不适合我们生存，能否护送我们前往新的家园？如果完成任务，我们愿意拿出我们一族传承多年的隐藏宝箱作为礼物。”丁，恭喜你触发隐藏任务，是否接取？陆羽眼睛一亮，还真的触发了隐藏任务。不过这触发条件还真不简单，没有绝对的实力，那是绝对无法触发的。这必须得接啊！这冰棺族族长总算干了件人事。接取。丁，
你已接取隐藏任务，请护送冰棺族前往新的家园。随即，一个任务提示图弹了出来。陆羽点开地图，发现多了一个新地方。在紧挨着冰川山脉的地图上，显现了一个新的区域——浩克盆地。这盆地的地图大小不比冰川山脉小，甚至更庞大一些。而且因为紧靠冰川山脉，所以也有不少冰山，倒是适合冰棺族生存。少侠，浩克盆地也被黑暗怪物入侵，而且那里的绿人族非常排斥其他外来族，所以能否成功获得新家园很困难。艾雷斯开口道：“绿人族。”陆羽脑海不自觉浮现出那群麻瓜，不会是他们吧？之前3阶任务的地图只是显现绿德尼村的，并不是整个浩克盆地，而且绿德尼村的位置也不靠近冰川山脉。先护送冰棺族过去，有什么困难一键解决便是。想罢，陆羽带领数百个冰棺族族人出发。丁，由于冰棺族大部分身中腐烂剧毒，严重者随时可能会死亡，请确保30%冰棺族人活着找到新家园，否则判定隐藏任务失败。陆羽无语，看来这隐藏任务才是最麻烦的，不仅要帮他们找新家，还要随时防备怪物袭击，还要解决土著矛盾，更要保证他们的存活率。这还不如直接斩杀 BOSS 来的轻松。可嗨嗨，少侠，我们大多身中腐烂剧毒，此毒早已融入我们血肉，除非有成品以上解毒药剂，不然无药可治，我们行动会比较缓慢，可能会耽误少侠不少时间。艾雷斯脸上尽是担忧和惆怅。虽然躲过了灭族危机，但族人也会死上不少，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最终保留冰棺族的血脉。因为域外商城只有装备、道具、材料、宝石、宠物5种物品售卖，并没有药剂售卖，陆羽也不得不头疼起来。那岂不是很难完成这个隐藏任务？艾雷斯族长，除了解毒药剂，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助你们解毒？其他办法？那就只有获得特殊资源，完成血脉洗礼了。一旦洗礼成功，那就可以自动净化掉体内毒素，甚至提升等级，有极小概率完成进阶。可这些特殊资源，只有被规则洗礼过的特殊之地才会衍生，我们冰棺族怎么可能得到？陆羽想到，既然黑暗怪物也进入星辰幻界抢夺星原石，那星原石是不是就是可以促进怪物世界生命进阶的特殊资源？于是，陆羽拿出一块星原石，说道：“族长，你试试吸收这块星原石，看看能不能进阶。”我滴神呀！星原石，这就是特殊资源之一呀！少侠，你竟然还拥有这等神物！闻言，陆羽大喜，有戏！艾雷斯当即吸收星原石能量，身体涌现洗礼般的光芒。下一秒 ，A 级3阶90级的冰冠族族长就成功完成洗礼，等级获得提升，达到91级，体内毒素净化。在怪物世界的生灵要想升级，除了天生的成长等级外，要想继续升级，只能获取特殊资源，也就是类似星原石这种资源才能继续升级，不然一辈子就卡在成长等级。这也是为何这么多年一些怪物世界种族等级还是那么低的原因。见真的有效，陆羽赶紧拿出数百颗星原石，这点消耗他还是耗得起的，只希望对方的隐藏宝箱能开出真正的好东西。来，一人1颗，赶紧洗礼，别挂了。冰棺族再次全体石化，他们懵了，